一口气长去目睭拢好好啊，啊有法度看到物件无？无法度吼，所以佛就是咧讲吼，咱用目睭啊，认为讲看到是目睭，安尼唔对啦，看到就是咱的佛性，咱的佛性咧看，佛性吼照目睭，佛性吼耳孔，佛性照着鼻啊，佛性照着嘴，照着身躯，照着意，会当呈现万象万事，对吧？所以叫做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啊，拢是咱的真心佛性，性外无物啊，咱的性外口无物件啦，所有的物件，所有的万象，拢是咱的佛性。这个我们就要接受啊，要一段时间啦。讲我物件是物件，哪会咱的佛性？物件是物件，哪会咱的本体？我们都会很讶异呀，很奇怪。可是，在真理呀，我们就是了解到，没有我们的佛性，就没有山河大地，就没有万象。所以，山河大地万象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拢是咱的佛性，拢是咱的本体。即嘛先了解这个道理，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现在先知其然，所以然慢慢解说，了解以后，拢融入啊，就能为什么无极啊，能够生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相中相凑，一本啊可以善于万殊。然后我们现在啊修到万殊呢，就是要归本，要归回到原来的佛性本体。能够归回到原来的佛性本体啊，就是回归无极，已经又回到原来那个地方所在。所以所有众生啊都是如来，所有众生呢都是佛。安尼对家己有信心无？要有信心了，这个很重要，因为自己对自己信心有了，发挥的力量就很大。那假如对自己没有信心就没有力道了，应对那个挫折的时候就没有担当，拢赶紧要过来求外道来帮助。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相信自己就是佛，自己就是如来，遇到什么挫折自己要用智慧去解决，自己能够承担，就会很高兴原来天地之间是一体的，一体中没有困难没有挫折没有障碍。你有了解无？所以或者都说呢，回去的时候谢谢你给念听。那个里面老师讲的很详细把整个真理呢都在几个字里面都呈现。那我们北部有录那个 CD 一直反复的唱你开始放拢唔免搁再去找，一直一摆唱完过一摆，一摆唱完过一摆，唱完迄地全部拢是谢谢你，可以拿到吗？没有的话这个向这边拿我们有送到这边来，还有一面呢就解说，那个解说谢谢你的内容那个解说我们讲解1个小时10分钟，把那个内容有解说。虽然没有讲得很详细可是大概大致那个意思都能阐释出来。哥要听听那个意思，然后要会唱，唱久了还蛮好听的，很感人还活着的时候要说声谢谢你，要谢谁对，就是要谢谢我们真心佛性
我们真心佛性啊，陪伴我们啊，经过千千万万年，千千万万生，所有的生死啊，佛性都陪我们，都陪伴我们，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这个努力。那么底下呢，释迦牟尼佛又讲阿难，又汝觉了能知之心呐，肉心有体，为复一体呀，为这个有这个多体，是一体呢还是多体？那么今在汝身呢，为复遍体呀，为不遍体。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那个觉了能知之心呐，就是那个了了无明，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肉心有体。现在呢，你以为啊，那个根尘相对的那个六识啊，是有体的话，为复一体，它是一体呢，还是多体？还是有足多液体啊，有足多那么今在汝身啊，现在在你的身上，为复遍体啊，为不遍体？它是呢遍满你整个身体，还是呢不遍满你整个身体？这整个身体呀，全部都有呢，还是呢只有某一个角落有？肉一体者所以有佛呢有分成四个内容，一体、多体、遍体不遍体，有分成四个角度啊，然后呢解说。肉一体者啊，则如以手自一之时，即嘛你用手抓你我们有两只手、两只脚，你干那甲抓一支就好。莫呢四肢应结，你抓着支四支两支手二脚拢有地感。若旋结者假如说全部拢有地感，自应无障。安尼你都唔免抓，唔免去抓一支迄个杠全部四支拢有。若有手，你抓有迄个地方所在，有抓到一个固定的所在，则如一体自不能成。你讲你这个一体，安尼都袂当甲真理相合。那么若多体者，假使有真侪体，则成多人，就变成很多的人。合体呢为汝？多一体是你，已经足侪人多一体就是你，这就是讲一体甲多体。那么底下呢，就遍体跟不遍体。若遍体者同前所著。假使我遍体甲头前你抓一支四支来呀，抓着一支手。各位浅显，我们抓住一手另外三只会知道吗？咱若抓着一支手剩的这三支会知影讲去用抓到无？没有嘛对不对？所以那个那个一体多体都不成，然后遍体也不成，无迄个代志的。那么若不遍者，假如说不遍体的话，当汝处头一处其主。讲若无遍体你头壳甲你讲一下完讲一骹头有所觉实应无知头壳有地叫讲到骹骨应该无地感。那么今汝不然今仔你唔是安尼所以你看佛在讲是不是拢足浅足详细，对不对？很详细的说，是故应知随所合心则随有，无有是处。
所以应该用智慧来道。你咧讲水所合就心就水有，安尼无一个对。那么阿难白佛言，听到一个呢向佛这个表白说：世尊，我亦闻佛呢，以文殊等知法王子，那个法王子是菩萨，法王就是佛。谈实相时世尊一言，心不在内呢，意不在外。那个实相就是真实的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形象实相。那阿难呢，他就讲，如我思维他已经那个佛讲心不在内呢，意不在外所以现在他又思维又是用我们那个根尘相对的心在想，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之故在内尘因为身体里面五脏六腑都没所以底来对唔对。那么身心相知在外非异身心身跟相连结拢会知影，安尼心里外口嘛唔对跟道理无合。今相知今嘛因为拢相知，腹内无见内底都看袂到五脏六腑中间一定伫咧中啦。即嘛阿难佫互伊想到一定伫咧中。那佛就讲，如也中间终必不迷。你讲伫咧中，安尼中一定袂糊，一定真清楚伫咧中。那么无所在一定中无伊个地方所在就是有它的地方所在，会当甲指明出来。那么今汝推中即摆你伫咧讲中间，中何为在？中伫倒位？你讲我听看卖。中何为在？伫倒位为复在处为当在身。是伫咧地方所在，还是伫咧身躯的？那个佛跟阿难讲，那个处就是地方所在。那么为当在身，还是伫身躯的？若在身者，都伫身躯的呢？在边为中。那身躯一定是伫咧边毋是中。若是伫中都甲内底同款甲伫咧身躯内底会当看到五六腑同款那么若在处的假如说是咧地方所在未有所表未无所表是有表示出来，还是无表示出来那么无表示出来，甲无共款若有表示出来伊就无固定表示出来迄个中间没有这个固定。为什么呢？如人仪表较需要有人已经甲伊表示出来表为东时表示讲伊就是伫咧中那从东看它变成西南观旁边看它成北那个表体表示出来迄个体就混乱心已经杂乱，那么心就已经乱了，所以迄种表示出来拢会变化。那么阿难言他就讲，我所说中非此两种我咧讲的中毋是这两种如是真言刚才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眼跟色为眼生理眼识眼有分别，目睭有迄个分别的作用，然后色尘无知那个外面的形象那个尘没有知觉性，然后事生其中则为心在所以他呢把那个事当成心事心
啊，四心不是这心呐、四心就是生灭的妄心这样知道吗？它属于妄心所以阿难呢讲那个四生呢其中啊，则为心在。那佛呢讲，汝心呢落在根尘之中，你的心伫六根跟六尘的中，那么此心之体呀，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这个心体是有兼两项，兼六根，佮兼六尘，两项，还是讲无兼。若兼二者啊，假使两项拢兼，物体啊杂乱，迄个物，甲体啊，迄物件，那个尘啊。尘就是物，然后根呢就是体呀、那个物跟体啊已经杂乱，物啊非体之，那个物件六尘啊，伊无法度知影，迄个觉性唔知影，然后体啊六根六根知影，所以两项合起来，一个知影，一个唔知影，安尼呢成敌啊两立。变作一个知一个唔知，就变成那个对呀跟他敌人。那么引何为中？安尼什么是伫中？那兼二不成为六根六尘两项甲兼咧袂当甲真理合。那非之啊不知那个非之啊就是尘非之那个呢根啊不知因为已经呢分开了它都不知，即无体性呢，综合为相，安尼都无体啊所以那个妄那个我们那个妄就是呢根尘相对所产生的那个六识叫做妄心，妄心无体综合为在，综合为相。是什么现象？是故呢，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你讲伫个中无一块着已经拢无符合真理。我们呢今天就讲到呢地方，剩下呢这个10分钟呢给各位提问剩10分钟，各要踊跃能够把心里面的疑问能够提出来也可以就我们今天所讲的不了解的地方呢说明。好，请说。第二题是：能生万法者，因为生灭法，非不生不灭法，本性清净，最终还是要证无疑之境，不生万法。还是真如来，这要怎样解释？因为你讲的这一些我们就是了解到已经到蛮微细的程度了所以或者刚才有讲就是我们认为说心在身内不对心在外不对所以它是属于不急不离。那个呢我们要知道说不是呢生之如来了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知觉性能够呈现，然后发挥我们佛性的那个前提大用。因为问比较详细那个比较高的一个程度了所以讲解的时候就是要细细去讲解所以问的时候你就问题不要太长太长会含混变作混合混合答案正确的变作唔知。好，再说。第二个问题，六祖坛里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海，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气，六祖还在门外吗？因为他是对着神秀那个句而讲的
神秀那个身是菩提寺啊，心是明镜台，然后是勤拂拭啊，死了尘埃，这个是早已相。然后六祖所讲的那个句呀，菩提不是啊，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啊，何赐了尘埃？那个是着空啊，神秀是早有，然后呢六祖啊是着空，两个把它合起来，既不着有也不着空，就是中道了，那就是道。可是我们一般的解说啊，都会把那个菩提本无事，明镜啊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啊，何赐了尘埃？认为啊都是已经是见性了。可是我们从那个句语的本身啊，来探讨它的意思。当然啦，菩提啊，本无事是不错啦，就是觉嘛，哪有？然后明镜啊亦非台，也没有一个明镜台，那个呢，我们要了解反而啊，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了尘埃啊，是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的心啊，不要有尘垢，这个反而更好，让我们能够受到利益。那假如说本来无一物啊，何赐了尘埃？那个是修持的程度。假如说我们在开始毛病脾气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又讲本来无一物啊，何赐了尘埃？都什么都不用修，等于是脾气毛病都不要改，安也行得呗。所以着有不对，着空更不对了。佛就讲，宁可着有如新山，不可着空如芥子许。那个着空很危险。你什么都不做了，就消极了。那么真正的到达那个道的时候啊，那个是在讲我们那个真心呐，真心是无所不在，真心呐，它是这个尽虚空遍法界，那个真心尽虚空遍法界有另外那个讲的方法。不能就讲本来无一物，何赐了尘埃？你这样一讲的时候啊，我们都什么都不用做，都不用修，都不用改。那这样可以吗？可不可以？要修要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它那个含义。一个就是着有。六祖是要把那个有对把它去掉，不要着那个有。它是用空来对掉那个有，是两个相对的。安尼了解不？说我们生死跟涅槃，没有生死就不用涅槃，因为有生死才要涅槃。安尼知影不？所以生死是假的，涅槃也是假的。所以才讲生死涅槃等空法，相等都是空中的花。那我们假如说看到涅槃前面加一个大涅槃，那就不一样了大涅槃就是佛性本体的状态，跟那个涅槃跟生死相对是不同的。很有了解不？所以要了解到他讲的那个方向，你的讲的是相对的，还是一个绝对的？你像说那个智显禅师那个一即忘所知，更不加修持。他那个更不加修持就是本来无一物何赐了尘埃？可是他是在那个他用那个镰刀在割草。镰刀去打到小石头，小石头去撞到那个植子，然后发出声响。他是从众也际会领悟说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这样，所以才讲一即忘所知，就是忘掉能知跟所知。没有能知所知，没有能所，就是已经一体了。就是佛性整个呈现，所以更不加修持，没修已经搞
动龙养骨路啊，不斗萧然机，然后呢，这个次无踪迹啊，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啊，显远上上机，那个才真正的是本来无一物啊，而次了尘埃。你知道不？他讲的背景要了解，它是相对的呢，还是绝对的？绝对的会讲到佛性本体。那讲佛性本体是什么样的状态，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没使含理、合理。像智贤禅师就讲得很明白。为什么？因为那个龟山那个和尚就跟他讲说，还没有入胞胎之前啊，你讲一句来，我要祭你就是受祭啊。你讲一句，你也未进入胞胎，就是还没有投胎啦。你也搁在空中你的佛性还没有进入胞胎，还没有投胎。那个之前啊，你讲一句来，我们不讲吗？我们还没有进入投胎的时候啊，我们是什么状态？我们会讲说他的中阴身啊。中阴身是状态，可是他那个心意呀，你是什么心？你那个时候啊是什么心？所以那个智贤禅师啊，一讲出来，讲不出来啊。请龟山那个和尚告诉他，龟山和尚说：“我讲是我的啊，跟什么关系？你讲才是你的啊。”他回去一直翻所有看过的书经书啊，找不到答案，他就收拾行李啊，回家了。说我爱吃饭就好啊，无饭通吃，我等下吃饭啦。一回去整理完才产生的那一个现象，所以他就体会到。完成的万象万事啊，都是演技则生啊，也善救昧。你看他也不知道业念里得镰刀啊，去那个扎到小石头，小石头会飞去撞那个竹子，全部都不知道啊。可是整个都呈现，咚一声啊，那一声促成他领悟了。所以说一急就忘手之。不要在那个相对的里面去用心，已经是一个绝对。一即忘守之啊，没有能知，没有守之，没有能守，能守双明，所以更不加修治，那个才真正的可以本来无一物啊，何次了尘埃？了解意思吗？在相对的时候啊，不能讲成绝对。在绝对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前因。它之前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讲绝对？一定有它的根据。含理合理。所以或者都只说，我们研究真理啊，一定要透彻了解明白。讲清楚说明白才可以。不能呢含混。含混不可以的，所以有疑啊要问，所以问这个就很好。你看我们一般解说啊，都说六祖已经见性的已经很高了，那你跟前面那个那个神秀那个怎么说？就怎么样对不起来了？他们相对的，那个生死跟涅槃啊是相对的，这样了解是吗？所以我们就是要有那一种实事啊，求是，实在的事要去求它的真理所在。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多谢占道天师德、老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听楞严经有没有心得了？会不会感到很深？没有声音吗？比较小声哦。
呀，哦有了，比较发生了。我们呢，从这个楞严经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那呢，大部分呢，那个明心见性一定可以很透彻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前面这一段有关于我们要这个明心的部分，我们的心有生昧的心跟不生不昧的心。上个礼拜呢，我们也有把它呢集结出来，各位有没有听懂啊？有。它有生跟有不生不昧。我们从那个嘴巴的那个舌头舌头呢，它不变之体，不变之体呀，在经典里面它的字叫做极，极界的极。那我们呢这个佛性有随缘之用，那么随缘之用在佛经里面，它讲造，它极而常造，造而常极，有没有听得很奇怪？有。那我们呢要了解到，它极而常造，就是佛性本体本身，它如如不动，可是它可以对万象万事全部呢都能够呈现，全部呢能够包含，所以那个整个出来的那个功能作用都从如如不动的本体出来，所以那个叫极而常造。那我们从文字呢不太容易了解意思。假如说学说那个极就是我们舌头本体，然后那个道就是我们吃花生有花生味道，吃梅子有梅子味道，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有面的味道，那个呢很多味道，那个就是我们不变之体以后呈现的那个随缘用。那么用了以后那个叫做造。那造以后它又会回到本体回来，叫造而常极。那么造而常极呢，就是我们花生吃完了，花生味道就消失，对不对？换梅子吃的时候有梅子味道。那饭我们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呢有面的味道，是不是我们一吃完以后那个味道消失了，消失以后它又回到本体回来，这个叫造而常极。这样了解吗？了解。我们从文字一听起来，极而常造，造而常极，好像跟我都没关系。可是一分析以后，原来关系这么大。那个我们研究六祖坛经六祖是讲说，不断摆思想，有没有？那个极而常造，那个就是不断念的摆思想。我们起心动念，它都不断。我们对万象万事的认知我们都能够发挥，从不变之体出来。所以那个极而常造。然后造了以后它又回到本体，叫造而常极。然后极造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这点么了解不？所以我们平常就是少接近心理心法。而不知道说原来跟我们这么亲切，日常生活之中我们都在用那个极造同时佛性的本来面目。那我们从这个楞严经里面我们来这个了解到佛所阐释的那心，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心。所以在前面这个地方就已经
明白的讲出来。可是各位假如说住在文字啊，那就完全都不了解。他言在此啊，意在彼，知道意思吗？文字啊，讲话是在这里，可是它意思在别的地方。那我们先把前面这个西次那个我们那个心的地方所在，先把它了解以后，我们再来说内容。我们讲到第6，对不对？21。20页，阿难白佛言，这个阿难呢向佛这个讲说：世尊，我昔往昔见佛以大目连目犍连、须菩提、富罗那、舍利佛这4大弟子，因为他们都跟随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身边呢，帮助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所以常言觉知分别心见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既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不。这个阿难他一听了以后这个所说出来的地方所在都被佛破斥了，都不对调，都不对啦，说无有是处。那么现在最后一个讲说呢，这个之前曾经因为难侍奉释迦牟尼佛，所以时时刻刻在身边。那么对那个佛所讲的一些那一些经典讲出来的话，阿难都记在心而且阿难记性很好，只要一听进去他都能够记住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跟这个4大弟子讲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那阿难他就想出来说，既无所在，拢无，一切都无着，都不要着相，这样名之为心这样就是心，则我无着，名为心不，说我都无着，这样是不是心？那佛就跟阿难讲，佛告阿难，汝言皆知分别心性既无着的，世间虚空，水陆飞行，知所物象，名为一切。汝不着者呢，为在为无。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问阿难说：你现在讲我们那个觉知那个分别就是了了分明了，觉知了了分明的心性，既无着者全部呢都无着，那么底下呢，佛就讲说世间整个所有虚空以及呢水陆空中的飞行，水底的、陆上的、空中的知所物象所有有形有相，名为一切，叫做一切。那么汝不着者现在你不着，为在为无，你不着呢，是有形象还是没有形象？这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那底下呢佛就讲，无者同以龟毛兔角。假如说是无这个没有，现在完全没有那么就像呢龟毛兔角，这个有名无实，只有名称没有实在的龟没有毛，兔也没有甲，这个只有名称而已，这个真的就是没有无。
允和不着，无的无唔免个不着啦，那有不着者，不可名无。假如说有不着的话呢，可以讲无，那个无相才可以说无，然后呢，无相得无没有形象才可以说没有。那么非无则相。那假如说呢，不是像龟毛兔角，那么就有相。像我们语言文字也有相。各位先生，这个我们以为语言没有相。各位先生，有没有相？有。就是有。语言一样有相，因为讲出来了，有声音，有所在，所以语言有相。那么相有既然有呢，则在，就已经在了，允和无着，已经在就不可以说呢，这个无着。那么是故应知一切无着，明觉之心呢，无有是处。这个时候这个佛就跟阿难讲，说呢，这个一切无着，你认为他觉之心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那么我们回顾从头开始从第一个那个心在我们身内第一个，从呢佛问唯心与目今何所在？我们现在各位先生来领悟我们心在哪里，好不好？很懊恼因为我们都认为啦，完成的所有人都认为心是在身内，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而且大家都共识，认为心就在我们的身内因为佛讲心有灵知的作用，灵敏知觉灵知凡心所在之处，你的心在哪里你一定对那个地方一切都能够分明了知，就是能够了分明。你的心里头这所在你用真了解，所以佛就讲，你既然讲我们的心是在身体里面，那么一定可以看到五脏六腑，一定可以看到指甲的生长，头发也一样在生长。各位先生，我们可以看到吗？看不到，对不对？所以佛就讲，既然看不到，那心的灵知作用就消失了，就不是了。这样了解吗？这个就是否定心不在我们身内。那底下的6个地方那个是被迫，然后能够把想到的全部讲出来。第二个就心在身外。那佛就讲，既然心是在身外，那身心就已经不相安。心有所知身不能觉。这个身有所觉心不能知，就身心都分开了。然后佛就拿手给阿难看，说你看到我的手吗？阿难说有因为手我们看到手是眼根眼根始于身始于身体方面那心分别吗？阿难说分别。那佛就讲，你既然眼睛看到始于身，心能够分别的心身心相知，为什么在外？所以又把外拼掉。那阿难又被迫那在眼根里面眼根就是潜伏在眼根里面阿难最大的问题是第一个在身内，那底下都是没法度不对然后再想出来然后佛就说既然
潜伏在眼根，跟呢眼根呢合在一起，就像我们呢这个戴眼镜啊，他就问说：当见山河之时啊，你看到山河，难道看到你的眼镜吗？阿难说有看到。然后我就问他，既然是潜伏在眼根呐，跟呢眼根合在一起，那么向外的时候可以看到山河大地，然后那个回来，我们知觉心回来，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他问阿难说：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面孔吗？他说看不到。我就讲，那你潜伏在眼根啊，就无有是处。对。然后呢又想，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到底是什么？就想，所以各位先生，那个前面的这个已经要把我们那个整个真心都呈现出来。所以那个第四个那个阿难呢又讲，他又一直在思维，用我们的昧心一直在思维，他是的都一样，是在哪个地方呢？各位先生，在哪个地方？无所在那个还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等一下我们要透彻了解以后明心见性了以后才说的。那个中间的过程就是把凡尘所有的物象，全部都用我们的那个生灭心去思维，它到底是在哪里？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整个，我们不是要万年下一念不生吗？对不对？要把我们整个妄全部认识，它什么不正确？到底是哪里正确？都一样不对，都一样出问题，是哪里不对了？所以他就一直在想，用生命心一直在想，想说我们凡尘所能够这个知道的，就说呢，开眼见明，然后闭眼见暗。那我一听呢，开眼见明，他跑到外面了，他闭眼见暗，就跑里面，他就问说：你闭眼见暗的时候到底跟眼根相对还是不相对？我们闭眼见暗，那个暗有没有跟眼根相对？有没有？没有。那么不知跟眼根相对你若目睭无看，你那会暗，有没有相对？就是跟眼根相对。所以那个佛又讲，你说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那个无有是处，不对。然后阿难又想，无要讲啥，他讲随所合啦。就是看到什么就知道什么，看到树就树看到厝就厝，随所合则心则随在然后佛就讲，那个随所合你就把认为那个我们的妄心有体，那假如说妄心都无体，那就变成那个19界，然后7层合。那只有3、6、18 6乘64没有19然后只有6乘没有7所以佛又讲说你那个随所合无有是处。然后阿难想一想说我知道了，知道说说看，在中间。然后佛就讲那个中一定有一个地方所在你把它标示出来，哪一个是中？我们把它标示中，从东看呢它不是中变成西了。从南看变成北了。
中啊就变无定位啊，所以佛就讲，你说那个中间就是佛性所在无有是处。然后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就是最后一个第7个，既无所在，就是我的心。这样了解吗？我们看经文我没有讲了，可是那意识啊已经整个呈现了所以把那个我们最重要的要认知的把它呢呈现出来。因为生活之中呢，我们所用的都是根尘相对，根就是6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6根，然后尘呢就6尘，色声香味触法，根尘相对产生6识，那个6识我们把它等心因为尘相会一直变化，所以我们的心也会跟着一直变化，所以叫做生灭心，也叫做识心识心它是生灭，这样吗？这段要听清楚因为关系到我们领悟以后进入真理世界，那所以这个是属于生灭心生灭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不要去求它了，只要它知道它是功能作用。那刚才我们有讲是功能作用只是吃土豆鱼对不？土豆吃完就无你就回到本体回来对不？所以功能作用是这样它呈现的只有一次。我们看到万象，看到一个然后你转个形象不一样，它刚才的已经消失了，对不对？所以也只有一次然后你转了以后它又回到本体，现本体回来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是属于生灭的生灭心。那我们要了解到唯心与目今何所在？心跟我们的那个觉知性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就回来第一个在身内，那不是在身内。然后我们从真理来分析，身体是水火风土4大呢这个外面的物质然后集合借我们用，对不对？然后水火风土它没有知觉性，有没有知觉性？水火风土那个是无知之物，不知道。可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知不知道？拢了了不明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佛已经把那个真心就讲出来了，在哪里？就是把那个觉知咱古的拢给剔出来。剩身躯的水火风土，水火风土我们想想一口气不来，水火风土到哪里去？归还给天地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那个知觉性是不是还在？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死啦。它也没有生，也不会死。可是就是了了分明所以我们都会讲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既无所在。然后我们就会讲说都尽虚空遍法界，有没有？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身体最亲切的地方着手身体有4大假合水火风土就我们用，然后有不生不灭的佛性也一样在我们身上。所以它的那个答案不即不离，不即就是不住在身上，不离也一样从身上发挥知觉性。这样有没有一点了解？就是我们把整个身体的构造那个所有风土重点忌讳借我们用我们再把所有风土整个能够分析得出来，它是没有知觉性。然后我们现在身体有知觉性，知觉性就是佛性。那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现在跟生灭的身体和合。
我们修呢，就是要把生灭的认识的透彻，然后呢，能够住在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上面。这样了解吗？有一点点啦，可能不要紧啦。那假如说一听就能够很了解，那根基太好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原来对吧？尽虚空遍法界不是骗人的，因为知觉性我们看到知道什么，全部都是佛性本体。宽不宽？不宽广？很宽广的。你为什么知道？灵知啊。为什么有灵知？佛性本体不是身体知道，是佛性知道。这样有没有对佛性认识了？所以领悟就要从这个地方。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假的，要还给天地，一口气不来都衰害啦。可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都不用还，没有现象，可是了了分明，切实存在，对不对？我们是要这个切实存在、了了分明的这个知觉性我们能够守住它，这个叫做气生灭守人常，常光呢就现前。还有印象无？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研究一定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我们的佛性尽虚空遍法界不生不灭，如如不动。我们一再讲说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都知道，照相的时候那个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晃动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那我们佛性在身上，假如说它是在玄关，我们玄关不是一直在动吗？那假如是的话，那我们看的形象一样模糊不清。可是我们头动形象都很清晰呀。那为什么？是因佛性如如不动。然后我们到哪个地方去都不用带佛性去，对不对？像佛学在基隆下来，也不用把佛性带下来，对不对？在这边就有了有没有？而且都圆满不缺，对不对？有没有缺都圆满不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动的身体，不动的是佛性。不管你到哪个地方，纵然到美国、到大陆、中国大陆一样，佛性都在。有了解不？所以很奥妙。那我们就是住在身体，住在身体身体有变化，而且很大。身体的那个快乐，身体的痛苦对我们来说比佛性都还重要。重不重要？我们都看得很重，对不对？那个叫做本末倒置，该注重的我们都没有，不该注重的我们很注重，很注重的我们一直把调养，直直甲补，直直甲补，会死袂？以前迄叫做忘恩负义，对不？拢无想讲咱直直甲顾，直直甲补，结果伊一口气唔来，是不是这样？爱搁直甲照顾免？正确，无照顾有法度修德，就是要他能够正常的能够吃饭睡觉，对不？然后我们才能够修才能够成。那所以就是要抓对方向，唔当中拢一寡迄去取药甲咱加倒，不应该注意的，咱拢叫注意啦，有没有？
我们想想看啊，有，免注意的吼，咱足在意的，啊，这应该爱努力的吼，拢甲挂一边啊，有没有这样？啊，咱真巧也真戆。承认自己很笨吗？一定不承认的。讲我上巧，拢嘛蒙批，有没有啊？红批也真欢喜的，还蛮滚筋大细条，对不？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啊，真切就显现在眼前，有没有？你看辛苦是你第一步，智慧风土，它没有知觉性啊。那为什么有？有就是佛性啊。所以佛在问啊：我心里目今何所在？知影无？知道在哪里了吗？我在我讲几波，还不了解呀？就是那个知觉性，它既无所在。所以我们呐，不是有听那个经吗？金刚经不是告诉你说应无所住，然后耳生其心，有没有？无所住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能落入形象，不要住在形象啊，都没有住在形象，那没有住在形象，我们能够做到了，就进入空了。那空的时候啊，假如说没有耳生其心啊，会变完空了。那耳生其心啊，在空中能够生心，就是有，有呢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研究《道德经》，不是讲常有跟常无吗？没有，两个合起来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了解到啊，我们的佛性就是常有跟常无啊合在一起。有看不见，无可是啊了了分明，对不对？你有一点了解无？明心的部分我们就是要知道生灭的，我们日常都在用，应对进退啊，都用生灭心，起心动念也是生灭心，可是要知道它是用一次就好。我们不是有用了就丢吗？有没有？不知道什么产品呢？说用了就丢，那个就告诉我们了，生灭心就是要用一次，你丢了它就回到本体回来，你不丢了就把它当成本体了啦，这样了解吗？所以今天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有没有？佛性呢不住在我们身体里面，因为它的灵知作用啊，唔知影五脏六腑，无看到人家咧动，痛咧生，拢无，但是伊有咧动有咧生无？确实有啊，咱哪都唔知，就表示啊，我们的心不在那边，不在身体里面，就在灵知作用。那我们的灵知作用啊，是不是已经可以拓展到整个虚空，对不对？怀疑啊，有没有？就是要相信我们的知觉性啊非常宽广这个所有的凡尘的万象万事整个呢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宽不宽广？那我们就不必在这一些万象万事产生分别，因为它全部都是我们真心所呈现，没有心哪知道相？知道相是不是都是心？所以心跟相它是合在一起。那之前我们有讲这
心静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有没有？还记得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心静一如。我们心跟外面的环境就是现象它是一体的。那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体要不要分别？不用，不用分别，一体了没分别，也不会产生喜欢讨厌，对不对？没有喜欢讨厌就不取舍，不会取舍就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解脱了没有？就解脱了。可是我们分别心强不强？为什么很强呢？就是从我相住在我相，把这个身体的我当成真的，住在这个身体，要给他利益我们这个做到人为太久，既得利益已经蛮固定了，有没有？现在要把它呢这个既得利益全部都去掉，容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所以修道是难在要跟自己作对毛病都出在自己本身身上。只要我们把不正确的观念全部去掉就恢复本位。本位就是佛，就是菩萨就是摩诃萨都是菩萨中的大菩萨。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呢？愿不愿意呀？所以就是要认识我们是真理了，就可以回到本位。我们都是佛，我们可以跟南极老仙翁一起站在高高的地方来看大地的混沌。第几次了？第8次，我们一次也没看到现在要记得要看，站在南极老仙翁身来看看第8次大地混沌，也就是圆会第8个圆会。那我们了解到南极老仙翁还没有到之前就没有圆会吗？有。那我们往后有没有圆会有。所以它绵延不绝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都一直这样延续的。然后呢，沧海桑田一直变化。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球我们经过下一个圆会不知道是住在哪个地球不一定是一样的啦。所以无量的佛世界我们为什么都不去去不去没勇气我大家加混乱所以要了解到所有的佛世界我们成就的都可以去可以去所有的佛世界度众生。那我们呢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因为善恶都分明，善的很善，恶的很恶，所以活菩萨呢，他们都到娑婆世界来示现，就是在这边呢行功力的会比较快。假如说我们到北俱泸州北俱泸州呢长寿天他们寿命平均都1000岁我们想想看，1000岁是多少？我们人生的几倍？为什么有办法生存了那么久？有它的条件就是大家都善，那个善能够使这个地生长的万物都是养生。那因为我们凡尘有一半是恶所以地生长出来的有一半是生，有一半是有毒害生。刚好养生也害生，
半一半，所以我们就寿命只有100岁。要吃到100岁还要条件，对不对？还不容易我们就想一想看，吃到1000岁。然后女孩子结婚几岁啊？竟然也知道就是500岁，500岁才结婚我们现在假如说500岁结婚的话，那所有坤道都不用结婚了，要没结婚就死翘翘所以了解到，那个整个那个凡尘的善跟恶很鲜明。那假如说我们一直又经过到那个生会的时候人要灭了，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只有10岁10岁早囡仔当时要结婚，10岁就死较紧结婚的嘛袂赴人结婚就死翘翘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外在的环境随着我们众生的造业而决定众生都是行善寿命就很长；众生造业恶很多寿命就很短因为地生的万物随着我们众生的那个善恶变化，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假如说一直善都多，那出现的这一些宝物那个七宝它就会很多。那假如说我们都是作恶，这一些七宝存入地下，然后呢沉入海底不见了我们众生见不到，因为都是恶。而善的时候它都浮现，都浮起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共业非常重要众生的共业，大家都认为这样是对去做大家认为这样错那个共业是很重要会想到我们整个人类的那个生存。所以现在我们从大的来看，智慧开天，然后五慧观，五慧过去了现在已经走到慧慧，然后呢智慧开天，丑慧辟地，隐慧降人然后丑慧辟地的时候现在又进入地要混沌。那所以往后的108年地一直下沉，不是说50年后那个哪一个国家现在淹水那个国家泰国，50年后泰国整个在海面底下，旧的拢去海水淹去，已经无陆地整个东南亚也一样，一直海水上升，陆地下沉，这个是大的方向所以我们要了解以为说这个是我们什么减碳不减碳造成，其实那个是一个定数就是会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很少去研究一些道理，而这个就是在那个小徒儿验师真那里面有连带一篇老母13叹那里面的一叹就写出来，老母就讲出来说这个只会开五会关，天已经关了那接着地就混沌，接着人就灭，人灭以后混沌进入下一个圆会，那下一个圆会出来以后又是只会开天丑会辟地，到隐会的时候人又降生。那我们看老母那个信子十戒就会说我们在洗澡老母把我们衣服先衣先鞋都收起把我们赶到凡尘来，对不对？有没有看其实那个是讲好听是我们起心动念然后才降入凡尘。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修了道没有修吗？那个种子不灭下一个圆会
比较清醒的都不愿意到娑婆世界来，不愿意到凡尘来，不要现象，不要太苦了啦，苦不苦啊？凡都是苦，只要落入现象啊，都是苦，所以都不愿意到凡尘来。那有求没修啊，他就没有主宰的力道，他自己无法度主张了。那个业力把他推，你不得不来。就像我们现在啊，业力把我们推到凡尘了，我们不得不来，来不来啊？为什么要来这么苦？就是被业力推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他都按你生出来，有原因的会升到凡尘，有原因的然后呢，我们一落入凡尘啊，是不是都不一样的？有的人那个呵护长大，有没有？有的人啊，在地上抓那个鸡食在吃，有没有？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就是在凡尘的所作所为，我们都一直啊，在利益众生行善。那出生的时候呢，人家都呵护啊，一直保护你长大，好不好？那有一些父母亲很忙啊，生下来以后你自己啊，自立自强，有没有？就让他放鸡草，鸡无要食草就爱牛才要食，放牛去食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落入凡尘啊，都有其因果啦。所以或者说我们老师那个谢谢你那一首歌啊，感悟啊生命有没有？因果情绪也是心念的累积，有没有？老师那个谢谢你，真的是可以说泄露天机啊！他的整个都讲出来了，只是我们都没有去体会而已。体会了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那个韩剧那么多人看，因为他把握就是分香气啊，相交替这几个字啊，咱都围笑围靠，跳过。不过咱大家看较美美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最后那两句啊就体会到能够爱人啊是很福气，有没有？然后学会了圆满了生命里面的圆昧圆寂，圆昧啊，帅意啊，我们跟家人有没有帅意的时阵？有没有结缘的时候？所以那个圆昧缘起啊，就是我们在凡所有道遇，都点老师都把它点出来，所以啊，有了道。让我们永远不孤寂，有没有？就是要研究这么殊胜，这么好的，不研究太可惜了，可不可惜？所以要从心理心法进入，这样听懂了吗？所以为心理目啊，今何所在？知道它在哪里了吗？这个还不肯定。要搁甲带在身躯内底，对不对？带在身躯惯势啊，都已经那么久了啊，千万要赶出去让它无家可归。所以要了解到，我们把它赶出去不住在身上，变成整个西方都是家。我们不是唱一首歌吗？好大的一个家，有没有？那好大的一个家我们都嘴巴会唱而已啦，都没有体会啦，所以要了解说，我们现在的努力的方向，
就是把灵知的那个真心能够启发，能够呢守住它，那个叫气昧守真常，常光呢就现前，常光就是我们本身佛性本体所发挥的光芒，那个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成佛都不用怀疑。我们一研究心理心法，各位有没有这个信心就是了解到原来就是这个要成道要成佛就是这个尽虚空遍法界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都能够体会，能够呈现，就已经呢努力在修道。还能在不？而且这个上个礼拜回去在高铁上面看那个新闻，那个美国弥勒宝堂出的新闻老师不是一直在强调吗？一定要研究心理心法，可以让我们超生了死，然后可以成道，可以成佛。各位有没有看？真的有以或许的感觉迄父母拢讲到遐清，摕到拢个束之高阁，迄上实在啦，食饭较重要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前面这一段那个佛在问阿难唯心与目今何所在？那个是要启发我们对真心的认识，然后对真心认识，那个真心即心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了。所以成佛一定没有问题。所以前面才讲这个十方如来同一道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不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为迹象，有没有？这样看过呢，回题我们才看过在前面没多远的地方这个十方如来同一道，都相同的这个道然后出离生死，脱离这个生死，脱离六道轮回，皆以直心这个直心就是正念真如。正念就是没有念我们有念叫做这个邪念，已经不对了，不正确了所以正念真如那个呢叫直心。那直心呢也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是即心即佛。所以只要我们肯用用我们的直心就可以成道。这样了解吗？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抽离了所有风土已经呢不跟所有风土混在一起的那个知觉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那个呢也就是真心，也就是直心。它同一道呢出离生死，就用这个直心，用这个真心出离生死心言直故，也直，然后讲出来的话也直。各位先生，我们日常生活讲出来的话直不直不直不直在哪边都有自私自利的气度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心都没有直讲出来的话也没有直我们在那个应对进退那个都是我们讲说都应付就好有没有？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离修道真的还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心直言直如是乃至终始地位
终就是结果，那应成道成佛，实就是开始，我们开始修道，如是乃至终始终结，这个过程的中间啊，永远都没有委屈相，委婉曲折啊，我们现在那个看那个电视剧啊，它都委婉曲折，我们才喜欢看，对不对？那个滴滴的要看不？你切到以后啊，切掉，这边看，伊要不做结果就怎样？要不要看？因为没有委婉曲折啊，所以社会教导我们啊，就已经不，教咱都爱委婉曲折，要修成道就不婉曲折，就是要执行，就是要真心。那我们开始啊，当然会有一点吃亏了，可是没关系啊，吃亏就给你一劳永逸啊，吃一点亏成佛了，成道不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吃一点没关系，真心一定吃亏。因为现在那个私心啊，自私自利的心都很浓厚。我们要知道，准备好骗呐，会不会？不管啊，准备好人骗个电话去，一定会绝对成就的。我们就是不甘愿。其实你看不甘愿啊，是不是假的？对不对？好我来，让的最好方法，甘愿让人骗，我们欢喜让你骗。你看会不起冲突？不会高不高兴？所以我们这个观念要改变还真不容易我们要了解到凡尘都是在要落入相纵然我们会赚钱，到整个一口气都不来了，要送给谁啊？带走带不走要不要送人？你都不行就是要送人，那干嘛去争呢？真的不要的吗？自己讲不跟人都会让人，所以后学就讲修道就是跟自己很多自己放下身段了，自己能够放得下了，海阔天空真的都是无忧无虑了，所以那个世祖跟着法龙禅师讲，所以都还记得吗？已经忘光了啦，你等于脑海里啊，我去再给人。那个世祖讲，百千法同归寸，河沙妙在心莲，一切戒慧门，神通变化，悉住记住尽在汝心，一切也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人归人，性相平等，大道虚妄，皆是绝律，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缺少以佛无私，跟佛一样差别，更无这个别路，没有别的方法，就只有这个法，但你任心自在。莫关系，然后呢这个莫烦那个头脑，就是不要有那个烦恼，然后呢就不做善，不做之恶，修恶触目一言，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这个是世祖道信，世祖道信祖师呢。跟那个法龙讲，那法龙的那个句语干嘛？对，恰恰用心时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那可以体会这个意思了吗？
那个我们呢就是恰恰就是刚好要用心的时候恰恰用心时，然后恰恰无心，没有心用，所以一个无心可用的心就是直心，就是真心。那所有的生灭心都没有了，所以无心我们要真的无心，生命都不要了，无心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瓦龙的恰恰用心时这恰恰，然后无心恰恰用，无心的时候好给我们用，直心都是真心。那当用下无，当我们用心的时候，恰恰都没有生灭心。你有古的意思能找出来不？有没有？所以那个瓦龙讲的就是帮助我们用生灭心，要用直心，要用真心，了解不？所以我们只要记真理世界那个宽广无非常宽广，人的所有的万象虚幻不实都假的啦，不要自然成的万象。所以摩尼佛问阿难得唯悉尼木所在然后这个7个地方呢，把凡所有的万象万事不管是有还是无全部包含在。那我们把这7个地方所在全部都破了，不住在这7个地方所在我们呢忘就尽了啦。所以那个万年放下，就是放下这个地方所在知道吗？有内容的你说放下什么？放下这个啦心在身内，心在身外，心潜入眼根心见明暗心随有，心中间，心无着，全部去掉，忘尽。忘尽接着怎么样对，忘尽那个真显直心就是真心，就是即心即佛。那个司空山净禅师不是教导那一个要那个禅恳的那一个吗？说你要问道呢，还是要问佛？佛跟道不一样。他说你要这个问佛的话，即心即佛；问道无心是道。有没有？都没有印象我们都一个一个把那连贯意思都写在讲的时候有时候是先讲一些纲要，然后呢把那个内容慢慢我们往后解说。解说的时候因为虚习的时间久，然后呢了了分明就现。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刚刚没有讲那么详细啦，可是现在越来就急了，有没有？都录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原来放下一些凡尘的万象万事，不管是无，全部放下，忘记，然后写所以那个一念不生就是真那个真显那个真就是佛的本体，爱追求这个啦追求这个才是正确的不然呢我们呢中间都有很多不该努力的，甚至跟人家吵得很厉害没有点滴在心头知道就好了所以我们往后就是朝心性的方向来努力努力把心呢整个呈现要记心灵作用，凡心所在之处一切机能分明。你像没我刚清哦心有灵知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你的心里都一样你的机能分明了知。你像没对啦，就是这样所以都清清楚楚所以我一直讲说我们是古今不离当下。有没有更详细的那个十世古今就是过去在未来，那各有3世就9加现前一念就10世。那10世的古跟今是不是显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不要起3就没有相
没有三心四相，三世啊，摄受我们不住，我们就进入六道轮回。过去世虽然没摄受我们不住了，未来世也摄受我们不住，现在世也摄受我们不住，我们就脱落到了。现在了解吗？有没有一点困难？好像一点是很困难，不能做到，而是看我们有心。有心做的话，一定可以达到。我们也都有看那个弥勒鲁巴，有没有？弥勒鲁巴的那个修，为什么要修那么苦呢？就是害人，害死人了。还要用那个苦来磨练，把那个业障全部都磨掉。所以他一直就是经过那一种很苦的那一种那个生活。他师父啊马尔巴，他故意的要让盖房子，然后背石头上去，对不对？然后盖好了以后说错地点了啦，是在这边不是那里啊。你把它拆下来盖到这边来。他又把那个石头啊拆下来，然后盖到另外一座山。有那个师弟帮他，那个马尔巴说，这个石头不是你搬的啊，这个是谁搬的啊？他说师兄的，不可以，要你自己搬，就是那么苦啊，中间很多次都想放弃可是他一生啊不能放弃，还是要努力修了。到后来你看没得吃的，吃那个青就是生的那一些就吃到全身花绿。那人们见到他，问他说：“你是人为啊？”他说：“我是人啊。”怎么会变得这样而吃的？有没有？有没有看？那个弥勒，所以他说我们凡人在凡尘多生活一天多造一天的罪，然后入地狱唯恐不死，时间唯恐不长，是不是这样？今也是那个是老实话现在都作者给作者生灵的对不？是多造罪一天，没有？安尼命愈长罪愈重，爱较早死。所以我们不用那样，我们可以不吃那一类的东西，不跟他结恶缘，我不跟你搞透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南部比较有养那个家禽我们自己有时候是要去重量嘛，有没有？你自己吃了台湾那都过去，有没有？那个就是跟他，我吃你的时候是几斤几两以后你要讨回去不能超过，对不对？这样，要杀的话，做鸡做教不是去多伤你去出事，和你去做好嘢家里，还有很多借口嘞。要杀就杀你还有一些借口。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有那么大的能耐，有那么大的功德吗？可以就是使他呢能够生。那一些他就讲说有这个你有德的话我生，你无德的话还你，就这样。那我们有没有德啊？都没有自己也没信心要有因为我平等了内心之中平等了它就出来讲的见性是公，平等是德你都平等了没有分别心的德就出来了所以日常生活呢就是要培养尽量把分别淡薄降低然后这个利益众生，只要时间一样会习惯不然不做惯，对不对？做坏也习惯，做好嘛也习惯。那我们喜欢好还是喜欢坏？往好的方向生很短暂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哪一天这个把命要交回了
也都在想哦，那一阵子啊，我们休息50天有没有？给跳都跳不掉有没有？你都想讲要来给他换一下，口气不来啊，不见了，无脆弱的啦，所以唔能靠势啊，唔能靠势我真用，我较老再收，袂有你观察底解唔是要底老的对不对？所以啊，有时候啊，那个年轻人很快啊，去都一样。所以我们再完成了这个要把握生的每一天，就要赶快能够呢及时修道。哇，已经多小时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我们呢这个接着啊，就从留30分钟啊，不过你都唔问呢，你都唔问，我唔知讲留10啊。要是你们像台北那个前线啊，我都这样讲的参这问啊，讲着要问，那样的话我就会留很长，因为我们这边人多了，不敢说也可以问，因为安利很乱，所以才留下时间。既然你们要30分钟，会满你们的愿，人3分。那我们呢就看了22难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呀，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呀，合掌恭敬，而摆佛眼。这个前面的叙述，那个遣法的那个礼仪，是呢，如来最小之弟，这个阿难呢，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堂兄弟呀，释迦牟尼佛年纪最长，看呢最小，所以是如来最小之弟。然后蒙佛呢慈爱，佛呢都很这个照顾他。虽今出家呢，是教已经出家了，在修道了。可是内心里面还仗势的克谁啦？克谁讲我的堂兄就是佛，所以灵就是有一点骄傲然后呢他的堂兄很可怜所以多闻就是多闻，一直呢听呢修持法门未得无漏，还没有把那个无漏所以那个无漏就是已经成就了能够成菩萨成佛就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翻成叫做烦恼，无漏就是烦恼，那没有烦恼就是已经成佛成那我们了解说在这个面那个漏那个就有一点那个精神外放，神力外放就漏所以那个无漏就是精神都能回光返照，都能够收回那不能折伏娑毗罗座就是没有那个功夫没有定力那个大梵天的娑毗罗座都没有办法折伏。那么为手转被那个座转到呢那个摩登伽的那个寝室里面，欲于云神就是没有办法主宰自己当由不知真迹守就是呢我不知道那真如实际他所在的地方地就是呢所在之处啦唔知讲真如实际伫倒有样安尼这样凄惨去用安尼摆布那么唯愿世尊大慈开示我等生摩他就是希望呢释迦佛希望他的堂兄呢能够呢大慈能够可怜他能够呢开示我等，因为还有非常多的大众一起在听摩他就是那个修道成的一条道路奢摩他路。那奢摩跟那摩地跟禅那我前有讲
翻成中文啊，3个叫正定，正定。那奢摩他着重啊是啊领悟真理，三摩地啊就是实修实践啊，实际去做，然后禅那先有功效呈现，所以3个内容啊不一样。虽然观成啊都是正定，是从佛性里面出来的正定，很不同。那么密律基呀，这个呢奢摩他路啊，忏提，忏提的是一忏提呀，没3根呐，没有3根呢叫一忏提，那毁密律基就是毁，也就是毁掉，密律基呢就是恶知见，就是我们的负面的念头叫律基，那个恶知见。那么作是于五体投地。2只手2脚，然后还有那个额头五体呢，都呢碰到地上。那其大众啊，均可啊，翘住。大众也很喜欢知道这个所在真如那个实际真如实际的所在各位知道了吗？真如实际呀，知道了吗？无采咱讲电话先，拢用的无声。我们讲如实际呀。那个换一个词糟糕，都没去呀。他讲的就是我们不是没得体，那个真如实际。非常切实的它的地方所在。那我们的地方所在知不知道？那个灵芝就是它的地方所在。一众轻咳处都是好像那个精魂口渴一直在等忧那个也可以喝，他一翘住一直等安尼头也关关等，等下亲闻是非，就是呢能够听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导那么尔时呢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光法如天日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从那个面门这个面门就是我们那个5个际位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5同时在放地那个佛在那个放光动地我们一样放光动地，只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个面门就是要我们聊我们那个6根性上个礼拜所讲那个6根性，然后放呢种种光不只有一种种种光。那么其光呢晃耀那个光亮好像有100个1000个我们一个很亮的对不对？它好像100个1000个，所以我们的佛性都是这样有1个1000个的亮，可是我们现在拢敢躺起来自己遮住它所以见那个亮那个亮也都不见。那普佛世界6种震动都有佛世界6种震动如是方围城国所有10方东西南东南西东北西北上下10方的围城国土，然后一粒围城就是一个国土非常宽广我们所看都太渺小了，咱看到一个娑婆世界的国土呢这边呢就讲10方的国土一时开现能够同时能够展开显现佛之威神令之世界而且然后佛的那个威神力令呢世界所有世界呢就合成一界那么其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的诸大菩萨所有的这个大本国
合掌成不用呢赶到普陀林来，所以呢，我就是聊到那个我们一入到正定以后，自在本国，自在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上面，然后呢就可以听到那迦牟尼讲经说法。各位浅显修成了以后啊，你就坐在你里就可以听到呢这个十方之佛在讲经说法，有奥妙哦。听到好像在说口，他们都不用来来去去了，只要自己的性温里面在正定之中啊，就可以听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没来来去去。这一段呢就是讲这样啊，佛告阿难，这个佛跟阿难讲说，一切众生呢，从无始种种颠倒业这个自然如二叉戟，这个众生啊，从无始以来就是太久了啦，没就故为故，拢颠，我们众生呢都是颠倒，然后业种啊，然后众业啊，众多自然这个造业，然后好像呢那个二叉戟。印度的水管一地有3颗一个地头有3粒就叉戟。那么知修行人啊，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北城声闻缘觉即道知天魔王及魔见主地由不知两种根错乱修习所以说这个佛就明确的把它讲，摸到根的成仙做佛啦，摸不到根就瞎修，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根本，然后错乱修习，故都修不成啦，所以各位一定要佛的那个那个因那个成佛的因是呢，我们的真心就是直心那个才是那不是的话呢，就不能成啦。我们从事相或者都一直强调，那个事跟相不了的。你做他搞拢转累了那个只有自己业障以及跟生结，那个跟佛成佛没有交集。所以我们想象努力的方向都是朝事跟相一直在努力，对不？对不对？他可以成佛成道，你看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了，那个不能成的啦，事相变化无常，你底下变化无常的来对，没要成道，没要成佛，不能成的，一定要不生灭啦，一定要如如不动。那我们对我们自己那个不生不灭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都认识了，都启发了，然后利用了，那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就。时间早晚一定成就，对吗？要听进去我们的佛老师不是说嘛要听进去然后要走，告诉我们说一天20分、30分2个小时，一定要挪出时间来走。那不了解的话，要先听，听了以后了解要走，就可以脱离苦海。又可以超出6道轮回，生了死，是真正或许上个礼拜六又看那个老师说在美国说的那么详细老师很疼爱他们叫熊很地方都一再讲因为安尼再三交代5小时了，现在这个空地高温了我们就留着这个下个礼拜再来讲。然后呢，先留给各位提问，要问不然礼拜我们要收10问。好，请说。第一个题，后学多数做万缘放生，其法是更胜一层，也就是处于快熟睡的状态。换句话讲的是，可是并没有熟睡，因为人走过来。叫一下便醒来，但是眼神一副睡眼
各位的用心程度啦那个手抱的那个方向都不太一样，呈现的那一些功效也不，可是只要我们心思啊一定要正，不能心动念，不能胡思乱想对自己没信心啦，不管遇到什么都是缘啦，把它放下，他是能睡啊，睡了他精神就那个对我们身体也有帮助啊。还有吗？第二个问题，每一个大圆会七养、白养三喜，及像现在的普度众生吗？住上呢都是这个样子的。大致说有青阳期，因为呢青阳期啊就是万物啊生发的时候。红阳期呢，就是万物啊成熟然后呢，白阳啊，就是已经结果了，都有这个我们所有万物啊，都是这样金，然后呢到红，然后白，都有这个过程，大致上呢都是相同。倘若有招众生都了，还会有大圆会吗？众生都怎么样？度尽了，众生度尽了，众生都成佛。那成佛到佛世界，所有的佛世界啊，非常的宽广，所有的佛世里面也有加万倍，有全部都是菩萨，有全部呢都是阿罗汉，然后呢也有那个圆觉的一些参在里面，所以要能够度尽众生都成佛啊，那个是要很大那个心，以及很久时间，是我们想象想得美啊。第三个问题，灵性和活性的差别之处是灵性有前世带来的气体之心以及气血业力来投胎是吗？这个呢，我们就是要因为跟各位有关系。佛性呢，它是长久不迁，没有不是我们。可是我们的秉性跟习性，秉性完成接受呢气秉那个叫秉性。那习性是我们六人为自己养成习惯，那个习惯性啊，从我们的生活看得出来，性就是我们接受这个气数。或许之前不是讲嘛说假如两个已经有相熟识然后见到面自愿他有气秉之性里面就讲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是身体土吗？然后你会头摇一摇，我尽量真头痛，然后身体摇一摇，不舒服这个就叫气秉。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呢，又遇到，讲一方向，说你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啊？什么满脸春这个时候你的反应全身都10公斤了，走路都会灰了，叫气秉之性。我们有没有啊？这个不讲还不容易发现。然后那个气都是气数，现在人你最近有那个烦你爱修心，然后你最近都诸事不如意，有没有？那个叫气不性，就是气有气数白掉呀，你知影所以这拢气红伊伊甲你讲你会安那，你一直想讲你会安那，那不会啦。结果你想法全正是拢成事，那个叫秉之性。习性就咱的习惯性啦。你用倒手食饭啊，用正手，迄叫做习惯性啦。你若用倒手你就倒手管。这样了解吗？还。第5点，在上班需要西化很多事，未来西施吗？那个叫要吃饭，所以就是那个策划，你在当下
专一就是道了，得一啊，万事毕。你知道这个一，能够你在策划的时候啊，就全心投入策划。那策划完了，抛开，不再去管它，这样能够了解。不是吃饭的啦，大家都要做便当，还是吃饭哦。所以上班啊，那个随缘之用，一次而不再提。还有吗？我们做万言放下，一念不生，所以连善念都不应该有24小时保持无念，是吗？对，正确。那个所有的念啊，都不要说这善念我都要赶紧别的善念，不可以。因为啊，在真理界里面啊，没有相对，是绝对，是一体呀。你师父说谢谢你，里面不是讲吗？造化之中啊，我们原来是一体，有没有？一体呀，一体哪有善恶？所以连善都不要起。没了？有。请问刘讲师，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于立德，在于心灵，在于至善的解说和看法。大学啊，大就是人得一啊，人得一为大，然后就是学大。我们要学人得得到大了以后啊，应该要怎么样？学到那个大，所以大学就是学大。那我们了解这个大，就是进入性理心法。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啊是佛性本体呀。那个在明的那个明啊，是使我们的佛性啊能够光明，所以那个是修。在明德的第一个明啊，就是要修。要修，我们佛性才会恢复光明。然后在亲民，那个亲民呢，我们要了解，是发挥度化众生，能够呢自己当新民，新的一个人民，然后要使所有周遭的人也一样能够呢当新民。然后在至善，那个至善宝地我们就是要了解，要到达善之又善，至善，那个非常不容易啊，还要自力，就是要一直努力朝那个方向。这个就是大学的3纲领。还有吗？还有是那个小时。有同学在问说，求道修道办道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后来又去办青海无上师，又过了10几20年后归空了。请问这样的道心算不算法道？归空后往哪里去？灵性要归去哪里？这个因为他心不定，得到最好的还不知道是最好，然后还要再往外去找，他等于是说他已经迷失自己啊。所以那个五祖那个第六子用袈裟围着说金刚经，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处呢言下恍然大悟。接着就讲何其自性本来清净，有没有？那个何就是为什么啦，期就是期待。我们为什么期待？就等于是向外面去找自性啦。为什么向外面去找自性呢？因为我们自性本来它就清净，本来它就具足，本来就可以生万华，你为什么又要外去找呢？这样的意思吧。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得已经就是最殊胜的那个受记了。那你还要再去拜别人，再去追求，你就否定了，你把前面的都否定了。那你否定了，你要去哪里？要去躲？
这样啊，其他里叫头大，到处流浪啊，做游魂啊。还有吗？名字是这样，名字是我勾出天盘。啊？就是像他这个情形，他的名字是我勾出天盘。已经是当油粉了，够不够吃？他自己放弃了，哦，不是我们不要他了，是他自己放弃。还有吗？还有啊。归空后是我又要到地阎罗王那里去。慈威说你求道的时候，哦，那个表文都不是天，表文不升天呢，三官大帝没有接，三官大帝没有接，生死簿啊没有除名，那你啊这个过往了，空了，你就要去地狱报道。那像他这种其实是九年七祖也会被拖累吗？一样，你都没成就了，你的九年七祖哪能沾光？都被你拖累了。本来还不错，去到你安尼变解全是艰苦。最后一点，金线断了怎么办？啊？金线断了怎么办？这个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经线呢，就是从无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然后相中相凑。它有我们要了解说有长天盘，有长道盘，都承续下来。这样呢，就是一个经线。并没有说中间怎么样，就断了，那好像筋就等于。所以要了解到，全部都是在心呐。你心断了它就拢等了了。你的心不断了，你心中有弥勒祖师，我们老祖师，有我们基国老师，有我们长道盘的老师，那断不断？不断，哪会断？伊家己断啊，伊干来要断就无法度啊，了解吗？各位学姐了解吗？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都相信我们走的是正路，是非常正确的道路，没有拐骗的，没有骗的，很切切实实。有影呢，一个人都要几要到10分啊，难怪要35种。还有啊，好，你说。有位学姐在说，在921大地震前，候选人在921大地震就梦见儿时棺木鬼魂飘飘。第二次，前年梦见柬埔寨大水灾，今年金边和泰国又大水灾，最近又梦见忽听大水来了，跑出去外看，外面好多人手伸在水外，水外头都趴在水下头往下都死了，我很担心众生受劫，又不知要怎么办。你是想一直把他们捞起来？只有祈求台湾平安，是否有什么方法？我们要知道，这些我一再的告诫，说这个灾劫连连，一直都接踵而来。我们就可以看确实世界各地灾难重重，都一直一个接一直逼到我们众生的这个现实生活来了。所以那个是告诉我们要赶快努力修道。我们是以道来拯救天下，
不是用我们的手去拉了，用我们的手去拉都有限，而且也不成就，要用道，就是用真理来救众生，那个才是正确的，所以只要有缘，我们随缘，有缘呢，你喜欢听你就讲给他听，他不喜欢有厌恶的神情出现，你就去补。就要讲，不要让他造业他诽谤经典，诽谤真理罪过很大，所以我们就随缘，能够呢度众生就度，那我们也讲了这么久，有六祖坛经，有道德经，有现在的楞严经呢，我们请他看，请他听，这样呢就帮助他，真正的能够听得进去。看得下去他就会改变，一改变了，就有成佛的希望。还有吗？没有了，那还有10分钟，好，请说。刘讲师好。好。刚刚讲师课堂讲过13探里面有智慧开天、五慧地。那你刚刚课堂说现在天已经关了，可是在我们这边智慧开天、所谓地不会生。那后来成于是灭人、灭地、灭天，那这两者之间会有冲突吗？没有，它是一个气数，固定的自然的变化。只会开天。假如说各位有看到呢，那个华母13探在不知道第几探，大概第几吧，他就讲只会开天，然后五会观，接着底下呢。并没有讲地跟人可是我们从的真理来推敲，天，先开天，然后辟地，然后人降世。现在呢，观天一样的地混沌，然后人美，然后天地混沌，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运作，自然现象的运作我们看那个科学家都说我们这个地球有几十亿万年。那我们也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么几十亿万年的过程，没有。可是呢，现在的科学家所能够吸收到的知识就是我们整个天的变化，影响到整个冰山融化，融化整个地球水面上升，陆地下沉。就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那个陆地越来越少，就已经沉在海底下。那我们人都当鱼爱生蚵生蚵来水里穿开，那个是自然现象，那是一定的。不过你也不用烦恼，因为那个地混沌还有10800年，现在才开始到人类那更久，2万这个多年，21000多年，咱的佛性不对咱的身躯拄袂着了。好，第二个问题，好，请说。3不思2那我们万年放下的时候，就是用恶念一直起，正念回来。可是我们又鼓励大家发善愿，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冲突？你也真爱吃杂菜面你都把它混在一起要分开，角度不同。我们那个心存善念是在日常生活之中，那个心存善念。不思恶不思善，是要进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没有善恶所以那个是要进入佛性本体。进入佛性本体跟我们日常之中的应对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如果各位，那我要怎么回答？就是说，当有时候我们静下来，有一个念头，想说，比如说我想去度化众生，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正的念，我们你说好，那我们就当下发一个善愿，可是在我们里面就说，这个也要放下。好，这个发善愿。好，请坐。
那你这样的话哦，是长花宴啊，不是哦花宴长，有意思吗？你的缘不是咧发了，所以不是无的，所以那个愿是生灭的。一个愿下来啊，不生不灭，真都无够，常啊来实行都无够，过来生过来死，拢要为记你一个愿，那个才叫做愿。你念的都爱够发，念的都爱够发那个生灭的，那个不要了。这样懂吗？拢无讲，我咧讲拢无讲还有5分钟。好，那第3点还有我们讲生魂、觉魂跟灵魂。那因为我们对这个事情是体验不太深，所以说能不能请院长是把这3个稍微解释一下？灵魂跟灵性之间是不是等同，还是说它有不太一样？好，你说。我们呢要知道说，那个生魂啊，生魂不只有我们人类，植物也有，我们植物也有生，植物它没有觉啦，它只有生，说生魂就是植物，然后觉魂啊就是那一些动物，动物它知道饿，你打它它知道痛，就是有生魂有觉魂。然后我们人呢，最灵，它还有灵魂，有生魂，有觉魂，还有灵魂。可是我们就是要知道那个魂怎么写，云鬼，对不对？云啊，就是佛说，佛在讲鬼，就是我们的魂就是走入6道轮回，6道轮回里面轮转才叫魂所以我们都讲性，对不对？那性怎么写？立心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立，立志心，我们要立志，然后生，那个就是我们佛性。所以佛性跟灵魂，它呢，各位要了解到，不一不二，不是一啦，但是也不是二。因为我们到地狱去我们的佛性也陪我们去。那为什么我们是到地狱去受苦？因为我们造业，所以要到地狱去。那佛性是无所不在，你到天堂，你到地狱它都跟它都在，它都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佛性它是非常的修养好，你们得我拢回你去，有没有就讲义气？就义气你们去得我拢回你去，要天堂要地狱他都陪你去，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到地狱去受苦那是灵魂的事那我们一到那个苦的那个场所我们就是了解，就是跟我们有身体的那个一样的感觉，不然它所有的刑具对你都没有作用。你哪能用佛性？佛性它不痛不痒不饿拢袂惊你若讲用佛性去地狱的时阵，迄是要去度化众生度化地狱的众生是要去受苦。所以受苦的时候那个灵魂它有身体的自己在所以所有的苦都承受那个承受那个苦是很难过我们现在要体会的话到那个大医院的那个那个复健室去看那个大害就是地狱的情形，这样了解吗？生魂、觉魂跟灵魂。可是有时候生魂里面它还是有感知你看我们种植物的时候，我们说给它放音乐它是有感受，所以在生魂里面它还有觉知，所以它不纯然只有生魂。那我们生
说法完成点，只走开对面，所以好像并不是纯菜完成，它有这个。你又很喜欢吃早餐，又把它呢搅拌，因为完成的万象都是佛性啊，所以万事点头，万事也是佛性的。可是那个角度跟你在讲那个灵粉去滴是不一样的。啊，你说那个植物像永靖、英景种花卖花那个地方啊，它就有那个放音乐，然后点晚上点，让他们看，他们听，生长的会很好，那个促成他们生长，那个一种刺激性，并不是说他们有生那个结纹出来。我你去拍看卖，这个英景甲遐植物你甲拍，啊甲问讲你会听袂？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词、各位前人，大家好。我是三道天师的老千大德，也感谢呢各位前贤给获选7位学讲。我们3个礼拜一直呢在把这个7次那个真经处都已经分析它的内容。那各位前贤能够听得懂吗？讲无人甲我应我们的心在哪里呀？因为佛呢曾经呢问这个阿难，所谓心与目今何所在？就是问我们的心在哪个地方？那我们众生呢都认为我们的心都在我们的身内、身体里面大家都这样的认为。那我呢就有讲说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的地方一切心能分明了知。那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的话，那我们一定呢可以看到5脏6腑，抓生法掌，抓呢就是指甲，指甲跟头发在生长自己都能够看到。然后呢心转脉摇，各位能够看到吗？都看不到，所以佛说不在我们身内这个大概是对我们最大的冲击我们的心不在我们身体里面，可是也不离开身体叫做不即不离不即就是不住不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是它也不离开我们身体这个就是比较难体会。那或许上个礼拜有讲说我们的身体是天地的物质，麦克风被衣服盖住了，没有声音了，可以了吗？所以我们都要从真理的角度来了解到我们心的所在。因为我们呢以往也都听过我们的心是尽虚空遍法界，就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在。那我们平常生活之中呢所用的心都是生灭，都是呢根尘相对，6根呢6尘相对，然后产生6识。我们把6识呢当成我们的心可是佛说那个是无常变化不是真正的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它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
所以我们一定要透彻了解要明心见性。那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呢，或者说先了解到生灭心，因为呢生灭心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那功能作用呢，我们也不排斥它了，要去掉它。不像我们天呢一打坐静坐以后把那一个全部都不要了。可是六祖就讲我们一定得要用，为什么？不断摆思想，那个摆思想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也就是生灭心我们不断除它，我们要应对进退都要用那个心，对不对？而且也用得很习惯很自然所以后来就承认那个是我们的真心。可是我们研究了这么一段长时间各位可以分得出来的吗？真心跟妄心因为真心它不会变化没有形象那妄心生灭心呢，由形象产生由形象由事情然后产生我们的认知，那都是变化，都是生灭。那我们对于那一些生灭变的心认识知道就好了像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的那个喙棘嘴巴里面的舌头本身是不变之体，可是呢我们吃东西这个吃花生有花生味道吃甘蔗有甘蔗味道，吃梅子有梅子味道，吃饭有饭的味道，吃面有面的味道那个叫随缘之用。我们不变之体它能够产生随缘之用。随缘就一次当我们这个花生吃完了，花生味道消失那一个就不要在心上记住和诡异的话那新的来有新的味道产生，然后一样又会过去那这样的生灭心我们都在用，可是呢都用一次，我不会把它当成本体那我们全部都回归了已经呢嘴巴淡淡的，舌头又回到不变之体，所以叫做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因为以往我们只有从经典的文字听到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不知道内容的变化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彻底了解什么叫寂而常照，什么叫照而常寂。那个寂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在经里面呢它用寂来代表那个寂有时候会用妙了可是用寂的那个比较容易分辨。那寂就是不变之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我们佛性本体它含藏万象万事所以叫做寂而常照，它都能够一对就是能够生花含藏的万象能够生花，万事也一样都能够生花，这叫做寂而常照不会拒绝所有的万象万事我们佛性本体都不会拒绝，一定让它生花，叫做寂而常照，这样的意思吗？然后我们照了以后就是呢已经万象万事有了，那照了以后那个会过去，很短暂的那一些现象都会过去，过去以后它又回归到本体回来，叫做照而常寂。你有了解意思不？都是在佛性之中在运转。那我们对这个佛性之中它的自然变化我们并不了解，所以要研究。那从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十方如来同一道处理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伪趋向。各位有没有印象？
哦，佫无人来用，迄习惯咯，无用嘛习惯，这样就不相应哦，不相应不容易进步，一定得要互相回应，了解就了解，不了解就不了解，所以我们到时候在凡尘啊，我们都是如来，我们十方如来同一道，就是同一个方法。要出生死啊，就脱离六道轮回。要怎么脱离呢？所以啊，皆以直心，要用直心呐。那直心呢，各位贤，在那个《大圣起心论》啊，西方第8代祖师马明菩萨他造一本《大圣起心论》，那么那一本里面他就讲那个直心呐，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本体，直心叫做呢正念真如，真如啊，正念，正念呢就是没有念头啦，我们念头都没有了，叫做正念。那么真如啊，就是佛性的本体名称，又一个名称，一真呢一切真，一如啊一切如，真如也就是一真法界啊。那个全部啊都长远都存在。那我们对这个呢，就是少探讨，不知道。那我们要了解说，直心是一个马上呈现，由佛性本体啊马上呈现。接着下来呢，就身心，再接着下来就是大悲心，直心、身心、大悲心，大悲心也叫做那个呢上圣，最上圣的我们的佛心啊，也就是即心即佛的心所以我们用直心在凡尘生活，就不造业了。所以皆以直心，心也直，心也直，然后我们讲出来的话也直，也是从性分讲出来，都没有弯弯曲曲啊。所以如是乃至终即位，终呢就是已经成就成佛了，成道了。实啊就是开始修，终始地位，这个中间呢，永远都没有委屈相，委婉曲折啊没有。可是我们凡尘啊，都是委婉曲折。在用的时候啊，不管是心，不管是言，语言，是啊委婉曲折。那这样呢，就处理不了生死，在生死之中所以要聊到因为佛有先把这个标题讲出来，要怎么做？我们呢就是要用直心直心不会困难。我们当下第一个呈现的那个就叫直心，那个是由佛性出来。可是因为我们用这种心来应对凡尘，大部分都会吃亏比较多了所以我们经验法则告诉我们不要用，都会用那个委婉曲折心，那就保护自己有没有保护自己真的有保护我们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的吃亏就是占便宜。所以吃亏不要害怕，要高兴假如说我们一吃亏就一直了业障，就没有业障的啦。他一直占便宜我们那个浩然正气一直消失。那浩然正气消失我们变什么？变下等动物都是畜生。那畜生道呢它也是佛性可是它已经很迷昧了我们6万年可以一生都当人每一生都60岁有1000次那假如说我们去当畜生道人的一生60年畜生道大概最少都要240生，这样再乘以1000多少了？不得了了，对不对？当他回归到人的身体，有没有智慧？没有
所以落入畜生道啊，智慧都掩盖起来。我们人都会盖把智慧盖住的，何况是畜生道？我们在生活都有智慧吗？有没有？有当时真讲对吧？智慧拢唔用，智慧要创啥？迄真宝贵，甲可能唔当用，所以就这样啊，我们就造那个业障就越多，越受就越苦。所以佛就点名是来同一道处理生死，一个方法都要用直心，所以我们要学，在生活之中啊，要学用直心，也会习惯，对不对？我们都只要呢1、2、3次以后，大概就养成习惯了，用直心到久了，自然成就了，就处理生死了。在六道轮回里面，所以这个很关键要，听了以后啊，就是要做，不要听了，听了不做跟没有听一样，所以听了要做，所以佛就问阿难说：我心里目啊，今何所在？我们就是要找心啊，把切实的心啊找出来，不在身内，不在身外。然后也不潜伏在眼根也不开眼见明，叫做外，闭眼见暗见内，也不是那样，那也不随手合啊，看到什么知道什么，跟那个合在一起，也不这样，也不是在中间，也不是一切无着，所以我们把那个阿难所回答的心的7个地方所在。那个呢，全部啊研究透彻，就是完成的所有境界呀，完成的景象，全部包含在里面。不管有，不管没有，全部包含在那个里面。所以我们开始啊，从2年多前开始研究的一堂课，就标明了万缘放下，有没有？那个万缘放下，就放下这7个地方所在，就是我们心的7个地方所在，全部都放下。放下了以后啊，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呢，那个就叫真闲。那7个地方所在啊，就叫妄记，全部都是妄，都是假的。那我们能够呢，全部都放下，已经呢，没有妄了，没有妄啊，就是真，真呢就是一念不生，你看我们开始就把它要怎么做都点明出来，只要我们那个时候肯做到现在，多久了？2年多了有没有功夫了？做2年多的功夫有没有啊？可见有啦，有在做啦，跟咱老师讲的，有啦，脾气毛病都有在改，只是改得太少了，是不是这样？万缘放下拢有在做啦，放一寡呢差不多百缘，也未到万缘，放到多少了？1000缘没有？还是还在百缘，还是也10缘呀？要万缘都放下，万缘都放下，妄就记，真就显，真一显啊，全部啊，都是整个触目一眼啊，行住都是佛的妙用，快乐无忧啊，所以才叫做佛。那个都不骗人的都是要做。能够做能够实际是得到利益，所以要万缘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忘记了真显。所以呢，各位贤贤，我们心在哪里啊？要把它逼出来要彻底了解啊。或者不是说吗？我们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水火风土没有知觉性，有没有知觉性？
那我现在的身体啊，水有风土有没有知觉性？那它是什么？它就是佛性啊，身体的知觉性啊，就是佛性。所以为什么不在里面？因为那个知觉性啊显现啊，出来让我们知道，不是呢从水有风土显现，而从佛性显现。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身体的水有风土跟佛性知觉性啊，把它抽离了以后啊，水有风土归还给天地，那佛性呢归还给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啊，已经呢，回归到全部都是真，所以叫即虚空啊，遍法界，整个虚空呢都是佛性，因为呢佛性没有形象，没有形象。那现在依附在身体啊，我们有没有形象？住在哪里？住在形象，对不对？这样对还是错？对还是错？住在形象对还是错？我们知道错吗？我们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住相的程度啊，到底有多深？深不深？我们见到了那个水那个白，是住相不住相？住得很厉害从头到尾一点讲水的水败的败，有没有？那水风土也水也败。天地的物质，我们要了解啊，水有风土就是天地的物质。我们看到的房子也是水土众缘际会，然后形成的，跟我们身体的形成是一样。我们都了解啊，房子有没有知觉性？没有。这个我们都了了分明。可是我们身体啊，水有风土有没有知觉性？为什么有？这样佛性有没有把它抽出来了？有。所以你看，都是从真理的角度啊，来进入了，完全都没有含混，完理合拢无，完全拢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我们在管哪个地方，是很嘈杂的地方，很空旷的地方，所见的是不是了了分明？那个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所在，都有真心佛性所以不管我们到哪个地方，纵然超出了我们坐太空船超出太阳系那个佛性的也都在，有无量的佛世界佛性都在。我们并不用带我们佛性到外太空去不用，外太空也有我们佛性在。所以很宽广，非常宽广，不局限在我们身体里面的。那我们把它局限在里面成得了佛吗？局限在身体就成不了佛，因为很狭隘，狭不狭隘？我们都很狭隘，所以要了解到那个都是住相。而且在妄的相里面住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见解越深直观意识越强成道就越困难。这样了解吗？为什么？因为他的见解偏差，跟真理不相应，不合真理那不合真理能成道吗？不能不能成道。我们一定要跟真理相合相通道都是通达的，没有阻塞的一定要通达所以在真的那个人事摩擦上面，我们一定不要用心。我们现在来回观人事的摩擦是不是非常小的小事？
都是无关紧要，对不对？可是我们看的啊，重不重要？都看得很重要，是不是本末倒置？佛性要看重要，我们看轻了，那一些凡尘事要看得很轻，我们看得很重。所以老一辈讲啊，行为唔白，因为看到会老，听懂意思吗？安尼台湾人啊，大概了所以要知道说，一定呢要透彻啊，了解真理。真理透彻了以后啊，生活的天地啊非常宽广。然后我们呢，都会走入真理的领域，就呢，完成的名称叫做成道，叫做成佛，只是回归本来而已啊，对不对？相不相信你就是佛啊？要知道我们就是佛，就是大菩萨，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我们唱的不是这样吗？有没有？真的在唱的时候，心里有这样想吗？是唱咧唱心咧想的，搁另外心咧想的，还是生活搁另外是现实生活，都不相关，相不相关？所以呢，我们研究的楞严经就是要我们彻底的明心见性。明心了没？见性了没？哇，有拢惊，都还不够了，对自己那个信心都不够，所以要了解说，我们只能够在凡尘毅力，就是呢，佛性。那佛性呢，很亲切当下都现成，只是古今呢不离当念，所以我们当下的念头具备万年。不要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四相呢，三世摄受我们不住，不用六道轮回，是不是已经成道了？当下都成道成佛，所以叫因果一致。因果同时因跟果同时呈现。了解到不生不灭的我们那个心当下已经成道，就已经成佛了。不用再等，我们都在等嘛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才回礼天嘛对不对？有没有在等啊？不是都这样吗？听好，哪一口气无来，就要等在礼天啊。要了解礼天就在当下。我们只要呢进入真理世界，就在礼天。道理天。那我们在生活之中有没有进入真理世界？这个导师想不来，不知要应有应无。那我们呢，这个回来再来讲这个楞严经的经文。我们讲那边的22页中间20页22中间，皆有不知两种根本最下面那个允和两种那边嘛，这个释迦牟尼呢，就详细的讲内容，说我们不知道两种根本，错乱修习，就是修道学习都错乱的，好像呢我们呢这个主沙呢要成家传。主沙要成那个好吃的白饭，会不会成？
搁较煮嘛吼，迄刷烧尔吼，袂变饭啦，袂酱，哦，所以那个啥呢不能盛饭。那么中经纯洁不能得，再怎么久的时间都得不到。也就是呢，我们用生昧心来修道的话，再怎么久的时间都修不成道了。所以这个要认知要知道。那我们一般有时候也会错误的那个认知啊，从事相去努力啊。那佛我们要了解说，修佛一定要从心从性，没有从事从相去修成的。那我们在凡人对事对相很努力去做的话，那个是了我们业障然后跟众生结缘，这也是很好啦。可是那个不是根本。根本的话呢，就是要用不生不灭的来修生不灭的道，那个才叫根本。所以佛就把这个点出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努力那讲一定要这个认识得很清楚。所以底下呢就讲说允和两种，而一则无始生死根本，一种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因为佛性它不会生不会灭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一个开始的时间，没有开始的时间，也没有结束的时间它都常住，永远都在不迁不用搬家常住不迁，然后如如不动。可是我们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我们并不了解所以佛就点出来，则如者以诸众生讲案跟所有的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那个攀缘心就是四心，就是生灭的心攀缘。我们跟凡尘看到现象，然后呢住在相，那就攀缘。遇到事住在事里面，那个叫攀缘。我们希望人家好，我们希望人家坏，那个也是攀缘。所以我们都用攀缘心把这个世心生灭的心认为是自性这个是大家都这样没有研究性理心法都这样你有了解吗？我们没有研究性理心法之前用什么心来修道？对，都是用四心因为四心我们了解它的作用也很大。我们平常呢男女之间恋爱为生为死都做感官呢，起码四心四心里面也有真心也有那一种那个害人的心所以那个包含非常宽广。都是变化无常不会常住不迁所以用这一种心从源头从开始就错误了所以佛把它点出来。那么第二个无始涅盘菩提涅盘圆清净体那个是我们的本来，我们佛性的本来也就叫本际国际的际本际就是我们的本位每一个呢都是佛。无始呢菩提，菩提就是觉，涅盘不生不灭那圆就是本来本来就很清净很清净的体就是我们佛性的体这个第二这个是属于我们的根本。则如今者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现在世经严明，那个世是认识的识，经就是纯一无杂那世经纯一无杂，就是咱了分明那个自心佛性发挥出来的那个世经严明
言就是本来，明就是光明。我们本来佛性就非常的光明，能生诸也。佛性的本体可以生发所有的妄言，所有的妄都从真生发。所以我们要妄言放下，那个妄言都是从我们世经言明生发出来，这样知道吗？那生发出来，假如我们不攀缘，假如我们认识事来则应，事去则见，那就没事了。可是我们错认，把它认为是佛性本体，那个呢，生出来的诸言，生出来的那一些从佛性生发的那个结常照，那个常照我们把它当成本体。那么言守于就是生出万言，可是就生不出自己来，被言所遗失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比较这一句话比较不容易了解，就是言所遗或者用比喻各就容易知道。我们眼睛是不是能够看万物？得到自己的眼睛吗？就是这样的。那个言所遗，我们眼睛看所有万象，但是看不到自己眼睛了。所以那个世经言明生发万物万象，生不出自己来。还有了解不？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啦。它能够生发万言，就是生不出自己所以我们就不认识了。拢认识万象，认识万事，拢知影，都唔知影讲到底本体是什么？就是言所遗被言所遗失了，知影家己所以咱拢无认识，不认识，才会六道轮回。只要认识的话，我就可以保守，把抹掉，就不会遗失了。那么由之众生呢，以此本源，因为所有的众生遗失了这个本来光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虽中入行虽然我们佛性本体跟我们一秒也没有离开，而不自觉，都不知道了。唔知影讲咱本身就是佛，本身呢就是从佛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都不知道，所以很冤枉，妄入之趣。知就是很多，去就是走向，知去呢就是六道轮回啦。所有的众生之类叫做知去，这样懂意思吗？不很深那看大家那种不是很了解的状态，了不了解了解所以我们呢真的是以此本名遗失这个本名。那我们研究就要把本名让它发挥，所有的本来的光明都让它发挥。那个知妙用我们都具备。佛所看的万象跟我们所看的是一样没有一样，差别在我们分别心很强，佛没有分别心，差在这里而已那我们呢了解了以后那个分别心就越来就会越淡薄越少。老师那个谢谢你里面不是造化之中我们原来是一体，有没有？一体要不要分就不用分了，对不对？所以老师用最少文字讲最多的道，只是我们都没有体会，有没有体会有真的所以底下呢那个小的文字各位就回去自己看，我们就光着本文。阿难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汝今亦知奢他路，愿出生死今勿问汝。
所以你现在要知道啊，奢摩他也翻译成中文叫做正定，正确的定力呀，正定，这是从我们的佛性发挥出来。那奢摩他呢，跟那个毗婆舍奴，它有一点啊相同意思，我们翻译成中文叫做观，停止妄念、妄想的念头啊，全部都停止，叫做呢奢摩他。然后毗婆舍奴就是观到佛性本体，那个是天台宗呢智者大师啊，他所发明，跟这个楞严经啊有一点相类似。那这边阿难的奢摩他路啊，就是啊要能够成就菩提的一条道路啊，要怎么样来十方如来呢？要怎么样成就那一条道路？所以那个阿难问的奢摩他跟佛回答的奢摩他，那个方向内容呢，不相同。可是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要从奢摩他那一个领悟啊真理。奢摩他、三摩地、禅那，它三个呢同时啊，阿难同时讲。那么奢摩他呢着重在领悟啊圆融的真理。三摩地着重在实践，实际的去修持去做。然后禅那已经有功效呈现。三个翻成中文啊，三个都叫正定，是从佛性发挥出来的正定。所以正确的经文前面都加一个妙，妙奢摩他，妙三摩地，妙禅那，那个才比较符合它原来的意思，都是很微妙的。所以从理圆融的真理开始。我们要做，要有行为啊，一定要知道真理。所以我们头脑怎么想，我们身体啊，行为就怎么做，对不对？然后我们没有研究真理认识错误了，结果我们做出来也错误了，结果造业已经形成。因果定理呀，自己造的业，自己要接受果报。那我们从开头啊业，所以才有一句话，菩萨为因，为机缘，凡夫为果。做的时候啊，都不管什么结果，等到做了以后还害怕结果，是不是这样？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就要先研究真理，先了解奢摩他圆融的道理。圆融道理已经有了，然后呢那个三谛实践实修啊，做下来都不会造业，然后功效现禅那，三个全部正定，都是由我们佛性出来，所以把三个加起来叫做首楞严大定。那首楞严大定啊，就唯有成佛才可以成，菩萨都还没有资格称呢首楞严大定，这样了解吗？我们说首楞严大定都已经是佛的程度了，才可以说，那它里面的内容包含奢摩他、三摩地、禅那，加起来三个全部加起来叫做首楞严大定。那首楞严大定呢，是百千大定的一个总根源，百千个大定都从首楞严出来，这样了解吗？都没听看那个样子好像是，头一该听，百千的正定都从首楞严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啊，定有非常多的名称，非常多不同的内容，那最重要，就是首楞严大定，它已经呢，就是一个总纲，那个纲要，
所以佛呢跟阿难讲，所以愿出生死，要呢脱离那个六道轮回生死苦海，今问现在呢，来问你问题，看你能不能够进入真正的修道轨道。那么即使如来即金色臂，须呢五人池，与阿难言，语言就是告诉阿难，汝今见不？释迦牟尼佛呢，举的那个手臂，因为呢佛全身都是呢那个金色的，所以手臂也是金色的。然后屈五人，就是那个手掌屈，弯曲会吗？就是该合落安尼弯曲，然后告诉阿难说：汝今见不？你有看到无？阿难回答说：见。那我们见成见相也是见。见性也是见，对不对？一样都是见，所以佛又问如何所见？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手伫咧开伫咧合，有看无看，迄个足简单的问题哪会佛佮问到遐尼慎重，有没有？这个里面的内容就是因为。见性跟见成，见成就是见形象见形象也是见，对不对？见性也是见，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回答出来，两个都包含，到底是见成还是见性？我们能够分别了吗？见成跟见性，能不能够分别？可不可以？讲讲看，什么叫见性？那对家己有信心讲较大声。所以我们要知道，见相就是现象的呈现那个很容易，这个叫见成，不叫见性。那见性的话就是谁看到？佛性。对，那佛性看到的就叫见性了，了解咯。所以我们又可以回想，释迦牟尼佛夜睹明星而悟道，有没有？咱嘛拢咧看，暗时咧看星捌看无？咱有悟道无？因为我们都见到星星没有见到佛性所以差别就在那个星星一掉下来的时候是我们的佛性看到的，那个叫见性咱看到讲流星，那个叫见成见成就是见相见相是不是千差万别？所以千差万别的相，我们一看那是凡人见性我们的佛性能够看万象，这个能够看万象的见性只有一个，这样了解吗？了解。我们见到树木，我们见到石头，是不是同一个见性见？你看到万象都同一个佛性见，对不对？叫见性。可是我们看到树木，看到石头，看到万象，是不是都不一样？那不一样，我们进入不一样的现象那个叫做见成，叫做见相。你了解不？了解。不是很分明？见成跟见性是不是分明？奇怪这多人哪这两个咧应这个不用思索我们都能够
非常透彻知道，原来见性就是只有一。我们看万象都是一个佛性在看，可是万象千差万别，我们一进入到相那个没完没了了，烦恼都来了，来不来？见相我们见性的有没有烦恼啊？没有。性里面有，你怎么样相，它怎么样呈现呢？我们见性看的都没有进入内容，会有烦恼。所以我们在凡尘的应用，要见尘还是要见性？我们都会了，对不对？你看研究多好，能够了解啊，不然我们无有那么见相，都是形象啊，去有形象诱去啊，对不？拢注相。形象已经过无看，马上搁咧想，对不对？烦恼自己找的啊，所以才天下本无事，我们庸人自扰。我们都是没有进入那个见性的阶段，所以烦恼很多。现在一走路都是见性，性就只有一个，都是了了分明。没有三心四相，没有分别心，是不是整个佛性都呈现？对不对？亲不亲？非常亲切。所以我们这个一了解到心法，这个晚上睡觉现在冬天要盖棉被，棉被一盖着偷笑，有没有偷笑啊？还是唉声叹气啊？我们进城的话要唉声叹气这个不修道不烦恼，越修越烦恼。跟你讲这个没晒，那个没晒，有没有？不是时常听到这样，你那种你那种没晒，有没有？要不要烦恼不要啊！人对你感恩嫌，那个没烦恼。那真好很超越了所以了解到，人都等你很险观恶缘是功德，会不会观啊？要怎么观？看着他的嘴脸，然后呢，连到他的心，那讲这款话，这款话都无合真理啊！伊那在讲，这样的人可怜。我们要不要跟他对立？很可怜，对不对？我们不要落井下石了伊就跋落去古井啊，有跋落无？无了解真理啊，有跋落去古井无？莫食最要紧甲动落来呗，唔免较好心的啦，原谅伊。对，这样你看，观恶缘是功德，有没有？骂人的人知不知道真理？不知道真理的人，跟畜生有什么不一样？一不一样？畜生高哪里甲咱不一样？了解真理无？知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孤来给背倒转？不用可怜他了跟他已经转世到畜生道了所以我们了解很超然的生活就很快乐了，对不对？我们要追求真理世界里面没有那一些不合理的啦不合理的到来是在了咱的专业太多了看到一寡经文看到一寡好目睭就要起去那个就是业障太多了那个障碍不给我们看克服要不要？要克服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的追求一定要朝真理的方向真理的方向
它没有那个负面的啦，所以只要人家来讲负面啦，来说是非变是非的，就我们就先有打预防针啦，也不会跟他一样的。所以这边这个佛就问阿难如何见，要看他是见成还是见性。阿难回答：我见如来啊，喜必取为光明泉，耀我心目。这个是讲现象，现象呢就是这样呈现。说是佛呢，举起手臂啊，然后呢那个手指啊，屈指，就是拢安尼压落来，跟那头部安尼，为光明泉。那个佛呢，那个身有光明，就是泉。然后呢，照耀啊心目，和我的心跟我的手啊，拢真光。那佛又问了：如江水，你看是不是很明白？如江水见，什么人问什么人看到？跟阿难讲，已经针对阿难，还在问他，你水见？然后阿难回答，我以大众啊，同将眼见，哇，这一下会话题啊，是眼见呀，眼见什么？就是见成，伊无见性啦，见成，你看安尼才有够无？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不然比我较戆，我就知影讲安尼见性啊，一个伫咧见成。所以我们说阿难是心地啊，非常的善良，要引导末法真的来修道，所以视线都很低啊，程度很低，不然他已经得到出果须陀洹，已经那个见后啊，都觉得怎么还会呢？用眼睛来看，不，所以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推敲，就知道阿难是故意示现，要佛来讲。那个真讲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说阿难比我较戆，较巧较戆。所以那心地啊很好。我讲的话众生相信的程度高了。那阿难大家相信也个不要管，有来讲。那么佛告阿难，佛要跟阿难讲：如今答我，你现在回答我。如来居止为光明泉，耀汝心目，这个都现象实际啊就是这样。那么汝目可见啊，眼睛啊可以看到，以何为心？当我你是用什么心呢？看我这个屈指这个光明泉，了解意思吗？了解。这个呢就是已经把它点名说呢，以何为心啊？你这个心是什么心？所以我们了解说，心啊有四心，有生灭心，然后有我们日常生活应对那一种那个妄，都是心嘛，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研究了以后再来看那个讲的。切切用心时啊，那个什么心？法龙用什么心？那已经呢，就是把这一些妄的心全部都掉了，全部都去掉，叫做无心。我已经无心了，没有心。那没有心就即真心了。那有心的心那个有企图啊，就是有心，那就有喜欢讨心。我们在生活之中是不是都这样？喜欢讨厌很强烈，喜欢想拥有就排斥，然后所作所为就造业，造业就要受苦，自然想。那我们了解说，把这一些四心生灭心全部都去掉，没有了，那个七个心的地方所在
全部都去掉了，叫做忘记，叫做万年放下。安尼量起来呗，把遐意思拢给量万年已经放下了。一念呢就是无心的，无心啊，真心成现。那真心成现，又可以用这个心啊脱离生死。还有了解不？非常的清楚明白。所以啊，这个佛啊，一直要把那个真心啊生出来，征召出来，一定要切出来。以何为心？当我全了。阿难就回答说：如念经啊，真心所在，而我以心呢推穷行主啊，即能推我当为心。假如说我们在文字里面看一看，阿难有跳舞，那个推穷行主啊，我们凡人不是都这样吗？像推穷行主，是不是拢是跳？对不对？结果你看推穷行主啊，是不是离真啊越离越远？所以真呢就是要放下万缘，不能呢再去推穷行主。推穷行主就是自以为是啦，自己一直找那个理由，一直扯理由，那个推穷行主啊，就是那个六祖讲的那个大家开会那个集思有没有？然后共建，大家拢用你的智慧把迄个想到答案讲出来，安尼来迄个方法就真悬，是这样。推穷行主啊，就是集思，大家集合了，集会了，然后来提供呢，对那个完整的那个整个意念。所以老先生常讲，修道哪有开会？可是奇怪，我们师长都在会有没有？我们开什么会？以真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呢那个就是检讨过去，开会就是检讨过去，策划未来，对不对？那检讨过去，策划未来，把握现在，是什么要用？就是现象用佛性要不用？佛性不用。所以我们一开会以后就落入那个集善，收集那个善，所以叫教化。老先生讲，我们负担的使命不是教化，是传道。那传道唯有我们老师呢掌道盘才可以。你宗教它只有劝善，你行善了它宗教的目的就达到了，没有在往上推的那个前辈。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是办道，就是传道，不是在那个宗教方面的那个就是积善，把大家呢都能够善心培养，就完成了。所以完成很有名字的都是大家拢捌，那个就是一种行善的教化，想了解是吗？或者是把那个老前人的那种理念呢拿来推广出来。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秉着现在呢占道呢上天大开普渡，佛老师掌道盘，将道传给我们，我们也要继承老师的意思，也要传道，不是呢在劝善。当然劝善的我们也要去做是目标一定要了解，就是传道，传道一定要有那个
整道盘的主力才可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都很幸福的。我们都是人在福中不知福都唔知自幸福转世在这个最理想的那个修道环境，各都具备我们所有好条件都具备，就可惜了所以要努力修。那么接着释迦牟尼佛呢就讲一个字斗，那个斗就是骂的意思啦。那个佛在骂人不会脏话，不会用脏话啦所以他只有讲斗，说阿难此非心，这个不是你的心啦因为这个都是变化无常不是你的真心不是你的慈心，你要用这个心呢，没有办法脱离生死，没有办法呢走路奢摩他路没有办法。那么难呢决然避坐合掌就害怕，阿难呢害怕，然后避开呢他的座位然后合掌起立白佛就是站起来回答呢这个释迦牟尼佛，此非我心当名何等？说这个不是我的心，那么这个叫什么？阿难说这个不是我的心，那这个叫什么？那佛就讲此是前尘希望相想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叫做前尘。那么这一些凡尘的景象它都是虚妄，都是变化无常，都是假的所以那个相，你从这一些虚妄的相产生的念头想，惑汝真相，迷惑你的真相。这样了解意思吗？一个字一个字那个含义我们都呢把它呢这个详细说明说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这些景象都虚妄不实在那么一些希望不实在的相，你产生想就是念头它迷惑你的真相。那么犹如实非常久远那个开始没有一个起头就是一直这样过来，至于今生一直到现在认贼为止认这个虚妄相当成你的真心，就是认贼为止。所以失掉你的延长，也就是本来常呢就常住间，如如不动故受人转，所以才指六道轮回。这样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六道轮回了吗？我们就是跟人讲的一样啦就是因为显现在眼前凡尘的这一些景象，我们把它当成真所以迷惑我们的真相，我们真性呢都已经不明了，不了解了所以无始一直到今生都一直认贼为止。我们有没有认贼为止没有我们都认为这个世心就是我们真心这个就叫认贼为止，他听命命有没有？把咱的真心都听命命非常的喜欢他爱他，结果有没有被他害了？害得很凄惨有没有？已经安尼千千万万世安尼害到咱都没清，对不对？所以我们佛老师才讲
深信啊，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我们这么久了啊，有没有留下一点点记忆啊？有啊。我们前生做什么啊？都不知道所以我不研究真理的话，还不知道说一直啊在六道轮回，还经过这么久我们讲6万年只有这个缘分，那之前的6万年几千个、几万个、几亿个6万年，我们都经过了，有没有一点记忆呀？老师说深信啊，可以耶。所以要了解说，老师鼓励我们研究了，说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在六道轮回，时间竟然有这么久，都还没清醒，清醒了没有啊？但是还很少了清醒的都还不够，可能刚眼睛开了，睡觉的时候刚眼睛睁开一点点，还没有大醒过来，所以我们要深入就是在日常生活，老师教我10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30分钟也好，把它固定做万年放下这样的话呢，一定有功效一直做一直做。你看直心出来了，然后身心，然后大悲心然后脱离生死不爱。我们不是那个时候讲吗？失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然后生动而天水那个都很有深度，有没有？我在家里面做书记，就是静居在家里龙现就是神通万物。你看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会不会神通万物？就是可以神通万物。为什么呢？全部都是佛性整个天地的造化造呢就是从无到有，化呢有到无，都一直在变化，对不对？可是我们都不知不觉，都不怎样。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呢，慢慢那个知觉性佛的功能作用、前提作用都会呈现。呈现以后那个时候内心了了分明就不一样，不是这么粗浅的人生是很深入的一深入了以后那个是无也之法都能够得到的，非常的有内涵，所以表在凡尘人格都很清高那所有的容量都很大。我们现在容量不大都不敢讲，还个给等加多大概不会了吧都宽广了度量都宽广了，是不是自己可以发觉度量大不大，自己是不是可以发觉？自己多些拢敢讲所以那个现实生活里面我们要借着借假来修真现象都是假啦，那借助一些假的现象，把真的佛性修出来，那佛性出来，我们自己了了分明，骗得了别人骗自己啦所以自己修什么程度，自己一定知道要自己努力所以我们佛老师一直鼓励或者看那个美国那个弥勒宝堂那个序文有没有？老师说能戒教的时间都很短，可是里面很多段都一直鼓励研究信心法，一定要研究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要固定一天，老师是100天
各位有没有看啊？有啊。有看的人很少了，2、3位哦，没看的人多了，因为都要赚钱没用，没用能看，所以有一天那个无常来召唤的时候，你要记得跟他讲，我没用，唔通一声伊来招你就去的。你要甲讲我无用，像这一次啊，我们不是50天嘛，我嘛甲讲我无用嘞，我讲我还要一个愿拢还未了我无用，袂使甲我带去，所以他又回来了。我们才有资源啊，共同研究，棒不棒？很棒对，所以要努力这个假如说再来一次的话，可能他就不讲求，你袂使大概拢无用，一定要有用的时阵，无用，你看老师拢叫我要记得休息，就是爱有用，有用才会当休困啊要休息，记得要休息。是或许是越讲的话会越高兴看大家都能够走入真理世界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走入修道轨道无比的安慰所以大家努力。白佛阿难呢，他又回答说世尊，我佛从弟因为这个阿难是释迦佛的堂弟，阿难是最小年纪最小，释迦牟尼佛年纪最大，最大一个最小，所以他讲说我是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宠爱弟弟就是都安尼互照顾。那么心爱佛故就是心很喜欢佛那个32相80种好，那么令我出家是一心爱佛才呢令我出家，让我能够呢离开这个烦恼娑婆家进入真理领域来修持。那么我心何独供养如来我的心不只有来供养如来，乃至就是中间有非常多的他都在供养遍历恒沙国土经过非常多非常广的地方所在，曾是呢知佛就是那个佛交代的事都成事他都做那个成事呢知佛及善之事那个呢在凡尘一直在引导众生修道的都是善知识那我们了解说凡尘有很多的修正者他发心再来，那一些呢都是善知识。那么花大勇猛阿难说他花那个很勇猛的心行一切难行的法事去做呢非常困难做的这些佛法方面的事情，皆用此心都用这个心，都用四心都用推崇行主的心。那么重令办法先下面讲反面的这个前面讲那个正面，那么办法这个是反面。重令办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假如我会毁谤佛法，善根都退掉了，也是心。若此花明现在释迦牟尼佛把我所用的这个心把它发现明了，不心者，这个不是心，那我乃无心我就变成没有心的，通知土木
跟那个土跟那个四目啊已经相同了。那么离此觉知啊，无所有。我离开这个四心的觉知啊，已经都没有了啦。我全部都没有了。那么允何如来？为什么现在呢？释迦牟尼佛说此非心，说这个不是我的心。我是惊怖。我实在呢很惊讶，很恐怖啊！坚持大众啊，无不疑惑。这个那要托别人要死，家己讲的力无够还佫拖一寡大众来斗，安尼够力，所以坚持大众无不疑惑，他们呢也都很迷惑。那么唯垂大悲开示为悟，希望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慈大悲开示还没有领悟的部分。那么尔时世尊呢开示阿难及之大众，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开示呢这个阿难以及呢对大众讲意令心入无生法忍。要所有的大众以及阿难让他们的心进入无生，进入没有生没有昧，无生无昧那个法，人就是安住不动，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法，然后安住不动，叫无生法忍。那么以狮子座摸阿难顶，这个释迦牟尼佛坐在那狮子座，然后用手呢摸阿难的头顶，那个就是安慰啦，讲你唔免惊，不要有惊怖那个怀疑，而告知也跟他讲，说如来常说，这如来呢时常说。那阿难呢奉制呢释迦牟尼佛他就呢常听到，知法所生为心所现。我们凡尘的所有万法知法，知就是很多，所有的法就是所有一切所生花的，所有一切所产生的，都是我们的真心呢所呈现。那么一切的因果世界大到世界，小到微尘，因心成体。因为我们有真心呢，它才成就相。所以一切的因果凡尘所有一切的因果，以及最大的世界、最小的微尘，都是因为心它才能够呈现。阿难要跟阿难讲，若知世界一切所有这个世界世呢就是时间，界呢就是空间世呢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界呢有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叫世界一切的世界，知世界知就是很多有很多世界。一切的所有世界上呢，一切的所有物以及事，其中乃至就是讲那个所有的内容草叶缕节就是很小的草以及叶那个丝线缝衣服的那个丝线结打结。那么结其根源，结就是直问。我们来那个追求它的根源，根本缘由，闲有体性，它们呢都有一个体，也有一个物的性。那么纵令虚空那么讲到虚空方面亦有名貌，虚空有名，虚空也有相貌何况呢这个清净妙净明心。虚空那个都有名貌的，那我们清净妙净明心那更是有切切实实存在性一切心
那个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凡尘所有万象万事的所有性啊，就是一切心而无体。它为什么没有体？一定有。所以这个本体呀，就是无形无相，可是切实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体会。我们佛性啊，在我们身上了了分明啊，就是存在。若汝执令，假如说你执着不肯放舍，令呢就是令正，不肯放舍，那个执着，分别结观啊，就是分别，分别就是了了分明，墙壁是墙壁，花是花，窗呢窗，门是门，那个叫分别。然后觉观，你的感觉跟你所看到的那个所了之性啊，你的那个了了分明的性，必为心者，你把它认为这个是心，一定是你的真心。那么此心呢，即离诸一切色香味触之成事业，别有前性。你这个心就是要离尘，离尘有体才叫你的真心。那离尘无体呀，那个就是假的。所以那个离尘有体跟那个离相这个无体，我们之前也都有讲过各位都还记得吗？或许再重讲一次各位就会有那个印象回来。那个时用那个茶杯，我们把这个当成是古董。各位先生，这个是古董吧？它大概要多少钱？有价啦，这个有价可以买到，大概是10万。看它的年代越久的年代越那越接近我们这个现在时间短就越便宜古董的话，它越少，东西越好，只有一件，全世界只有一件，那更贵那时候有几件，它平均了以后都开小几书要比较便宜。然后我们因为它很贵，我们就很喜欢想保有，是不是心？想有就是心。可是这个是不是很容易这个破坏？一个不小心它就碎了，对不对？那已经被我们一摔破了，我们的爱那个心跑去哪里？找得回来吗？那个叫做离尘无体，这样知道吗？然后我们在凡尘运用，是不是都这个心？都是这一种离尘无体的心，对不对？我们的世心我们的生灭心是不是离尘无体？所以男女之间的恋爱黑暗的爱在你死我活有没有？那个为他生为他死都很甘愿你说那个是假心吗？我是真心爱你的，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讲过没有没有怎么结婚呢？所以那个真心建筑在世心上，因为世心随着环境变化，时过境迁，时间经过了，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心跟不跟着改变？所以那个男女之间情变了都去做兵啦，无在身边你看会不会情变？还真容易变是真心还是假心有的维护好啦，不变啦，办理啦，看你做偌久，3年2年，等你回来，结果回来了以后
男生又去考咯，进入理想公司里面呢，有很漂亮同事，糟糕了，你的心没有变，他的心变了，又怎么样？哭死了，会不会？不会啊，心要硬。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妄心无体，没有体了，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用这个心来修道，会成道吗？绝对不会啦。所以你在修个像那个金刚童子啊，有没有？那道中咧打水那个金刚童子去路拢甲铺平无？因师傅一个转来，你有甲嫌无？有。然后你看到什么？看到金刚童子。你讲妄言，说真的啦，我外头你看，金刚童子就出来，主人你有什么吩咐？那个老师说，金刚童子，我都已经送40年了，你连一次都不给我看。那个我那个弟子啊，一次也没送，他竟然一翻你就出来。还问他说有什么吩咐？那个金刚童子说：“你才40年呢，一生都还没到，你的弟子已经44，40生啊，44，40岁，40年都还是44多，40岁还久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啊。”我们中了几次了？那边后续还看到还有金金，记得拿回去送。最起码我们追生追世我有送，不然金刚童子说：“你一届也无上，一世内底一届也无上，那都不算。”所以我们要累积这个累积下来根基就好，一点就懂。没有累积下来，他都点10年啊，人家不懂嘞，懂没？我们都懂了，懂几年了，已经好几生好几世啊，都累积，所以现在都懂了，一听就懂了，所以要了解说这是自己努力的啦，别人帮不了忙，也不会说明天早上睡醒过来怎么了解，会不会？我们等待，明天早上醒过来，真理全部了解了，可不可能？大概不可能了还是要努力。这个一分耕耘就一分收获，对吧？所以要努力你用多少心啊，就是了解多少。一了解了越宽广越宽广以后我们那个领域就越不一样。然后呢，所想所做一定不一样。那我们周遭亲朋好友看着我们变化，看着我们变得非常殊胜想不想跟我们修道？渡人容不容易？就很容易，对不？咱若足够甲人计较你若去渡人，伊讲心肝咧讲，我才无爱像安尼。你遐敖甲人计较，我甲你行我还真好甲人计较。所以我们了解有一些不用讲你做了就好，你做出来了，人家都高兴。所以我们了解说这边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这个心要离开所有的六尘色声香取色声香味触法那个知尘事业都已经离开了。离开以后呢还有了了分明的那个前线离开凡尘了离开景象了，离开事情了，我们还了了分明的那个，是不是就是真心的？
你有体会不？有没有？所以那个妄境啊，真就显。那个妄都是有形有相，境界相。着有着空，空也一样是形象。我们全部都不着了，不着境界相，不着有，不着空，什么都不着，都没有了，都没有的时候啊，一念不生。那个啊就是真。那个啊，就是即悉佛。那个就是真心。所以就在我们身上啊，没有离开，一秒也没有离开，所以才有那一句话说妄想原来啊本是真，有没有？我的妄想啊，原来本是真，是我们的佛性生发的啊。除时又起一重尘，我们要除掉妄想，又加一个念头。言思动静啊，成水力。仔细看来，无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呀，有没有？所以很多句我们不是都在背吗？有没有？忘了啦。你等于我就害你啊。这个大家拢真都不接欠。讲我无欠你哦，你等我谁害你？安尼就无采我咧好，咧家人到家来，讲你呀，蛮严这个想一还真蛮严。还一大早从基隆然后坐车到那个台北车站去等，然后从台北车站再坐到这边来，然后回去呀，就又呢，一样的路线又回去，这个目的就是要大家都能明心见性，进来成佛，所以这个花的业蛮大，所以都讲，只要这个一口气在都会讲，一口气不在我会再来，我会再来的时候啊，可能各位也会有印象，有啦，这之前我讲过啊。那么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如今者啊，曾听我法，在听我讲经说法，此则因声而有分别。等于说我现在讲的这一些话，就是因为声音，你才能够了解里面是在讲什么。这个也是妄，这个不真，了解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凡尘这个真的它不落入语言无字。那么众灭啊，一切见闻皆知。我们呢，那个凡人打坐，就是要灭掉一切的见闻皆知。然后呢，内守修行，也就是打坐以后，什么拢袂使想，什么拢无啊，伫咧修，迄个内底家己迄幽玄。幽呢幽暗，还无看，闲就是讲什么代志无。咱凡人打坐是不是这样？拢甲修甲安尼什么念头嘛拢袂使有对无？那个灭掉见皆知，然后内守幽玄，咧修，那些。我们知道说那成不了佛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从根源，没有从不生的佛性本体来修。那个我就讲说有为法尘分别影视，就是法尘。法尘呢，就是我们色声香味触法，最后一个有没有？色声香味触六尘的最后一个，因为眼耳鼻舌身，它没有常意的地方。咱目睭看咧要教啥人？目睭看要教啥人？甲咱记的，是不是意念？意念就是第六个啦。第六个六根的第六个就是意念。耳朵听了以后，说我听什么，嘛爱甲记的迄就是我那教第六个意念。
啊，意念吼，伊要受遮哦，你目睭看，鼻孔听，鼻孔闻到，哦，嘴身体感觉，哦，遐叫做哦华。所以哦，这个啊，哦，六层的第六个华，它就比较范围啊很小，只有哦我们那个五根肉屑的影子，哦啊，伫意念的内底，哦叫做华，安尼知无？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这方面的知识啊，所以唔知影。啊，即马吼，咱就知影讲，哦，目睭啊，伊无藏的地方，目睭看看的吼，伊虽放了了嘛，啊，都爱咱的第六个意念吼，该记咧。即马第六个意念记咧，迄变做影，一个影啦，有哦，哦，你有教我啊，哦，你看到你有教我啊，哦，你听到你有教我啊。哦，你闻到味啊，你有教我啊？啊，迄什么味？后恁啊，搁来中间，哦，我会甲伊哦翕出来，啊，你会当讲哦，迄就是什么味？哦，那个华，它的华的范围啊，就只有这样，就是影子的。所以我就讲哦，华尘分别也是，就是啊，我们哦，交给那个意念去管辖，你给他顾咧。我看到，我听到，我闻到，我食到，我身躯吼感觉到，吼知觉，你拢甲我记记的，吼叫做华，安尼知无？吼，所以我们了解吼，佛就讲，你若内守悠闲啊，就变做法尘分别有事啦。哦，敢若像咱的意念伫咧记讲，咱看到、听到、闻到、食到，身躯感觉到，敢若迄款代志安尼尔啦。安的范围是不是真矮？对不对？所以哦，我们假如说没有哦这个啊占道上给大概普渡哦，没有遇到哦我们的波老师啊讲道盘，我就没有话哦研究啊这么深入这么透彻，我都唔知啊，啊即马咱就是爱了解哦爱研究。我非次女啊，直为心。哦，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讲我唔是讲命令你执着这唔是心啦，如意心啦，但是你都爱伫迄个心微细揣摩，来微细啊，真详细来甲伊揣摩，肉里前尘啊，有分别性，即真如心。已经离开，已经离开眼前凡尘的景象，它还有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分别性都是了了分明啦，了了分明知觉性，离开凡尘的那个景象，已经都没有景象啊，一个无即真如心，那个才是真正的你的真心啦。有哦，讲到清楚哦，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佛在讲，他也不会含混啦，因为啊，那个妄的话，离尘就无体了啦，这个离尘有体就是真心，离开凡尘啊，它还有体，就是真心，这样知道吗？我们在凡尘啊，看到万象，看到万事，那离开万象，离开万事呢？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知觉相，是不是还很清晰？对不对？那个就是真心啦。因为它不管你用，不管你不用，它都在，不会说离开凡尘就没有了。假如说离开凡尘就没有了，找不回来，那个叫妄心。不。这个就不要，那个生灭的，生灭的我们不要，我们要呢，不生不灭。肉分别性啊，离尘无体。假如说我们了了分明的那个分别性，离开凡尘已经没有了，都无去，刚才像咱拄在讲迄个鼓动，摔破，我迄个要爱的心都无去啊，找过较济嘛，袂转来。那个叫离尘无体吧，这样了解吗？所以啊，我就讲，师则前尘啊，分别影视，
假如说离尘无体，离开凡尘，那它就没有了，那就是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我们呢从那个景象去分别它里面那个影子的事情，影干那一个影尔，过去就无去了。那么尘非常住那个尘凡尘的景象，它不是常住咱凡是所有的看会到的物件伊拢寿命真短。以今来讲呢，用100年为准，100年。像水泥的寿命就是100年，经过100年它就风化，就腐去啊。你甲摸伊就腐去啊。迄个钢筋100年伊生鲜，就你甲压，本来足硬你这么个压就变嫩嫩。之前不是有很多桥梁，那个钢筋都跑出来对不？咱去甲伊摸迄钢筋拢剥落。就是它有现象能够呈现多久，所以叫尘非常住，不是常住的。它呢都一直在变化。他说一直变化的东西都不真所以都叫妄。这样了解吗？尤其我们身体可以支撑多久？100年。到100年就不错了长寿了。到100年的时候各位姐姐，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们都100岁的时候，这个耳朵听不带见，那个眼睛是茫茫，然后走路呢走得很慢，这样好不好？好，无要吃几回。所以活的时候就是要好好利用，对不对？听后迄句唔互咱用迄位要一嘴饭就安尼冒几步，很困难呢活的真是不知道是痛苦呢还是享受。人讲你好命食到100岁。伊咧想讲我咧拖命这个苦，所以我就讲这个尘非常住，若变灭时它会变化然后消灭。那么此心呢，则同龟毛兔角，咱的心就闭着骨摸，龟没有毛，兔也没有角，那个只有名称而已，没有实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心呢变成不见了，那么则如法身呢，通断灭，断灭了，其谁修正无生法了？那谁要来修呢？修的能够成道成佛，那因为要这个留半个小时大家都不踊跃发问，所以或许呢就说留10分钟就好。那现在现在9分钟了，再不踊跃问以后我们就干脆讲到下课。剩下9分钟有没有要问的？好，请说。好，请说。亲的佛师动手术那其中我们都是信心法角度来说。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以为说静我们现在这个身心不动说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不是1分1秒一直在行动？地球你看是不是一直在运转？有没有？可是我们跟随着天地我们跟随天地的动我们呢不自己自己产生动因为我们假如说的时候来动，就跟天地的动相反相违背
所以我们跟天地一样的动，就是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啊，各位就可以了解说，我们呐、是不是动者啊，就是机？了解意思了吗？地球会使转拢卖咧，地球若卖洗，那咱吼一桶水啊，咧洗水拢袂落来，对无？你桶水卖甲叮当的时阵，伊安那都了对无？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动之中啊，你全部的保持跟它一样的动，你就是静了。所以那个动者啊，静之机，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万物都在生长，我们人呐、各位可以了解到，那是安那会啊，胃肌那的比大人，胃短的比有没有在动？咱拢点对不？我们都静态啊，可是它一直在变化，有没有？所以我们呐、你看那个动，就是我们静的一不变化的话，小孩子不会长大；不变化的话，我们不会老；不变化的话，我们不会死。是不是一切都在动？那我们跟随着天地啊，这样运转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静。静的时候啊，才能够了解到天地整个都运作在动。所以动者啊，静之机。你了解不？很不容易了解就拢我静悄悄，无咧叮当啊。有叮当无？就是有。这样对吗？还有吗？还有5分哦，搁5分了。好，请说。就想请一下那个中医生跟四神它的关系是？四者啊。四神。中医生跟什么？四神。四神啊。对。好，请说。那个中阴身就是我们已经呢这个身体啊，不给我们用了，然后我们一口气啊不来，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走入中阴身了，就是啊还没有到阴间，也没有上天堂，也不在凡尘，那个叫中阴身。那我们要了解说中阴身跟我们在凡尘的那个修养很有关系。中阴身大部分它能够支撑到49天。那49天呢，假如说我们在凡尘有修道，然后有行善，49天的时候啊，还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志来指挥这个中阴身的行动。那假如说都不相信我们有信，他也不行善，那他的中阴身在他断气了以后，没有几个小时就马上没有办法来指挥他的中阴身。所以我们呢，就是假如说有我们的亲人已经呢过往了。一口气不来的那个时候啊，我们要了解说他的那个第8阿赖耶识啊，那个中阴身都还有离开身体，都还在只是啊他不能动了，可是他都能够了了分娩。那祖孙咧争财产啦，祖孙咧搞啦咧讲什么话，伊拢知影，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反应。那到晚上的时候啊，小孩子睡觉那个中阴身会去照顾小孩子，小孩子他会看到，长辈回来这个照顾他们。可是我们大人因为精神外放很厉害了，我们很少说都回光返照，照顾自己啊，不是我们佛性，所以那个中阴身的活动。我们大部分都不知不觉。那假如说我们在修持方面比较用心努力，都能够回光返照，那中阴身的那个动态，我们会感应，会知道。
会知道它的活动。可是呢，必是很短暂，它要归位，看它完成所作所为是要归哪里，它会归位，那个最久都是49天，那之后就看它所作所变化，那一直到它在比如说天堂享福，地狱受罪，到的时候它又要来投胎转世。那么要来投胎转世那一段也叫中阴身。那个一投胎来的时候啊，就是要跟他有缘分的，有缘分呢就有亮光。那假如说没有缘分啊，大地啊就好像那个黑墨水，黑漆漆的，它中阴身啊，它就不会去依附。那看到亮光，就是跟他有因缘。有那个因果关系啊，他就会从那个亮光里面，就一直追那个亮光。那个时候啊，是他的父母亲在做爱，所以他就投入以后啊，就怀孕了。就是他已经进入了，借着他父亲的精子进入母亲的那个腹中，已经怀孕。那个也是中阴身。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断气了以后的中阴身，跟来投胎的中身啊，它是一样的。可是投胎那个是已经他已经受完他应该受的罪过，或是享完享的福报，都已经完了，然后才来，又来完成了，又来示现，又来呈现来完成，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因都蛮多了。会结成一家人都有因缘，所以一定呢我们都要去改变它，来有善缘有恶缘有的结是恶缘，有结是善缘。那怎么看呢？看他一出生了以后啊，一直要我们用心，一直要我们用钱，他是来讨债。那他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业，我们做事都很顺，他是来还债。是不是很容易去体会？就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这样的，没安尼去体会，所以就不知不觉认为说我生出来的我囝，我的财产是吗？生出来是不是咱的财产？不是所以我要了解说一定呢来了，假如说是来讨债的，我们也要欢喜心半暝啊爱普利先关金宝，若咧哭会吵到别人了，紧家抱起来腰，然后去好食，不是时常遇到吗？有没有？那个你就是要欢喜心，感念受。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大家好。谢谢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给获选机会学讲。我们呢这个讲到第几页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其随修正无生法忍，对不对？我们讲到这边。因为阿难也怀疑他的日常所用的心都被释迦牟尼佛破吃掉，就说那个不是，所以阿难呢就很恐慌，惶恐，说这样的话我就没心了，所以佛跟他讲说呢，用的心就是生灭。无常变化，那尘呢？它不是永远都不变常住的。那说尘已经变化了，那谁要来证这个无生法忍，这个无生就是没有生，那没有生就没有灭，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叫做无生法。
那人呢是安住不动。我们在无生法已经安住不动，叫做得到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呢，一得到，就进入阿罗汉，然后呢，接着进入菩萨，一直到佛，全部都有得到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无生法。那我们在做呢万年放下念不生呢，就是进入无生法。那个能够让我们这个很实际的体会完成的所有万象万事。那灵知的作用就是我们真心，也就是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我们因为平常对这个凡尘的事项都太注重，被呢凡尘引诱。那凡尘引诱了以后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那个灵知那个真心都忽略就呢不感觉到它存在，因为不感觉到它存在都注重在身体所以我们研究《楞严经》就是要把这个关系厘清。身体呢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连忌讳借我们用，一定要还给天地，而且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它呢无知的东西那我们的佛性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呢不容易我们去把握，我们去依赖。那现在我们研究就是要把这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灵知全部都呈现所以我们这个上几个礼拜都一直在讲这方面。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有生灭有不生不灭，可是我们对生灭都很注重，对不生不灭因为没有形象都看清了。那我们最大的那个错觉错误所在，就是认为佛性是在身上这个是所有我们落入凡尘现象所有众生共同的认识都说呢佛性在身上，然后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就把佛性带去这个也是最大的错误的见解。要了解说我们佛性它是常住不迁，没有搬家了没有来来去去它都永远常在，没有来也没有去如如不动我们对这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或许以前都用照相机的原理来说所以我们有玩过相机的人知道，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我们的手一晃动照出来的影片那个相片会模糊不清那可见假如说佛性是在我们心观是在我们头上，那我们头一直在转动，那看到的影像都模糊不清。那不会我们头转动得很快，影像也看得非常清晰。那为什么呢？因为佛性本体如如不动那我们已经先把它确定佛性常住不迁，如如不动。那这样呢已经确定了以后，我们再来研究心理学很容易进入状况身体是天地的物质，不管再怎么养生不管你再怎么照顾一定要还给天地。当然我们多活个一辈我们现在是100岁活到200岁，会不会死会，一定会死那死了以后就还给天地。我们身体所有风土还给天地。那我们佛性要还给谁我们佛性不用还就是我们当家做主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启发了那个就是成佛的那个最重要的因达到不生不灭的
佛性本体啊，那个本体啊，就是成佛的最重要的因。那我们因果同时啊，你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心啊，就已经到达不生不灭佛的果位。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要得到我们本来都是佛，那为什么没有成佛呢？被我们自己啊不正确的见解障碍，我们的观念啊不正确，把外相外面的形象啊都当成真啊，不知道说外面的形象都是假，因为它无常变化。我们看到以后啊，它很快啊，又不一样的那个景象呈现。那我们住相还住在旧的那个记忆里面，可是啊，真正的外面的境已经都改变了。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一层，所以呢，我们就现象迷惑，那起惑就造业，因业就受苦，就这样没完没了了。所以六道轮回。刚才呢，我们唱那个歌啊，或者就讲说，我们佛老师啊，把凡尘所有的道理啊，都浓缩在这一首歌里面。所以深信啊，深深的相信啊，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累劫啊，就是累世呢，就是六道轮回。那各位有没有对缘会对六道轮回留下记忆啊？都没有了，因为我们从第10殿出来的时候啊，经过孟婆庄，让我们喝了忘魂汤，都把以前的忘光光了啦，然后才来完成降世。降世了以后啊，重新来，重新呢再这个过一生，就让你分断了生死。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降生了以后啊，就有它的那个因果牵续啊，会有什么因啊，就呈现什么果报。有的一出生了以后啊，人家呵护的长大；有的一出生这个地下爬，乡下孩子的你给在的家，这个没有父母亲主导，没有。父母亲没有时间照顾他，那有的那个人家呵护啊，而且你生出来那几十个狗，有好命无？咱哪会办呢？我们就是没有种那个因呐，那个福报的因我们没有种，所以就没有办法享受人家呵护的那一种环境。可是完全都是相对从小都一直呵护长大，到长大以后啊，连穿个鞋子都不会，连穿个衣服也不会，这样好不好？变成什么木偶人，对不对？红家头的长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上天给我们在凡尘磨练的机会，所以遇到挫折，遇到不如意啊。不要难过，要感谢，感谢上天成就，感谢呢上天让我们坚强，让独立，这个是最好的。那最重要呢，一定人生的方向要正确。像以我这一些圣贤，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呢聚绝学，为万事太平。我们现在哪一个众生有这样的心胸？都没有，照顾自己都没有啊，还照顾别人，是不是这样？自私自利的结果啊，就是一定丢到轮回之中。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啊，是千千万万年，是亿万年的都存在，不生不灭。那我们做到轮回太久了，就每况愈下，越久越不理想。也不想追求，就得过就且过，很快一转眼一生就过去了，对不对？要把握我们要把握所以我们这一段期间所讲的，就把我们在生活之中什么是生灭，什么是不生不灭，都讲清楚说明白。
各位有没有在听啊？有没有很详？这个详细的知道了？因为要做就是要知道，知道真理了才知道怎么做，怎么做啊不会造业，怎么做啊能够呢很快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啦，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当下圆满佛性都呈现，那整个都呈现了，我们没有一些杂事，那一些杂事啊是烦恼来源。我们为什么烦恼？就是因为念头太多。那为什么起心动念？因为我们没有回光返照，没有照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才起心动念。谢谢你里面不是那个心念的累积有没有？那个就是讲我们六道人的因种子。那假如说我们心念都不累积，没有心念，完全都是正念，就像释迦牟尼佛讲，十方如来同一道处理生死，皆以直心都是用直心，那个呢，全部都是真心，它没有起心动念，直心我们就是了解到当下那个呈现的那个灵知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刚开始或许没有把那个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呢详细加以解说，因为那个阶段还不适合一解说反而迷糊了。那到这个时间我们都研究2年多了，对不对？会很赞叹我们这边那个很不错，就是跟得上进度，大家都能够了解说在讲是讲什么，在真理方面是阐释哪个方向，都能够稍微了解。那我们一定呢要更深入，从直心，然后身心，然后大悲心，大悲心也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全部呢都是用心。所以以往我们有讲过即心即佛，那个即心即佛，那个心不是我们日常用的生灭心，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是直心。那直心呢，在西方第8代祖师马明菩萨有造一本《大圣起信论》他就详细解说，说直心就是我们正念真如。那正念就是没有念有念就叫邪念。为什么叫邪？因为念会变化，所以不正，叫邪念。那我们正念都没有念，没有念的念就是正念。那正念把它呢这个一延伸就是进入佛知那个佛见，佛的知见那我们每一位呢都是佛，我们都有佛的知见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所以知见都没有呈现，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呢，我们在日常生活起的念头都是私心、自私的心那都有企图。所以用呢我们就用心意，用心意识的结果就是勾心斗角，就是怕吃亏啦。那我们要了解，我们越怕吃亏越吃亏，害自己六道轮回。那我们都能够去接受吃亏，吃就是占便宜，能够让我们恢复我们整个浩然正气。那浩然正气跟天地是一样的，相同的。那天地之气在我们这个身上，我们就可以发挥。那发挥出来呢，我们就了解力量无量无边，很大。那个发挥出来的力道非常大。我们就是要自己勉励这一种心性的修持都不是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要求我们自己那个脾气毛病都能够改掉。有没有脾气毛病我们都会知道自己有，因为都有情绪上的起伏。那我们了解说，修道不能落入情绪，
一有情绪绝对不讲道理呀。那不讲道理了我们就会胡作非为，就已经都错了。他源头开始就错了，尾巴更错得厉害，他自己就不管3七21要吃苦就来个，真正的在受时候又怨天尤人，讲那是别人在吃苦，那是我，所以就这样子恶性循环。那我们依旧就是要透彻知道，知道说我们该努力的方向，就是明心见性。现在明了没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嘛，生灭的心跟不是不灭的心，那我们明心，因为心明因果不灭，不迷灭因果就不会造业，然后见性就成佛无疑，不用怀疑，绝对成佛，因为呢，那个性就是佛的那个种子因子，所以我们一定呢，在这个方向一定要努力，剩下完成时就让它过就好了。完成不是污垢吗？对不对？那我们佛性假如沾满了污垢，可以成佛吗？成不了的。所以我们就把完成式都放到背后，背成，然后呢合觉。我们现在是什么背觉合成，对不对？觉性放到背后去了。把那个完成式拿到胸前来，非常计较，所以颠倒。我说我们众生颠倒，就是在这里，该注重的都不注重了，不要注重的后悔很在，有没有这样啊？不是咱的代志你甲人钱阿妈过紧大细条，有无？是不是这样讲？家己去讲教对不对？都不承认说自己很笨所以一定要知道说你计较完成是在什么得意那都是在完成在苦海之中，你心能够明了心能够见了，明心见性，就可以脱离这个苦海，脱离六道人。真正的能够回归本位，都是佛，已经到佛的地位。所以或许这个看那个美国地理频道，它在播放2012 12月大概26，不是有那个行星它会跟我们地球非常接近，因为那个接近的力很强，使我们地球失掉平衡。然后大楼都会倒，然后火山爆发，然后人类遭难，都有没有看到有的有，有的没有了。不过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说离12月26号还多久？现在是民国100年的最后一天了，然后2012的12月26都要过12个月过26天各位浅显加入我们还有10月又26天可以活，我们要怎么生活11个只有11个月可以活那我们要怎么活花天酒地才不枉费此生不是很多人都抱这个态度吗？我们要了解那个找自己麻烦假如说我们已经能够这个所有风土归的风土，灵知归灵知，那我们就超出现象应超越所有的现象，现象的灾难都达不到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地球这么的安稳就是因为很多修正者都在护持他说保护众生安居乐业我们才这么平安。稍微到下你看都7级8级
7、8级的地震啊，厉不厉害？很厉害。可是那个在整个宇宙啊，在整个行星来讲，那个7、8级的地震啊，算什么？很微细的微动，对不对？迄规条拢拖咧响哦，也个无算什么啦。过去咧讲啊呐，都无够看。可是咱众生未堪的啦，未堪的规粒球摕来响，这个咱拢无了，对不？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个能耐哦，说超出想。可是我们修道的就有努力的把这个整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都能够抽离现象，就是去生灭所珍藏，现象都是生灭，所以我们去掉不重视它。那珍藏就是没有现象，可是了了分明，我们信就是了了分明，非常这个清楚的让我们都能够去感受，这感受的那个度在我们的修持来讲，越努力感受就越强。那强呢，起步的时候我们那个第六感特别敏锐，那个是佛性功能作用的显现，很敏锐。今天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事事先都有一个知觉。当然我们不训练，也不去推广那个了，那个是自然从佛性里面呈现。那我们要了解说，整个天地现象整个天地的事情全部都是从我们佛性本生发出来。那既然是我们自己的佛性生发，我们怎么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注意的那个方向，注意力用错了。假如说我注意力全部都用在我们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发生什么事知不知道？一定知道。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发生问题，自己知不知道？一定知道。一定会有征兆会知道。那我们为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去照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才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已经找对方向，要努力走修道的道路，真正的明心见性，见性就可以成佛所以或许还发愿蛮大的，还许各位说，只要你努力的听，努力做一定成佛，有没有？所以想一想说，还是要带来所以保持说慢慢没关系，不用讲电动包那我们呢了解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呢那个尘凡尘它都是会这个变化所以假如说变化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明心见性那我们的心性就像龟毛兔角都落去啦，无去想要来修想要修成佛都无所以其水修正了无生法忍。那么即使阿难这个时候呢，这个阿难已知大众默然自失因为平常所依赖的那个心已经被佛破斥说那不是那个是尘有则有尘灭就跟着灭那个不是我们的心，不是真心所以不要去执着它那我们在生活之中也是要这个样子那个不是不变的真心呢，我们随缘随着现象的因，事来呢则应，去则静就像我们之前讲那个我们那个舌头出气那个不变之体，那么可以随缘之用，
就是呢，吃土豆有土豆味，吃梅啊梅啊味，吃甘蔗甘蔗味，吃米有米的味，吃饭有饭的味，对不？但是当我们吃完了，又回到气机本体，又不变之体，这样就了解意思了，对。不变之体它常在常住啦，那个随缘用是不是暂时一时啊久的时间呢？对吧？当那个事情一过了以后，就无去啊，无去，伊就搁恢复到那个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就会常看到那个不变之体曰寂，寂静的寂，然后随缘之用曰照。那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有没有？那我们在文字不太容易去了解，用比喻就很快了。那个不变之体就喙舌，然后随缘之用就是你吃啥，闭什么味出来，那个叫随缘之用。随缘之用当我们吃了味就无去对不？无去是不是个？归还到不变之体的喙齿倒转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我们了解说寂而常照，常照就是没有把那个外面的所有一切拒绝啦，拢无拒绝，它都让它呈现，呈现的时候那个叫随缘之用，寂而常照，那个照就是随缘之用。然后呢，我们用了以后，照而寂，又回到不变之体回来，还有了解不？这个北部前些有在讲，那有讲过，又再讲，有讲过，又再讲。我讲就是因为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所以会一讲再讲。真正的我们了解了，我们佛性呢，常住不迁，如如不动。都能够真正的体会记录了，是不是我们那个真心跟外境都无关，对，真心灵敏，灵知，然后外境变化无常，是不是它呢不会牵涉到我们。可是现在我们不研究的话，它会牵涉到我们，牵动到我们身体，我们会产生喜欢讨厌。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动作，有动作呢，造业就形成。那业因已经形成了，果报在后面，是不是自作自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因为我们都不太容易真正的去承认它，所以要一讲再讲，那而那呢，这个时候跟大众默然，就是心中已经了解说，家己唔对自己错了，把那个生命当成真心，生心变化无常，不知道它变化无常，都把它当成那个宝贝儿子在看待，是一个仔你把咱偷咱的宝贝，咱拢甲看做宝贝囝，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认为那个心我们日常用的心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是不是把谁当成宝贝子，对不对？我们都不认为那是错了，不知道说这样不合真理，所以佛都一直在讲，说我们一定呢要走入真理世界，走入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这个才是重要所以阿难呢跟大众默然自失已经失掉那个依赖，平常的依赖已经撤除了，已经没有依赖了。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讲，世间一切知修学，我们世间世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北上下，叫做间，世间。那世间一切的诸修学的，诸呢就是很多修学，要修道学习这一些人，现虽成9次定
显现在眼前。他虽然已经成就有9次的地定，也就是我们那个初禅、2禅、3禅、4禅，那个已经4个，然后再加上呢4空，那个色界的4禅，无色界的4空，就8个8定，那个定力啊，定力的修成，然后呢最后一个昧受想定，那个完成能够修最高的程度，叫9次地定，已经呢一个阶一个阶啊，有9个阶，9个阶级呀，这个可能我们平常也没有接触啊。也不太容易了解，然后我们就知道说色界，我们开始就有这个4禅，到达4禅的时候，我们了解说不用呼吸，不用吃饭就可以活下来，程度高不高？已经很高了然后呢，再上去到第5定的时候，已经没有形象。只有我们留下来的那个识，认识的识只有识，然后一直到第8，最高的第9昧受想，就是呢我们的受跟我们的想都昧了，那个定啊是完成能够修最高程度。那佛在讲，虽然已经成就了9次地定，可是呢还不能成道，还不成佛。所以不得落尽，成阿罗汉。为什么呢？因为还在生灭之中。虽然很高了，却是还在生灭之中，没有进入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进入不生不灭的重要性。那我们很容易做就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本体，可有没有体会啊？现在我们要不要回答我们要知道说不容易去领会说万年放下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就这个楞严经，那我们上个礼拜跟上个礼拜就有讲。那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唯心与目今何所在？你都一样。那阿难有讲7地方，对不对？那7个地方就是我们凡尘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就包括在这7个地方里面。那只要我们7个地方全部都能够去掉，能够放下，那就已经到达万年，已经都放下了。就是妄已经尽了。那妄尽了，对就是要回答真贤啦。惊，各位都不敢讲妄尽就真贤。我们因为在妄之中，所以真呢才没有显现。那假如说我们真妄都放下，真妄放了真就显。真显现出来了，就一念不生了。那个一念不生，我们当下我们在当下就具备意念，这样子吗？我们的当下现前的一念具备万年，所有古跟今跟往后全部具备在当下。所以佛性圆满具足。我们之前不是也时常讲吗？有没有还记不记得？现前我们现前一念那个就已经全部那个所有那个十世古今不离当念，有没有？因为我们都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那过去世又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又有过去、现在、未来。
未来呢又有过去、现在、未来，那9个3世啊就已经形成9世了，再加上现前一念一世，就10世。那么10世古今时候跟现在啊，不离当念，不离开我们当下的一个念头。所以一个念头呢，具备万年。只要我们不要有过去，不要有未来心，不要有现心，3心都没有，就没有4相。3心4相没有，3世摄受我们不住。3世既然摄受我们不住啊，我们就不用见相来呈现我们的现象。这样了解意思吗？过去是摄受我们摄受我们住了，可能去不掉那现在是也摄受我们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现在各位就可以想象，现在是不是已经够了？在现在是不是又够了？现在就够了，越调没调啦，所以我们了解说3世啊，都摄受我们不住，可能去不掉。那既然3世啊有我们没有未来世，也没有过去世，有6道轮回吗？就没有了啦。所以我们要脱离6道轮回，就是不要有3心。3心没有4相就没有。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从文字比较不容易或者都会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知道的那个能手，说我能看，我眼睛能够看，那个能够看就是我相，一定有手看，手看就是人相。你手看差别重生，又看一个景象，看很多就重生相了。那我们连续不断的看，那个叫寿者相，这样4相很容易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只要肉入能手，我能听，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听。那手听的声音又都不一样，差别重生，那个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听，叫做寿者相。只要肉入能手，我能闻，我能吃，我能做，全部都4相，没有？这有个最高品质。那我们要了解说，怎么样才没有4相？就是当下直心，就没有我了，没有手，没有能手，4相都消失了。差别大不大？差别很小为什么？心念，我们的心假如说我们扫地是为了要给人家称赞，某某人会做骨来的，那气扫去就压力的扫，这样的话4相就鲜明。你假如说这个是我生存的地方，把它打扫干净是我分内中的事，就没有4相差别大不大？就是在心念，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我们要走路那个直心是呢没有3心4相，没有3心4相就是直心直心就可以这个离开苦海，同一道处理生死同一个方法处理生死，皆以直心，就是用这个心，没有3心4相的心。你有更加了解不？做会到没？会不会很困难？不会因为在心念中一转念甘愿做甲不甘愿做啦，有没有？咱不甘愿做3心4相鲜明呈现啦，咱甘愿做拢无3心4相，安尼了解无？甘愿做甲不甘愿做，边仔拢咧做，对不？要甘愿做不甘愿做。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
只要落入我们这个情绪里面那个就讲理了啦。再怎么样舒服的环境你都讨厌。他说我们已经就是在真理世界之中，再怎么苦的现象吃苦拢在吃补，能体会吗？把那个吃苦当作吃补你就会做得很愉快啦所以就可以跟那个古时候这一些圣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起码我们也沾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沾到一点？我们能够沾到圣贤的一点这一些所说的内容内心高不高兴？就会很高兴，因为毕竟不自私啦不是自私自利就是要利益所有众生。那么皆由执持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我们为什么已经到9次地顶的还不能成阿罗汉？就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生死妄想，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生身体的死把它误为真实，是实在的我们凡人是不是都这样？拢认为讲安尼身躯的生身躯的死就是足实在不知道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所以我会问我们说，我们生从何来？咱生为何来？死的时候又去哪里？我们生从哪里来？所以那个答案就是无所从来没有来的地方然后死也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没有的地方，也没有去的地方，就是常住不迁拢无搬来搬去既然常住不迁呢，就是在当下所以当下我们没有生也没有死啦有生有死是现象，是演技因缘际会显现生相，因缘消失显现昧相就有生昧。那假如说我们都已经走入真理世界，来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好像那个舍利弗跟释迦牟尼佛在对打，说我们这个千年的暗示千年的暗示已经有千年都住在黑暗之中了然后这个我们一灯能破一灯能破千年暗示我就问舍利弗说，那个暗他甘不甘愿离去？不甘愿，他住了万年了，甘愿安尼走开也不甘。舍利弗说，唔甘嘛无法度爱走，先跟来然后我就问舍利弗说，那个暗他跑去哪里？各位先生，那个暗千年的暗示的暗他跑去哪里？那一灯的光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他来没有来的地方，去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无来无去就是当下现成都是如如不动所以我们要体会说，我们的佛性也就是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所以一大家记起来讲有来有去这个是相身躯来都生去都死这种假都是假象假
哦，生无哦真正生，死啊无真正死，哦是迄个智慧风度合作伙，做生，哦智慧风度分开啊，做死，生死生死。另外，跟佛性有关系无？无关系无？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佛性脱根呢，脱尘，离缘啊，独立，离开众缘，它独自存在，奥妙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透彻了解，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以佛就讲，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误会。误会讲迄是真实的，真是生啊，真是死啊，真实的。是故如今呢，虽得多闻啊，不成圣果。跟阿难讲，因为阿难他是好多闻，所有的这个修持法门啊，他都要会了，所以好多闻。他虽然呢，得到那多闻的那个名声啊，可是啊，不成圣果。就是没有办法成道，没有办法成佛，这个是佛呢跟阿难讲。那么阿难闻已啊，从无悲，听到以后啊，他前面就哭过很多次了啦。这个地方呢又重复啊，又哭了，所以我们大事未明啊，如上考譬，然后大事已明也一样啊，如上考譬，就是好像。死掉父母亲一样，那么伤心。那么五体投地呀，这个五体呀，就是我们两只手、两只脚，一根额头，都呢，都卡着头卡啦，也叫五体投地。那个就是最敬礼，礼呀，最敬的，那个礼和五体投地。然后长跪啊，而摆佛眼。就跪在了这个地上呢，然后双合起来，向佛呢表白。那么自我从佛啊，发心出家，是佛威神，常自思维，无扰我修。那个那个阿难呢，就是因为看到佛形象那么好，就呢这个出家修道了，所以发心呢这个出家。那藏士啊，克谁？克谁佛的威神，讲迄佛就是我的堂兄，是亲戚啦，加亲的亲家，所以藏士啊，佛的威神，他常自思维啊，时常呢在想，这就是起心动念啦，假如说前面加一个地，真谛的谛啊。谛思维那个就正确的八道里面，那只有思维的话，那就是第六的意识心啦，就是我们根尘相对所产生的那个思维。那么这个思维啊，它是变化，是生灭，所以都不真。然后呢，常常都用这个心，常自思维，无扰我修啊。不用呢让我劳劳碌碌啊，去修道，将为如来会有三昧，因为如来就是他的堂兄，一定会给他正定，三昧就是正定啊，一定会好啊，伊把正定好啊。各位前人，这个正定要自己修，还可以给别人给啊。这个正定一定要自己修了。我们认识真理以后，从佛性本体产生的定啊，那个定啊是最坚固的，那个容易定，行诸多恶呢都可以应用，应用到这个正定。那假如说我们是打坐来修的定，那个呢很难成啊，很快破坏，修了老半天。才能够没有心念，可是只要有一些嘈杂的声音一出现以后它的定力差不多消失一半了，再嘈杂搁差才会受气啊，对不对？所以
难修，很难修，很容易破坏。我们凡人的那个修的定呢，这个难修易坏。那我们佛性本身定了，就不会，本身所产的定了，纵然外面再怎么嘈杂，我们从佛性本身发挥，那个行智那个定力都有，不会受它影响，所以情绪不会变得很坏。我们曾不曾经那个发脾气？怎么发的？不如意发，对不对？那个外境我们看的不如意，然后就发脾气了。所以了解说那个就是我们没有从我们本性去修。那从本性去修的话，那一种脾气，它就无从发了，没脾气通发。所以有没有脾气呀？黑脾还真用了所以才有脾气。那我们修的话呢，就把这一些都去掉。在真理之中呢，没有那个事。所以了解说，那个正定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那我们从根源佛性本体发挥出来，行之作恶都在定之中，全部都能够呢，自己了了分明，自己心的走向。现在有没有对自己心的走向了了分明？心在想啥，心想要做啥，家己拢真正做了解，有没有？有就很棒了因为我们时常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在想什么都不知不觉。然后阿难就讲，不知身本不相待，这个身心不会相待，这个肚子饿了要自己吃自己去吃饭，对不对？不能说巴肚足枵你去大吃，加吃一碗，吃我的饭加吃一碗，等下才好我，没办法量啊已经超越了装不下了，要一个永远的要所以那个身心呢不相待。那么失我本心身虽出家，心不入道。失掉呢我的本心，也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那个慈心失掉呢我们本心的话，身体虽然已经出家，可是心没有进入道所以心进入道才是重要那个很重要那这个心呢就一定要认识说那个法龙讲的那个心法龙的心就是真心还记得吗？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那个都是真心因为凡尘的生灭心都已经没有了，讲的全部都是真心所以恰恰用心时，恰恰就是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恰恰无心用刚好都生灭的心都已经没有了没有无心的时候那个真心就出来，就用真心了所以无心在用无心的时候刚好给我们用，当用的时候刚好没有生灭心，所以那个法龙那个讲的全部呢都是真心，那个心即心即佛那个心无心就道，这样连贯的起来呗，可不可以？又是最高品质我们这个工厂生产的产品最理想。
譬如穷子啊，舍父逃逝，好像那个孩子本来父亲很富有了，可是他舍父逃逝啊，那个父亲要照顾他的他都没有得到。那么今日乃知呢，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亦不闻等。虽然知道很多的修持法门，假如说不实际去做的话，那么跟没有听到平等。那个等就平等啦，拢同款，甲无听到同款。所以有听到了，我们有听到上圣佛，一定要去实践，实行，实际的去做，这样呢才能够得到利益。那假如说听了都不懂，只有光听，那跟没有听一样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就是要做，要做才是我们会改变。那么如人说实啊，终不能保。这个实啊，就是要实讲。这个修堂话牙低杯对不？巴肚才会饱，用讲会饱的。我吃满汉全席吃几多顿啊？会不会饱？不会还是肚子所以一定要实际的去做去行持。那么阿难呢又讲，世尊，佛今者啊，二障手残。二障呢就是那个烦恼障跟手知障。烦恼障就是事情事情的障碍。那么手知障就是理，被理障碍了。所以两个，一个事障一个理障。所以呢二障手缠绕，去要拔掉啦，去要这两个给它拔掉咧。良由不知极常心性。就是我唔知那个极常的心性啦。那个那个极，我们刚才讲不知体那个极，那个常就是常住不迁。不知道呢这个极常的心性，我们的心那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不知道，不知道呢极常心性。那么唯愿如来哀悯穷路，就是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能够呢哀悯，就是可怜，我都很穷，就是没有法财呀，不知道方法，没有法财都穷。路就是讲无一块通看头听得懂吗？那有一块通看头就是可以遮风避雨路就是拢无通遮风避雨，或者路，听无？咱拢有一块通看头对不？就是有房子住有厝大拢会遮风避雨，对不对？所以就没有路，有路的话就是都无啦，拢无一个通掠，挨饿受冻，那个呢就是路。那么花妙明心开我道眼，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阐发那个妙明心，开我道眼，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阿难这个要求就是能够明心见性。那么即使如来从胸万字永持宝光，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从胸膛胸的万字那个是吉祥的意思的，这个字就是吉祥的意思。那么永持宝光就呢有这个光出现。那么其光呢晃喻就是非常亮，有百千色有那么多的那个颜色。那么十方围城普佛世界一时周遍这个十方围城，一粒围城有一个国家一个国度，所以呢那个普佛世界普遍呢这个佛的世界一时都周遍全部呢都有这个宝光
然后呢遍贯呢十方都有宝刹，遍贯这个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所有的宝刹，就是所有的那个国土所在。那么知如来顶，这个所有的如来的顶，都有这个宝光，然后闲置阿难集之大众，都表示这个如来给我们这个众生呢都是平等，宝光呢如来顶有，我们的大众阿难的头顶也有一样，都一样。那告阿难，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五今未如建了大法床，现在呢就是为你建一个呢大法床，就是能够让所有众生都能够进入无生法忍，都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亦令十方一切众生呢，获妙微密性净明心，所以不只有是阿难得到利益，也要令这个十方一切的众生能够获得妙微密性，妙净明心，所以那个妙是贯下来，两个呢都有，妙微密性跟妙净明心，然后得到呢清净眼，所以阿难那个所求佛都那个答应他。然后呢，接着底下呢，佛就讲说阿难，汝先答我见光明权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我所呈现这个光明权，此前光明因何所有，允何成全？所以这个问题叫阿难呢事先要回答。所以你看到我这个光明权，此前的光明是因何所有？为什么有光明？那么允何成全？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拳头？那么阿难就回答：有佛前提阎浮檀金续如宝山这个佛的这个身呢，就是阎浮檀金色，那么续就是大红色好像这个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就是它的来源非常清净，才有呈现的这光明。我使眼观，我实在呢使眼睛看到，无论此端，就是呢，我去征讨安尼，去恶智人故有全相，该安尼合起来，做拳头，为这个拳的形象还伊的呈现。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就讲，如来呢今日实言告汝，知有智者要以比喻而得开悟。这个佛跟阿难讲说，如来今日实在的语言来告诉你，知有智者呢，就是很多有智慧的人要以比喻而得开悟，从比喻里面来了解到那个真理所在，能够呢领悟。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所以现在把那个范围就讲到呢手上的拳头来。说比如我拳，我这个拳头，假如说我没有手的话，就不成我拳，我就没有拳头。若无汝眼不成汝见，以汝眼根呢立我千里其余金佛。假如说呢没有你的眼睛就不成汝见，你若无手就无看以你的眼根来跟我的拳头相比较，
那么义理啊有没有平均？哦，是不是一样的义理？那阿难就回答说：唯然是真。哦，说对，就是这样。哦，既无我言啊，不成我见。我若无目睭，我就无看。哦，以我的眼根啊，哦，立如来前，事跟义啊相类。就是这个义理啊跟事情啊，它是一样的。那无我的目睭我就无看。这个如来啊无。这个手啊，都无这个棍啊，合起来手啊，那拳头啊就不见。那么佛告阿难，佛呢跟阿难如因相类啊，是亦不然。你讲安尼同款，目睭呢甲手的拳头，迄个义理同款。真理啊是义，就是在真理方面，不然不是这样。不是呢，跟你所讲的是一样。何以故？为什么呢？如无所人啊，前必经昧。这个佛讲说，没有手的人啊，他毕竟啊，那个拳头没办法呈现，所以啊，无所人啊，拳就必经昧。彼无眼者啊，那个没有眼睛的挥剑啊，拳。讲伊无目睭暗是无看啦，所以这个无目睭看的这个导致我们凡尘啊，这个比较少接近的道理，所以就走路啊，这十番显见的第一番就是显见之心啦，这上面小字有写，那个已经呢走路啊，十番显见的。显示啊，我们那个见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所以则何？说彼无言者啊，挥剑前讲那个原因啊，说所以则何？如是一途啊，行问呢盲人。说你在呢这个道路，那个途就是道路，你伫个路的然后呢行问啊盲人，你去问迄个妹妹如何所见？你甲问讲你看啥物？你问青梅甲问讲你看到啥物？必来答汝，迄青梅会来甲你回答。说我今眼前啊，唯见黑暗，更无他主。我的眼前敢若看到安尼黑暗啊，无看到别项啦。迄个青梅一定安尼甲你回答。那么以是义观啊，释迦牟尼佛就讲。以这个真理啊，我们来延伸道理，前尘之暗啊，见何亏损？都是眼前啊，显现在眼前，完成的讲他自己呀，暗相，那我们的见性啊，没有亏损，见性啊，就是完全，能够见到暗，那个见到暗啊，就是见性见到的，所以见性啊，没有亏损。这个时候阿难听到就讲话了，知盲眼前唯独黑暗，云何之见？谁哪有看？我们一般都这样，对不对？无目睭啊，我们伊拢无看，对吧？都是这样。可是佛在这方面他就发挥了，发挥那个真理所在。那么佛告阿难，就跟他讲。知盲无眼啊，唯睹黑暗。说那一些盲人没有眼睛啊，唯有看见黑暗。以有缘人啊，处于暗室，二黑有别为无有别。甲迄有目睭的人，伊伫迄暗室内底伸手啊，见五载。这两个乌啊，有目睭的人看到的迄乌暗暗。甲青梅看到的黑暗暗，有分别无？各位姐姐有没有分别？拢讲黑暗暗对不？所以佛就从这个地方呢，他发挥，那个阿难回答说：如是是真，此暗中人以彼情盲二黑较量。
真无有义啊！哦，这个阿难比喻啊，他听得懂。说哦，咱目睭啦，好好的人，伫暗色啊，甲迄个目睭青眉看到的乌哦，来比较啊，拢共款，无迄个无共。哦，所以我又讲，阿难，若无眼人啊，前见前黑，哦，迄青眉看到头前乌暗暗，那么忽得眼光啊，即嘛吼，甲伊手术迄个眼角膜哦伊啊，伊都有目睭有看吼，凡以前尘啊，见种种色，即嘛吼，好伊就看到哦，咱顶的迄个经验哦，拢看会到啊。这个明眼见者，安尼诶，伊诶名清咧，哦，这吼目睭看到。即嘛呢，换过来讲，迄个暗中人啊，哦，前见前黑，哦，迄个有目睭诶，入暗色。看到头前拢乌暗暗，然后现在呢开灯，忽后灯光啊，哦，以前尘啊，见种色，即嘛吼灯火一个开落，伊伫个眼前景色哦，看甲真清楚，哦，映明啊灯见，哦，佛咧讲，迄是开灯伊才看到的，安尼叫做灯见，哦，迄个青眉因为眼角膜互伊啊，叫做眼见，啊，即嘛吼。开灯吼，叫做灯见。阿佛讲，若灯见者啊，灯能有见啊，自不明灯。哦，灯啊，就人看，伊名唔是叫做灯啦。又则灯观啊，何关如是？如果吼，迄灯咧看，甲你有啥物关系？是当知啊，灯啊能显色，哦，开火的灯哦，会当显现啊，影像出来。那么如是见者啊，是眼灰灯哦，安尼来看哦，会当看到的是目睭啊，不是灯火。那么眼能显色，迄个青眉的目睭哦，会当看到种种的在哦形象。如是见性啊，是心非眼哦，就是安尼哦，他见到的那个啊，哦见性啊，都是心，不是目睭啦。各位这样的意思吗？哇，这下有个点气质。我们哦比较少接近哦这方面的哦，那个说法，所以这边呢那个佛就讲说我们啊哦那个见明暗，那个明暗是凡尘景象啊，跟我们的见性没有关系啦。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了解哦，是在心中打一个问号，还不是很透彻了解啦。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假如说有看《如是我闻》那一本书啊，各位有没有看？他有说偷跟偷成，对不对？有没有？我们那个佛性啊，就是能够偷根，还能够偷成。就是啊，无眼有见啊，就是我们没有眼睛哦，一样能够看见的，就是看到黑漆漆的啦，哦，然后呢，主暗成见啊，就是我们看到暗的景象，那个景象就是完成的景象啦。它完成的景象，它有明光明，也有黑暗。那黑暗就在景象里面，那你不用看到景象啊，才叫做见，就是你看到黑暗一样叫做见，那就是见性。我们那个佛性啊，明来见明，暗来见暗啊，那个是佛性。所以佛就讲说我们的见性啊，偷根偷尘，那个离尘离开了眼，离开众眼，它超然独立。你更加清楚不？不容易容不容易？不太容易了解。可是当你了解以后，那个幼稚园的课程呢？现在什么课程？小学课程还是大学课程？读研究所的啦，研究所课程，
这个往后越熟悉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些斗笠金欠不是很深，只是我们没有常用，没有常用呢，才不知道。那假如说我们了解说，原来见性那个我们能见性，不是眼睛啊。之前我们也说啊，那个满眼本灰色，满耳本灰声，文殊常触目啊，观音赛耳根，有没有？那个就是在讲这样啊。说满眼本灰色，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一些形象色不是然后呢，满耳本灰声，耳朵听到的也不是那个声音的动静，也不是啦。所以文殊常触目，文殊就是智慧啦。那我们的佛性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文殊啦。文殊一看了就能够辨别辨别外境的所有一切。所以我们眼根就是文殊，然后耳根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能够行深救苦，就是那个意思啦。不是在声音里面用心，不是在行里用心，而是在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用心，这样知道吗？还是不要回答最好了省掉麻烦。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佛呢这个苦口婆心就是告示这个阿难以及大众说我们那个佛性它是离言独立，超然的，很超然。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以知大众口语默然心未开悟。阿难呢虽然听到呢这个佛这样讲，说呢盲人有见盲人我们都一般认知就是目睭青眉没闹坏。可是佛说有跟我们明眼人在那个暗室所见的暗是一样的。明眼人暗室里面所看到的暗跟盲人一不一样？一样各位来试看嘛，里面暗索索春秋无见的五在像是什么都无看，看到乌索索，那就是盲人那盲人我就讲他能够得到眼光，就是呢有那个眼角膜，现在医学发达嘛眼角膜把它植进去以后他就能够看见了。那个就叫眼见，因为有眼睛的他看见了。然后那个有眼的人在暗室里面开灯，灯一开一样他看见了。佛说那个叫灯见，不是你眼睛看到，是开灯你才看到，所以叫见。佛讲说完奥妙就是让我们去了解说那个来源，他看到的来源都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来源是佛性不是眼睛。所以那个底下又会讲说这个刚一口气断的人眼睛是不是还好好的？还有看无？没看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刚断气的人他的这个身体器官都好好的啦，他都是没看，是安那没看？佛性不在这样就很清楚明白，对不对？一口气断去佛性不在，没看所以佛性在叫是不是咱目睭有看就是佛性在？看就是佛性看，对不？你就承认了我。所以我们研究就是要这样透彻了解知道
不是呢，那个含混含里糊里，没有那样的，我讲清楚说明白。然后阿难呢，心未开悟，由如来呢慈音先示，虽然已经呢知道这个道理了，可是心还没有透彻了解，那个记就是希望的意思，还希望如来能够呢慈悲的音声来这个先示，宣扬开示，合掌清心自负悲悔，就合掌。然后呢，清心，把心里面的所有杂念妄念都去掉，然后那个字就是等待，等待佛那个慈悲的教诲，所以那个合掌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之前我们就讲我们左手做的事，右手的事都是凡尘事，那两只手一合起来，凡尘的事没办法做。对不对？所以合掌以后把凡尘的事都抛到背后了，然后我们一合掌把心掏出来，对不对？那个就觉，所以一合掌就背沉，然后合觉，很有意思，对不对？刚人安尼的动作在台人没有了所以这样的话都表示很善很善良，所以我们平常也时时可以自己试验一下，能手甲合起来，完全是无法度做可能好表一合了以后心良心拢扭出来对不？跟觉性合在一起，会做错吗？不会了心清对不？有没有？很快所以往后遇到想骂人的时候你就这样骂得出来吗？骂不出来了它就改变了，对不对？很快尔时世尊呢施多罗绵往向光手，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张开呢多绵，因为那个佛的手很柔软那个多罗绵往向他的那个手里面呢就是有那个网往向光手，然后开五轮指就是呢打开呢他的手指。那个毁痴阿难呢，集之大众，就是教导阿难以及大众。我出成道于路远中为阿耨多无丘等，即汝示众言：一切众生呢，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呢烦恼所误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要呢这个五比丘他们来说，他们当时怎么样领悟的那个过程，这样呢讲给阿难以及呢知大众听，就容易教导他们也实际能够领悟那个课程安入我们众生在六道轮回的那个因素，就能够了解，所以这边我就讲，说我出成道，释迦牟尼佛出成道的时候呢，本来就先讲那个华严经万华庄严，只有讲21天那个是把领悟的那个真理全盘都讲说。因为太高了，程度太高，没有人听懂所以他就以大现小，那个大乘佛法隐藏了，然后显现了那个小乘教导众生所以这个五比丘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护王派出来洗导太子
要劝太子回去啊。啊，因劝太子，太子唔转去，而且无面通转去啊。啊，所以就跑到那个鹿园啦，去点那修道啦，那自己修了，那个时候因为看那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接受啊，那个养武，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再跟释迦牟尼佛一起修，自己去鹿园去修，知道这个意思吗？好，我们这个重点所在是要明心见性啊，那个过程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小字啊也有解说。那么四众就是呢，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出家众两个，在家众两个，就四众一切的众生不成菩提。就是所有众生呢，都修不成菩提，以及成就阿罗汉，那么皆都是由于客尘烦恼所误啊。是以往的那个修持他们的方法都是很简单扼要，就客跟尘，客就是来来去去，尘就是灰扬，尘子灰扬，客人来了，客人去了。就像我们的心念心念来了，心念去了，就好像客人一样。尘就是摇动，我们的身摇动，外面的境摇动，然后我们完成所有的一切事业都是摇动，那个叫做尘。尘的本质就是摇动了。我们被客尘烦恼所耽误。假如说现在跟我们讲说，我们被客尘烦恼所耽误我们想得出来什么原因吗？不飒飒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少投入这个修道的那个领域里面。那以往他们对这个一个字就能够使他们成就，所以佛就讲。说都是客尘这两个字所耽误然后佛问他们说，如当时因何开悟？今圣国现在已经修到有成就了。那么这个时候陈乔那起立白佛，这个陈乔那就是歌利王来转世啦。歌利王都知道嘛我们那个《金刚经》就是把那个释迦牟尼佛分解有没有结分解嘛？那个就这个讲说，我假如说有那个怨愤的心那就被你分解就算了啦。那假如说我一点怨愤心都没有，那我全身都又恢复，结果又恢复了，对不对？所以了解说这一些呢重点就是在心。那个心很重要，咱心有咧起无咧起有当时外表看不出来，对不？有当时心起要死，外口了面容在笑迄内底起安尼要夹倒来人安尼还佫笑，所以内外不同，所以心修到。所强调就是心，心的重要，所以我们修持呢，就是有一个六里面忍辱波罗蜜，没有？忍辱，那要了解说佛他，说有对立哪有那忍耐？没有侮辱的人，也没有受辱的人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就是一些假象那假象。那我们假象都看不开了，那怎么成道呢？所以是要我们都对假象透彻认识，都知道是假的，完全只要落入现象都是假的，真的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本体又在我们身上，很亲切1秒钟都没有离开，都亲切。之前我们不是讲嘛真人不讲理事事随着你，岁时半年行止随如期，
你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是否皆欢喜？还记不记得？记得好像不多回答音拢是稀稀安尼啊，拢不记得，拢互我带转去家人较济。真人不讲理不是霸道啊，因为不能落入对待，讲理就是对待，不讲理就是绝对，所以真人不讲理，处处都随你，我们的那个佛性啊，都随着我们。睡时伴如眠，你咧困，伊甲你斗阵困啦；行时随如骑，你若起来，伊嘛跟起来。你不认识他，你唔捌你啊，你拢无研究，他却认识你，伊捌你哦。你甲用伊讲话，你唔甲用，伊嘛拢甲你伺候，伊嘛拢甲你伺候啦。有朝看到他有一天，你捌你啊，诸佛皆欢喜，又多一位佛出来了。你看好不好啊？很好哦，所以记得哪行哪背。我们不是要走路吗？哪行哪背，背顾着咱嘞。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那个乔真那虽然那个时候对那个释迦牟尼佛把它分解，可是呢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厌愤。所以后来又有这个因缘，所以以后我这个成佛以后就要先度你，结果就真的第一个就是度陈乔那，就是歌利王，然后那个最后一个就是那个120岁的两个，一个头一个尾。乔真那呢其意白佛，我今呢长老。以大众中呢独得经，现在已经年岁大了，在佛讲楞严经的时候那个乔真已经当这个长老了，年岁已经多了，德性也大，所以成长老。那么在大众中呢独得解明啊，在大众中他对那个课程领悟的最快最早。就是因为因悟课程两字成果，就是两字使他能够呢成就有那个果位。那底下呢就细数那个成就的过程。说世尊譬如行客我们旅行的客人，托寄礼瓶，就是要呢去住宿，或宿或食，在那边住或是在那边吃，是食是弊这个俗装呢前途，就是吃饭吃饱，困困饱，这么行李款款的束装款行李前途更行不妨呢安住就是袂使讲全人带咧，讲带要钱所以也没有住。若实指人假如说迄个礼品的迄个主人自无忧伊就免来来去去。那么如是思维不自名客自名主人迄个不住就是客那大的迄个主人，以不住者名为恶意。就是不住，像咱的念头拢无大咧啦，来来去去，一个接一个迄念头，迄个不住，叫做客。那么底下呢就解说那个尘，又如心悸，那个心悸呢就是下雨，下了蛮久了，然后一停，那个呢叫做心悸。把那个天空之中的灰尘拢甲伊用迄雨水甲落来涂骹，所以规个天空拢真清晰那个叫寂。那么清阳升天迄日头佫出来那日头佫出来。那么光露中迄个日光伫迄个触旁
迄厝都有旁啊一旁，迄里头更照入来，微旁照入来。那么花明空中啊，只有成形。这个时候发现明了，在呢那个空中，伫迄个光照入来，迄个空的中啊，有发到迄个灰尘的迄个尘相。那么尘子啊摇动，迄个尘啊，拢叮当，拢无一个安尼安稳啊，拢无定着，安尼叮当。那么虚空居然，迄存咧大迄个虚空啊，伊拢定当，伊拢无动作。那么如是思维啊，安尼想，尘起啊明空，摇动啊明尘，那个尘起，就是迄个空中啊，迄个真空妙有迄个空尘起，叫做空。摇动有咧叮当，迄就是尘质，凡尘的迄个质。那么以摇动者名为尘意，所以以不住者啊名为客意，以摇动者名为尘意，就是这个义理。那么佛就回答，如是给他认可，说你讲的啊都符合真理。那么即使如来于大众中呢，屈五轮子，屈以复开，开以又屈啊。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大众之中啊，就是屈五轮子，把伊的迄个手掌，迄五指头啊，拢压落来，变做滚，即嘛佮再开开，佮再合落来，安尼互大家看，为阿难甲阿难讲，说如今何见？你即马看到什么？阿难就回答：我见如来啊，百宝轮掌，众中开合。我看到释迦牟尼佛迄个百宝轮掌，伊手掌敢若百宝安尼，伫个众人之中啊，一打开了又合了，一打开合了。那么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佛甲阿难讲，你看到我的手啊，伫咧众人的这中间啊，伫咧开啊，伫咧合，是我的手啊，有开有合，还是你的见性有开合？阿难呢，他就回答：世尊保守啊，众中开合。我出来呢，手自开合。我看到这个佛的手啊，自己开自己合啊，非我见性啊，有开有合，不是我的见性有开有合。那佛又问：谁动啊？谁静？这个又深入一层了，像叮当像行星。那么阿难他就回答：佛所不住，这个不住就是可了然后而我见性啊，尚无有见，虽为无住。就是呢，我的见性无迄个镜相，见性无镜相，嘛无动相，就是动静双离。这个时候呢，那所回答就很正确了啦。动静双离，咱的见性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性没有动也没有静。没有动相，也没有静相，所以就给他认可，如是，就是这样，安尼就对啊啦，迄手咧开咧合，迄是外境，外面的迹象那外面的迹象跟你的界限没有关系，安尼有了解无？突来一笔，感受说，这个蛮出众安尼真重，在迄担几百斤担袂叮当。我们剩下10分钟要给各位呢这个发问，能够提问，有问题就问会进步的比较快。那上个礼拜呢或许记得说
这个中阴身啊，跟我们那个四性四神啊，中阴身呢跟四神有什么差别？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个四神跟中阴身呢，它本来就是一体呀，就是这个相关联。假如说我们这个整个四神啊都已经恢复到佛性了，没有的话，那大概我们也没有中阴身了。所以中阴身跟四神啊，它是一体的。有问题吗？10分钟而已哦。因为好，请问。应该是这里有就是说，养狗没有腿语结扎就放生，是否也不觉是盗罪？爱则养之，不爱则弃之。这么冷的天气，还把小狗放生，因为小狗才出生1个多月，修道人这样对吗？所有动物灵性都是一样的，此生能不为人，不为修道人，弃养物，不是很残忍，没有爱心吗？这个之前呢，我们都有这个讲过啊，说我们修道啊，不能养宠物，各位都还记得吗？因为我们养宠物是要负责到底呀，要使你养的宠物也来转世为人，你又把它度化成佛了，你才可以成佛。你有找家己麻烦无？就麻烦哦。搁伫咧等，等到伊也袂变人，咱搁变动物去啊。所以不要养这个宠物。它自然，假如说我们还没有进入状况之前就已经养了，那就把它养到善终了，养到它过往了。那这个中间呐，假如说我们有那个想养的我们就可以送给他去养，给他去负责任了，我们就不用再负责任。还有吗？第二个问题，请问营养师，佛性和自信有没有一样？那个名称不同，佛性就是自信啊，自信就是佛性，是一样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刚刚讲说96元人，96是代表乾坤男女，没有代表手术吗？那个9就是阳之极呀，6就是阴之极呀。96是代表阴阳，它就是已经到达那个树的一个顶点，手的上观啦。所以我们说清阳有度2亿，然后弘扬也度2亿，那现在剩下92一起度尽，那个是方便说法。我们要了解那个单就是阳，酸呢就是阴，你要那个9就是阳的顶点，6就是阴的顶点，是就是度尽阴阳，度尽所有众生啊，那个意思是这样，不数目的啦，那个数目的以我们现在来讲，大概有50几嘛70几了这么恐怖啊！有70几啊，70几亿是人类啦。那我们了解说众生啊，不光只有是人类，它还包含所有有生命的都算是众生，都要度他们成佛啦。那个数目都非常的庞大，所以了解那个是一个概类大概就是阴阳，就是凡尘之间所有的众生呢，我们都要使他能够成就，都能够脱苦海。还有吗？好，请说。刘老师，请问就说上次你有提到，就说修道人修到的
就是活性跟我们的水火不可分开的时候，如果有一波油锅啊，我们手去搅动，对不对？这个丝毫不会受损嘛，对不对？那么我们解释的话是不可思议、不可议，对不对？但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手不会受？因为现象界的应该会受伤的，滚烫油啊。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排除了不可思议这样的解释以外，可不可以用就是说我们能够理解的程度？到底为什么雷神人家这样子？功夫。要了解到，那个都是用蛮长久的时间呐，来训练自己，就是气生灭啊，所增长。那所有的现象都是生灭。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身体呀，一样是生灭。那生灭，我们平常假如说，非常注重身体，那是相反，就是气增长，手生灭啦。那气增长，手生灭，我们跟一般凡夫大众没有两样。那努力要达到说，是油窝的那个沙拉油，它的温度大概有200度，可是你的手啊就可以很像我们平常摸那个水冷水一样下去啊这样搅拌，那个就是长时间的气生灭手增长。那身体的生灭啊，它完全可以控制，可以超越。他一走入那个增长世界，增长世界里面啊，他都没有形象，而且没有痛，也没有一切我们会感到难过的，全部都没有。他已经到达那个状态，到达那个状态以后所有我们看到不可能的，那都可能了。所以那个修是要经过蛮长时间。像六祖在猎人队，他那个水火风土，身体的水火风土，天地的水火风土没有两样。结果那个自测不是把那个刀利刃从他脖子经过3次吗？那个六祖脖子还在，没有断，所以自测那个侠客晕倒了不是很久吗？为什么？就是他看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为什么可以？就像我们水投入水，你有办法分辨你投入的水跟原来的水就把它分开吗？没有。那火我们投入火也一样那个意思。那你身体的水火风土投入天地的水火风土，它两不相触，接触不相伤，不会伤害。是那个样子啦。那以我们现在的众生来讲，那一种现象都不可思议啦。可是你只要有心，你想做，你就开始气生灭增长，然后慢慢你的神经我们这个都有神经你全部生灭的神经越来就越淡薄。所以人家哀哀叫，你不会为什么？你转移到增长，不可思议。还有1分钟，好，请说。刚才请教一下就是每一个园会都一样，对？对。那老师有讲过，自古以来这个普度众生，这是头一招。那个是说我们这个园会的头一招啦。他那个园会也有普度众生，道在处理，下一个大园会也有，对不对？你把它连起来了吗？因为下一个园会你要了解到，不一定是在这个太阳系，知道吗？不知的很多了。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心意识来想象
下面的事情。那样的话，我们修道障很多。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神，大家好。谢谢三老天师德、老千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神给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呢？第几页？29、28、28后面。28后面的下半段吗？对哈。这个如来是从轮掌中这边吗？对哈。这个释迦牟尼从那个轮掌中，会宝光啊，在阿难的右边。那么即使阿难呢，回首啊，右盼，转过来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又放了一光呢，在阿难的左边。阿难呢，则又回首左盼。就是看那个佛放出来的宝光。那么佛告阿难，佛跟阿难讲，说汝头今日何因摇动？你的头今天为什么这样左右摇动？阿难呢就回答说：我见如来持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呢左右观，头自呢摇动。那释迦牟尼佛又问说：阿难，汝盼的佛光左右动头，为如头动，为复见见动？是你的头在动呢，还是见性在动？那阿难呢他就回答说：世尊，佛头呢自动，而我见性上无有止，随为摇动。就是呢动静双离，上无有止它是静相，它随我摇动动相，它是没有动就不用说静，没有静就不用说动，所以动静双移。这个时候阿难他已经知道说头在动见性没有。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一直强调说我们这个以为是佛性在身体里面，然后我们到哪个地方就把佛性带到哪个地方去，这样以为所有的众生也都这样，就形成一个共识，大家的认识。这样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有详细解说说呢，我们的佛性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动的是我们的身体，动的是外面万象在动。然后我们的性，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它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不管到哪个地方呢，纵然到达太阳系的外面我们的佛性也在，所以都不用佛性带来带去的，了解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这个之前就一直强调说大家都认为佛性是在身体里面。那佛就讲清楚说明白，说我们的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之处一切心能分别了知心是都一样拢清清楚楚会了解。那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那我们身体里面有五脏六腑。
有抓生法藏，有经转脉摇，可是呢，我们全部不知道，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五脏六腑吗？都不知道哦。所以可见我们的心不在身内。那而呢听到这样讲以后不在身内，那在身外。在身外呢，我们更知道不对了，对不对？一定呢还跟身体有关系呀。所以是不即不离，不即呢就是不住了，不住在我们身上，可是也不离开我们身上啊。所以或者就讲身体它是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我们要呢还给天地。那水火风土它是无知之物，没有知觉性的东西。那可是现在我们身体都有知觉性。那么身体的知觉性我们就要了解它始于我们佛性的那个部分是始于佛性。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把知觉性跟水火风土把它分开。那分开了以后我们修持就是我们那个灵知灵敏的知觉那个呢就是佛性的本体没有形象的本体，这个叫真。我们从小就被长辈告诫要认真要认真可是我们都没有朝的那个认真的真去努力他都论假论现象。那现象变化无常，都是假，都不真。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才一直六道轮回。那上个礼拜不是有人问吗？说那个我们那个沙拉油烧到超过100度，将近200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手下去捞都不会烫，有没有？有。那或许就有解说了。那个就是气生灭守真藏，长时间下来的功效。那个六祖不是被自测从脖子砍3刀吗？那为什么砍过以后六祖没有死掉？就是因为他已经修持那个外面的水火风土跟身体的水火风土已经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结合了以后它不会有摩擦所以互相之间不会伤害。好像我们水又把它倒进水，那我们倒进水以后已经融成一体能够分出来我们倒进去的水跟原来的水可以分得出来吗？已经分不出来了结合一起。所以努力修的时候天地的水火风土跟身体的水火风土已经结合在一起了所以那个六祖被自测砍3刀就没有受伤，没有死掉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到那个不是说一不改这个脖子没有把它伤到或者就听有人这样讲，我说那正确是有，可是有功夫啦那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佛性本体，就气生灭守真藏。身体所有都是生灭的，我们去然后守真藏呢就是那个灵敏知觉性我们都守住它。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那一个水火风土的知觉它慢慢会转移到佛性本体。那当它已经可以转移到佛性本体的时候我们这个水火风土恢复它本质，本来没有知觉性的那个本体就呈现。那当它呈现的时候
你就可以啊，沙拉油，烧滚200度，你的手啊，下去去摸捞那一些呢，沙拉油，可以烧大把香，然后倒过来，把那个香燃烧的部分啊送进嘴巴里面，舌头不会受伤，这样了解吗？不是在讲卡通影片这个是实际修持方面的功夫。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没有？因为我们现在的精神都外放，没有说来说我们不是不灭佛本体啊。那对身体又非常注重，注重身体的现象。那所以这个样子啊，你在经过几生几世啊，都不可能到达那一种状态。就是啊，你的手啊，可以下去200度的沙拉油里面，去捞啊，不可能的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功夫，不可能有那个现象啊呈现。那我们实际做功夫啊，慢慢你就会知道，身体的那个知觉，慢慢啊，就是淡化。然后呢，我们那个佛性的灵敏度啊增加。那越来越增加，身体的那个所有风土啊，越没有知觉性，到后来你就可以真正的做到不可思议的现象都呈现。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的佛性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很奥妙的那我们一般对它的了解度啊都不够。都注重现象，身体的现象啊，不管我们再怎么注重，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努力去养生啊，都一定会死掉了。死掉的时候啊，身体的所有风土就归还给天地所有风土，我们都不能够拥有。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我们可以自己主宰。到达那个时候啊，我们就那个生与死啊、迷雾啊，已经都无关重要了。因为回归到我的本位，每一个都是佛，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自己本身就是佛。现在所以还没有成佛啊，就是了一了业障，然后呢改一改观念，了解吗？这很重要我们都可以做到的。所以这边这个阿难他已经列到说见性双离动静，没有动也没有静动静双离。然后我们在生活之中也要了解到说我们的佛性是常住不迁没有搬家啦，没有搬来搬去啦。然后呢，如如不动，是不动的。因为呢，如如不动，所以我们看影像才清晰，不是只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讲嘛。记不记得？记得我们有玩过相机的都知道照相的时候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手不能放动，一放动呢，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那可见就是不动的时候才能够清晰。那我们假如说一直以为佛性是在身上，我们头都一直在动，对不对？那我们头动的时候我们那个那个佛性看影像也一样模糊不清可是我们现在头转得很快，看的影像又很清晰，对不对？就是身体在动佛性没有动佛性如如不动。你有了解无？蛮重要的一个观点。咱拢以为讲佛性伫身躯你若去倒了，甲带去倒位出国去观光的话，就把佛性也带出去观光不用带了。他本来你要到哪个地方去
佛性都有了，都有，它遍满整个虚空。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周遭的万象都了了分明，对不对？为什么能够了了分明？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有无？看甲足清楚的足多人大家拢失控，大家面无共，对无？拢真清楚嘛，那个就是佛性。我们佛性非常亲切，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呢要认识它。那么释迦牟尼佛就给他印壳，说如是对了，你咧讲安尼对，见性双离动静，没有空相也没有净相。那么是如来呢普告大众，这个普遍呢告诉大家，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这个摇动就是尘，凡尘凡的景象是摇动。因为它一直在这个生灭不停，所以我们也有浅显的问嘛那个清净境那个动则静之机有没有？大概那一句话考倒多人都是静为主要。为什么动呢？变成静的基础呢？所以那个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解说。假如说凡尘不是动，小孩子不会长大，我们万物也不会生长。万物有没有生长会出芽会大长，对不？咱囡仔会大汉，人会老，对不？有没有在动？都是全部都是动。那假如说我们静下心，跟天地一样动，这个叫做动则静之机。那假如说我们也动，天地也动，这个叫背道。违背这个道，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摇动者名之为尘，就是凡尘尘它有那个污染污的意思我们这个房子里面窗子门都关起来，会不会有灰尘？有，一样会有还有得来。从虚空来虚空之中呢，自然都有自然呢都有灰尘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尘就是染污污染我们的佛性本体，使它呢不清净那我们呢在凡尘就要去掉这一些尘垢，凡尘的污垢全部都去掉它能够去掉凡尘的污垢，佛性就清净。它清净以后归到本体了我们就能够回到本位回到我们每一位都是佛。那以不住者名之为客不住，像我们的念头多呢心不住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那个不住。那不住呢就好像呢客人一样客人来了这个问题讲完办完了他就走了主人都不用了，不用来来去去，可是呢客人就要来来去比喻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呢都是生灭来来去去所以它不住。那么汝观阿难头自摇动见无所在动，身体在动，万象在动，然后见性都没有动，如如不动又汝观我所所知开合又汝观我所知开合见无失，失就是张开见就收起来我们的见性没有张开也没有收起来。然后底下我就讲说允何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静把那个身我们的法身以为说这个肉身的身呢就是法身，然后以动为身，然后以动为静完成那个景象全部都把它当成真。那么从此际中
那个从开始记呢，就是到达，从开始到达终点啊，念念生灭。我们念头啊，一个接一个，念念呢都生灭，然后遗失啊真性，真性啊，就遗失了。我们曾经啊遗失过东西嘛，都会有那我们真性也被我们遗失掉了，因为都不认识它，所以不要它了，遗失真性，然后颠倒形式，这个颠倒，就是呢重要的都不注重，不重要的看得很重，就颠倒。老一辈的说啊，钱话拢唔白唔钱话看到老。各位有没有这样啊？还有啊，无钱话看到灰老。所以了解到了那个颠倒，我们凡人啊，应该注重的佛性啊，我们都听了；应该看清的身体啊，我们都看重了。伫咧养生伫咧顾，有啊？要顾身躯啊无啊？下面要去假修真爱顾，才法度把佛性呢修得很光明，能够恢复本来，所以我们了解说，那假的虽然是不真，可是呢，我们要好好用它。就是不要利用它，吃喝嫖赌这样就好了。我们可以啊，借身体的假来修佛性的真，借假修真，可以让我们呢回归啊，到佛本位。那假如说我们吃喝嫖赌啊，借着身体享受的话，造了很多罪，一口气不来，到哪里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啦。进入三恶道以后啊，就迷迷糊糊了，都知道苦难。我们看那个三恶道最轻的那个畜生道，畜生道知道苦吗？知不知道苦？你也不是畜生，还哪样讲他不知道苦？你有蹲下来问他吗？你也苦呗？他怎么回答？咕咕咕咕咕。所以性心失真，任务为己。我们的佛性跟我们的真心已经呢失掉了，它的那个真。任务这个水耳风土就是物东西呀。任务为己，任东西就是为自己。我们把这个身体看得很重，就是任务为己。轮回之中自己流转，在轮回之中六道轮回之中，我们自己取那个轮转，一直都是不离开呢这个六道。这个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这个大众去阿难讲。那么尔时阿难及之大众闻佛是会，这个时候阿难呢及诸大众听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开示教诲，身心泰然，就是身心呢安泰自然，很快乐的念无始来，就是回想回观无始以来失窃本心，就是本心都失掉了，失去了，妄认眼尘分别影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眼尘就是尘眼，我们跟凡尘结的缘蛮尘都很贪恋凡尘，那个叫眼尘。那么分别就是凡尘里面的所有一些影像都了了分明。那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些影子就是影子方面的事。所以
都是虚幻不实在，凡尘的事都是影视。像我们时常都在用有影无，有影无，影视就影，有影无吼，有无，有影无，无有实在就有影，你若准看到人，就伫个脑中那无影，一定看鬼啊！所以人实在也有影，有影。那么进入开悟这个阿难呢，他讲今日已经开悟，经过佛的那个开示教诲，已经能够领悟了，如师如儿，好像呢，那个幼儿呢，这个师这个母亲没有奶可吃会慧命丧失掉了。那么呼吁慈母，现在呢，又遇到了慈母，可以慧命相续了。合掌礼佛，就是双手合掌，然后呢这个礼佛，愿闻如来显出真心真实跟虚妄，真妄虚实那个真实跟虚妄的真假所以真的跟妄的，虚的跟实的，现前生昧与不生昧，二花明现，就是呢，希望说释迦牟尼佛能够显出身心真的跟假的，虚的跟实的，生昧跟不生昧，这两方面都清清楚楚的能够呢，让大众以及阿难呢，他们都能够发现明了这个时代的我们的那个本心。那么这时候波斯诺王起立白佛，我喜未成之佛毁斥这个波斯诺王就是宴佛请佛吃饭的那个波斯诺王起来呢向我表白，说我往昔未成之佛的教诲然后赐命。那么见迦旃延毗罗耆子，这个迦旃延以及毗罗耆子是印度6位外道里面的2位他们呢都是外道贤言，贤呢就是全部多说此生身后断灭这个外道就讲说我们呢一口气不来那个一了就白了，死后呢就断灭，名为涅槃这个呢胡说八道了涅槃是不生不灭，他说断灭死后断灭是涅槃那个不对的。那么我虽执佛虽然这个波斯诺跟我同时出生在凡尘这个时候波斯诺王62岁，那因为释迦牟尼佛跟这个波斯诺王同一年出生在凡尘，所以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比那个金刚经这个还要早。金刚经是68岁的时候讲，那这个时候是62岁还早6年。那么今有狐疑因为听的时候断灭他觉得说不合真理，可是呢不知道他的结果是怎样，所以还怀着那个狐疑的心。那么允和发挥正知此心，怎么样来发挥证明知道这一心不生灭地怎么样可以到达不生灭地？那么今此大众知有漏者贤贤的愿闻
这个大众里面啊，这个挑起那个吃有肉，有肉啊就是程度啊比较低，精神都外放，是有肉。那肉呢，翻成我们中文叫做烦恼。那有肉啊，就是有烦，所以只有烦恼者啊，全部呢都很喜欢听呢，那个不生灭的那个真心。那么佛告大王，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就告诉波斯诺王所以他们都互相呢尊重，这个佛称呼波斯诺王也称大王，那波斯诺王这个称佛，他们都互相尊重。汝身现在释迦牟尼佛跟波斯诺王讲，那个时候断灭不用讲，那个没有看到，那么讲汝身的现在。几乎问汝，现在呢问你，汝此肉身唯同金刚，常住不朽，为何变坏？问你现在这个身体这个肉身是跟金刚一样呢？能够常住不朽，不会这个腐朽不会坏掉，维护变坏，还是呢它会变化坏掉？然后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我今此身呢，终愁变灭所以我现在这个身就会变化消灭。那释迦牟尼佛就问说：大王，汝未曾灭云何诸灭？你都还未灭，你哪知影讲一定会灭？都还未死，哪知影一定会死？然后呢，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虽然还没有灭，我观现前念念牵系，就是呢有听那个外道讲说死后断灭，所以他对现前的一切变化非常在意所以非常仔细的观察，所以观察现前念念牵线，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一直千变，然后代谢。那么心不住，心出来的念头呢又不住，又呢有后面的又升上来。那么如火成灰好像那个木或是能烧的东西一烧了就变成灰了，渐渐消愈，慢慢的一直消失印亡，印亡不息一直朝着死亡的道路前进，觉知此身呢当愁灭尽所以知道这个身体一定会灭尽。那么我听他呢讲这个呢都还都符合这个真理，所以给应说如是。大王，如今生灵已从衰老，颜貌呢何如童子之死？所以现在的那个年龄已经衰老的62岁，那个颜貌跟那个童子的时候比较怎么样？有没有一样？然后波斯诺王他就回答说：世尊，我昔孩乳肤臭润泽，我往昔那个小孩子生的时候耶孩会走路要如此孩乳。那么肤臭肤就是皮肤，臭呢就是皮肤的纹理，润泽润滑光泽，年至这个长成血气充满一直这个年轻的时候长成了血气充满，而今呢颓龄，现在已经颓败的年龄，迫于衰貌已经呢被先赶到已经衰貌那个老底下一个毛那帽起蝶毛
就是真老啊，社会以上70、80、90。那么形色呢，孤脆啊，精神昏昧，这个整个形象都叫孤脆，很憔悴啊，孤微憔悴。精神呢，已经昏昏不明的，很暗昧，花白啊，面皱，头发都白了，面孔啊，那个皱纹啊很多，歹将不久，就是在凡尘个免偌久就死啊，这个歹将不久，这个翻译的把他们这个翻成前后转过来讲。那么如何见比呀？通胜时跟那个孩童的颜貌不能比。那么佛释迦牟尼佛就说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说你的这个形容应该不是很快就马上到达这一种那个腐朽的那一种程度。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变化密仪呀，我们那个身体的变化密仪，我曾觉，不觉不知不觉，我们身体一直在变化。寒食天流，就是这个冬天过去了，夏天来，夏天过去了，冬天来，见千变流转，见于此。”渐渐到达这个样子，底下呢就细数那整个过程。何以故？我年20虽好年少，颜貌已老，40岁时，讲我20岁虽然还阁真少岁，不过已经比岁较老啊。30之年又衰于20，30的时候哇，又比20岁更老。如今呢，60又过于62岁，官50时宛然强壮。我今嘛62岁，想我50岁时阵，还阁真勇，宛然呢很强壮。世尊，我见密仪虽死此肉，这个此肉本来是死亡的名称呐。那么这边呢？就在讲变化的现象。那么其间留意这个中间那个变化且现10年就讲10年中的变化。若复令我维系思维就是维系的来观察来想，即便年为一季，一季就是12年一季之中那个10年的变化也都很大时为年变不止是一季，一年就已经有变化了。其为年变亦见业化，不只有一年的变化1个月一样它也变化。那么何止业化？不只有1个月变化，又兼入间一天一天又千变所以这个形容那一种那个观音因我们那个时间的流逝很细沉思谛观，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又能够沉思谛观，静下心来观察。刹那之间我们的念头一个念头一个念头都一直延续不得停住。故知我身呢终从变昧，所以知道这个身体一定会变昧。那么佛告大王，汝见变化千改不停，所以你已经看到这一种这个秘密的那一种变化的情形都能够了解。悟知汝昧由这个现象领悟知道你会这个死亡。亦于昧时汝知身中有不昧也。
说呢，在灭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你知道身中有不灭的吗？这个波斯诺王合掌白佛，他就回答：我实不知，实在呢不知道。那么佛就讲：我今呢是不生灭性，那我现在呢，这个开示给你知道，那个不生灭性的地方所在。底下呢就借着经过的事来讲，说大王，你年几时见恒河水？波斯诺王回答说：我生3岁我的那个年龄3岁时候慈母吸我夜齐婆天，就是他的母亲带他呢去拜那个齐婆天。齐婆天呢，就是长寿天啦，去拜这个长寿天，希望呢能够长寿。那么经过此流就是经过恒河，20几支是恒河水。那时候3岁就知道就是恒河，所以他们那个印度很有名所以恒河又很尊敬。那么释迦牟尼佛有讲，大王如所说20之时衰以10岁，乃至60变一直这个时间的经过都一直在迁化改变。则汝3岁见楚河时，4年13，其水允和。你3岁见到的恒河水，跟13岁见到的恒河水有没有一样？波斯诺王回答说：13岁的时候如3岁时宛然无异那个都没有变化了。3岁见到水，13岁见到水都一样，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乃至于今年62亦无有异。到现在62岁见到的恒河水也是一样，没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佛就讲：如今自伤自己很感伤，发白面皱，头发都白了，容貌皱纹很多，其面必定皱以同脸，那个面容一定呢这个比童年的时候皱纹多得很多。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以习同时观河之见有同貌不？所以佛就问波斯诺王说：你的面跟童年时候的面容已经都不一样了。那么看到的恒河水现在看到的跟那个往昔孩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看到的见性它有没有生出那个同貌呢？就是已经有生那个模出来。各位了解吗？我们的见性会不会生同貌？会生模出来没？不会所以是那个波斯诺王回答说：不会是真无生镜里面没有生东西啦就是呢真清楚。那么佛言：大王，汝面呢虽皱而此见精那个见精就是我见性，精呢就是纯一不杂叫精，见精就是咱的见性本体性未成动，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的见性无了啦。那么皱则为变，有迄个迄个皱纹是变，不皱会变。若无了迄个无变化，那变则寿灭会变化呢，它就会消失不见。那彼不变者言无生灭，不变的话呢，它就没有生灭。那么允和一中受汝生死，
所以那个不变则没有生灭。为什么会在你的认知之中呢？接受你那个生死。有以彼莫切离等，就是外道所讲的话，多言此生死后全灭。用那个外道所讲的呢，都牢记在心。那么王闻是言，波斯诺王听到呢，这个话，信之身后舍生弃生，就知道呢，自己就是死掉以后，舍生就是舍掉这一生，去生又往下一生啦，舍生弃生，我们六道的都这样，舍生弃生。那么以知大众踊跃欢喜得闻有，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那个波斯诺王只在意他那个死后这个断灭了，他没有这个要求找到真心，也没有要求呢要呢修正成佛，所以只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说那个死后舍生弃生，他就已经很高兴了。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听到那个见性不灭，所以又产生了他的那个疑惑，所以即从骤起，阿难呢即从骤起。那么礼佛合掌惭愧拜佛，说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这个见闻就是能够看到恒河水的那个它呢都没有生灭。那么允何世尊呢明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形式？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我这些有漏者这个比较低层次的辈分遗失真性，然后颠倒形式，这个有一点怪罪那个释迦牟尼佛责备的恰当所以他又开始问了。那么愿心慈悲喜我成垢，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心慈悲洗我这个凡尘的污垢，所以这边就是第四个十方显见的第四个显见不失，虽然颠倒，可是呢它不失掉。那么即使如来垂金色臂轮手下执，是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导。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自然两手下垂垂金色臂，然后呢他的那个手指就指向这个地上，然后呢告诉阿难跟阿难讲说：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母陀罗手为正为导。各位浅浅，我们两手下垂是正还是倒？这样是正还是倒？两手下垂是正还是倒？我们平常都没有去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当佛一讲了以后我们也想非常久，安尼是正是倒？然后阿难呢他就回答说：世间众生以此为导。因为每一次阿难用自己的那个意识来回答，时常被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头棒喝所以他拉世间众生呢来垫底说不敢用自己的意识回答，说世间众生以此为导，而我不知谁正谁倒，这个你都不负责任拢推给别人说这个世间人。然后佛呢就随着他的那个话语就跟他讲说：若世间人以此为导，即世间人将何为正？世间人拢讲安尼好做导，世间人讲安那好做正，
阿难就回答说：如来是必呀，陀罗绵手啊，上止于空，则名为正。阿难释迦牟尼佛讲你手啊举起来，比的天空那个比在这个天上，安尼就叫做正了。这个佛也很听话，佛即是必啊，叫牙开都牙开，那么告阿难言，跟阿难讲，肉子颠倒啊，手尾相换，我们这个双手下垂的时候啊，各位可以看，手臂在上，手在下，然后呢，我们一举上去的时候啊，手指在上，手臂在下。这是手尾相换，手尾相换，所以佛讲，说肉子颠倒手尾相换，知世间人一辈沾湿，这个手臂没有一定的正，一定的倒，没有一定的正倒了。然后我们以为手臂有正倒，已经是1米。那直轴上视为正下垂为倒，这个又加1倍倍米米上加米，往上呢加往，这样了解意思吗？都已经唔对啊，还唔对，顶头搁咧用心，佛就是这意思。1倍加1倍的沾湿，则诸汝身呢，以知如来清净的法身比类花明。所以从这一个观点知道你的身体跟呢是如来已经证悟的那个清净法身比类花明，就是拿来相比，这也就发现明了。如来之身名正偏知，汝等之身呢好性颠倒。这个如来之呢就是正偏知。所以呢我们了解那个正知我们了解说这个心包万法，偏知就是万法为心，是正知偏知。那我们众生呢好性颠倒，因为执着心是在身内，然后法居这个心外，这样呢就叫做好性颠倒。那么随汝地观呢，汝身佛身，称颠倒的名字何事号为颠倒。所以这个佛呢要这个阿难来地观，这个仔细的观察，说我们众生之身跟佛身，这称颠倒者，那个名字何处号为颠倒。那么以使阿难以知大众邓蒙瞻佛，目见不顺，不知身心颠倒所在。所以这个呢，我们了解说。这个一般呢，我们都很少去探讨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颠倒的名虽然是在我们这个身上，可是呢那个真理义理就是从我们的心，由心呢这个起颠倒，所以身上呢不知颠倒相所在。那么其相更不在心，的义理乃在于我们的固执，由迷真呢起固执，才称为颠倒，而心呢实不依之真成颠倒，所以在心上也不是颠倒相之所在。那最终呢，我们了解说。非可相求那个颠倒不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只可以从义理来求。因迷执固执了而说颠倒，然后我们呢迷执固执
也不是有相的东西呀，所以不能够指其相之所在。所以这边那个佛一讲啊，这个阿难达以及大众啊，都不知道这个佛所指的是什么样的地方所在颠倒。那么佛心慈悲，哀悯阿难及之大众，发海潮音啊，遍告同会。这个佛心的这个慈悲说我们众生真的都蛮迷昧都是真妄为真，所以心慈悲，哀悯阿难及之大众就是可怜这个真。那发海潮音这个海潮音就是呢这个即使海潮它都呢这个浪一来都会这个即时，所以海潮音呢就是这个即时之音。那遍告同会，就是普遍的告示同在这个楞严法会的这一些修持者。知善男子佛常说言，摄心之言及心所使，知所演化为心所现。汝身汝心呢，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所以我们了解到佛在这个地方呢，就把凡尘的所有山河大地所有万象全部呢都讲，就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之中呢现的东西。所以这边呢就是讲这个法性法性中法性全部这个色心知眼及心所属，知所演化，全部呢都是唯心所现。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全部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之中所现的东西。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之所以这个追求心理心法所讲的万象万事都是我们佛性所生它的根据来源就是这边。那我们了解这个是法性，那么法性只有一个，可是法相就有五位百法。五位百法，五位就是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五位五个。那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五个五位把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都收纳在这个五位百法里面。那或许呢之前就曾经有讲过这个五位百法那个时候呢承蒙那个坤道典师也印那个书面资料给我们，有没有？不记得了但已经蛮久了那或许把这个五位百法的内容全部解说，要不要？这五位我们先讲第一个色法色法、心法。心法就是心所使用的方法心所使用的最多了色法有10个，心法有8个，心所使用的有50个最多，然后不相应法有24个，无为法有6个加起来呢刚好100个100个就是包含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那我们先从色法讲，色就是形象那形象呢
在凡尘来讲有11个，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5个了，对不对？然后6尘色声香味触法，5加6 11个，凡尘的色法就是这11个啦，所有的万象超不出这11个，都全部在这11个里面，就是色法，像呢，那个6尘的第一个色，它包含最广。然后呢，心法有8个，各位浅显，8个是什么？就是我们8识8识知道吗？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8识，这个就是心法。心法呢，有8个。然后呢，那个心所，心所法，心所使用的法有51个。那51个里面呢，又分成5遍行、5别境、11个善法、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4个不定法。那20个随烦恼里面又分成大中小，大有8个，中有2个，小有10个。那我们现在呢，先从那个5遍行先讲5个遍行。遍行在我们心所使用的里面，心所使用的里面呢，我们就是了解它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宽广。遍行5个遍行，遍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那个呢，是最重要。之前我们都有讲过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有没有？以后有那讲讲看，5遍行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作意，工作的作意念的意，作意，是遍行在我们那个心所里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接触，我们接触它就是5遍行里面的那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受，接受感受。然后第4个就是想念的思想的想，然后第5个就是思，思想的思，叫遍行，遍行在我们的心所里面。然后5别境第一个呢就是欲望，我们的那个欲望。第二个呢就是圣洁，圣洁就是对我们观照的景象决定认可，不可怀疑一怀疑圣洁就没有了。然后呢，第3个念，第4个定，第5个慧，念定慧，这个叫5别境，要个别的景象。然后呢，有11个这个善法，心所识里面有11个善法。第一个呢就是信，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信。然后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然后精进清安不放逸，然后行舍跟不害，11个善法，善法有11个。然后有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我见。你看我见列入根本烦恼，所以那个我见就是邪见，不正确啦。这个呢是实义6个根本烦恼。然后有20个随烦恼，随的
我们心所烦恼随，那有大中小，大有8个，8个就是我们了解到那个随烦恼的重要就是调举，还记得调举的意思吗？我们把心举得高高，让它不安，这个叫心都掉了，把它举高，让它都不在了。比如我们去买那个9.6亿的刮刮乐，心有没有掉了？都想要丢心都没呀，那个叫调举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调举都是使我们的那个心不安不能够安定心都不能够安定那个呢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不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不要把心这个举得高高的，让它呢不安定所以不要有这个调举，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最少使用调举的这个名词，很少用对吧？所以一讲呢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一讲出来下面有做调举这样知道了吗？所以我们是不要这个调举一调举了以后时时刻刻呢我们生活都好像悬在那个半空中所以不要有那个调举的那个事情呢在我们生活之中就是要了解那个重要性。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是什么？不是都有听过吗？懈怠，懈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完成的事情要有成就都要精进那懈怠的话一定成就不了。可是我们最容易有这个身体那个懈怠是很容易就产生很容易产生了这个懈怠然后第三个昏沉，这个昏沉就是咱的那个神不济可以有没有昏沉的时候？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昏沉就是精神不济，昏昏沉沉很容易就形成，对不对？那当昏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个那个觉在不在？昏沉的时候觉在不在？那不觉叫什么？叫无明啦。昏沉的时候还叫昏沉，那就同一个名词了不觉啦，不觉就是无明所以我们了解就是无明。然后呢这个第四个叫做妄意，妄意知道吗？妄意假如说我们坐那个大众运输看到那个两只脚然后伸得直直的有没有看过？那个就叫妄意动自己的意念妄意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都蛮生活之中蛮会呈现的啦，都会让我们这个走路不很这个修上面不很正确的那个方向所以不能这个放，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是属于心所使用的那个随烦恼里面所呈现的
然后呢再下来就是这个思念，思念啊，我们念我们不是饱足都没有念头就叫正念吗？我们思念就是拢规个六神无主思念，然后第七个就不正那个散乱到最后一个呢不正知，就大的有8个，中的倒比较容易记无惭无愧，惭愧没有惭愧随烦恼的2个中的，那小的随烦恼有10个10个，第一个就是愤，一个分底下一个心，然后第二个厌愤的愤，立心边再一个梗愤，然后第3个覆起来覆盖覆第4个就是恼懊然后第5个嫉妒的嫉第6个牵的牵牵，然后呢第7个陷，第8个害陷害第9个骄傲的骄还有一个什么老师记得很好，没错，就是狂然后4个不定法第1个就是后悔第2个就是睡觉的睡，第3个呢就是寻找的寻第4个就是事，一个人字边在一个总司令的司事这个4个不定法这个是20个随烦恼里面所呈现的，然后不相应法有24个，就是不跟心法相应，也不跟色法相应，它就是独立那或许先把它从头到尾念一次：得命根众同分一生性，然后呢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然后名身具身闻身生住老，然后这个生灭流转然后同意相应然后这个世数次第然后这个时间的时，大方的方，以及树木的树，然后和性跟不和性24个那呢一个一个解说它的意思。第一个呢得我们得到了，得到跟失去它是相对待，所以这个得呢不跟心法相应，也不跟色法相应，它是独立的得。然后我们呢命根我们生活在凡尘有命根然后众同分众人大家都一样那个共识众同分，然后异生性异不一样然后生性生出来异生性不同，然后呢那个受想定灭尽定这个属于我们修的定力也跟色法修法不相应然后呢再接着下来就呢名我们那个名名字的那个名声，然后呢这个记一句一句一声，然后文章文声3个，接着呢生住老，所以我们在完成的生然后住相老年岁大生住老，然后无常流转无常一个流转一个然后呢同意
同跟异不一样然后相应相应也不属于心法，也不属于色法，所以它不像法里面然后呢再接着四数，四就是四力这里四度的四然后这个次第一个接一个缓慢次第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都在不相应法里面。然后呢接着就是时间的时，然后方大方的方然后树木的树手然后和性跟不和性24个不相应法。然后呢第五位的无为法，那无为法有6个虚空为，然后则昧显则昧非则昧，然后呢这个不动然后呢受想昧跟真如这样呢整个五位刚好100个法五位百法。刚才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呢色心诸缘色法心法以及呢诸缘心所跟不相应跟无为都属于资源，所有的因缘以及心所使用的方法诸所演法，全部都是唯心所现，都是我们的那个真心所呈现这个呢就是万法唯心心包万法。之前我们师长都会讲说我们无念的时候叫做什么？叫佛知佛见，对不对？那佛知三心不可得，佛见不执着一，不执着欲。有没有印象？好像是忘光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了解说一研究深入了以后有蛮多的一些那个内容名词我们有时候连听都没听过了没听过当然就不知道它的意思不了解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那更差得很远所以要做都是要先了解，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农历年的最后一次上课了下次上课已经过年元宵以后2月11号2月11号就是明年第一次上课所以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就可以这个拟定方向目标，背一背我们想知道的真理假如说我们利用这个过年的1个月时间把这个五位百法都背下来，可不可能？明年有没有那个勇气说我来背给大家听？有没有？五位百法因为我们知道了以后就会了解说完成的万象万事离不开这个无为色法心法心所使用的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绝对的里面，那我们有背的时候知道是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宽广那我们了解以后对真理的那个认识有非常大的帮助就不会含理糊理我们时常都会含混，对不对？都安尼啦，都安尼就对了，都安尼，拢个夹做伙啦，有没有？那我们假如说对这一些比较深入的话，会知道他每个角度所讲的都不一样。
那我们不一样的角度啊，有不一样的作为，那成就啊也以不一样的程度啊，所以那个也是啊帮助我自己，所以或许之前就已经有讲过了，因为在北部啊，这个楞严经啊有讲过2、3次啊，所以那个时候啊也就有背那个五位百法，现在呢又把它这个恢复啊，他说背能够改复习，所以啊不但能背，而且能解说。很多都是背啊，背的时候会了，可是一解说以后啊，解说完了糟糕，下面个讲的下面转不赢，时常都会有这一种现象，所以背很熟以后啊，就不会了，他一个会接一个，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佛所讲的，就是完成的万象万事啊。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的，这个呢我们要接受啊，是要一段时间，对不对？你看我们已经上课2年多了做这个观念啊，是不是刚开始听说哪有人安尼下面山河大地都我的佛性，很奇怪都会说山河大地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会都是我的佛性？可是我们一研究了，一深入了以后，没有真心佛性就没有山河大地，所以整个万象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佛性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所有的万象要发挥，我们佛性都不拒绝，都让它呈现。那万象的呈现跟万象的那个消失时间呢都很短暂，不过100年而已啦。那100年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来讲，它只是一个一刹那，很短暂的。所以我们了解说，为什么会生花？生花呢，就是众缘集会，然后才生花。之前或学姐还记得说在义佛宫有上过一堂课，那个时候就是用这个，我讲大家拢有双手用的时阵手摸拍，了解道理。你看咱拍谱的声对无？这个声的来源倒来？为正手来？正手会出声袂？为倒手来？倒手会出声袂？去空中来？空中会出声袂？无音家己走出来，无音会出声袂？拢袂你看众缘聚会，有正手，有倒手，有空间，有咱的心，声就走出来，对无？所以观地万象跟万事拢是安尼啦，众缘聚会它才成立，叫缘聚则生啦。即摆缘散你无咧拍则灭，就无去对无？咱知影这个道理爱顾一遍，拢唔免对无？万项拢是因缘集合才出来，万缘消失就无去，咱哪着顾及害着啥？害家己啦，害家己拢烦恼的对无？有没有？咱若拢无讲迄个缘聚则生，缘散就灭了，过了就过了不要有善心思想，不是整个佛性拢呈现啦，有无？所以当下念万年拢伫内底，万年拢伫咧咱当下一念。咱若有善心思想，咱就拢伫咧六道轮回。爱辛苦嘛苦袂了，苦袂了想找，家己找来对无？咱就拢家己消掉，这苦袂了，拢甲消掉，迄是咱家己找来。迄经识已经拢变换，
咱固执伫个旧的景色内底，好，抑个固执条条，有无？拢安尼吼。迄甲咱骂的人，毋知拢走啊倒去。啊，咱伫个骂的迄个内容内底，抑个气干呢吼，阿妈滚筋大条，有没有？真戆吼，真戆真巧。毋过咱也无去吼，佫会互笑。所以哦，我们了解到哦，在凡尘啊，我们走入这个真理世界，所以一进入以后，哦，咱就要了解，别人好歹是非都免讲啦，伊做足侪功德唔分我啦，啊，伊做足侪罪过吼，我唔免去甲担啦，安尼爱去讲人哦是非也免，唔免啦吼，迄无效咧吼。啊，所以吼，迄就拢莫讲，吼，拢过去啊啦，迄拢无，啊，所以吼，观恶缘啊是功德，迄无代无志吼，甲咱离离咧麻麻咧。我们想一想啊，那会安尼？是安那甲咱麻麻的吼，是啥物原因？啊，原来就是咧甲咱消一寡业，甲咱消一寡罪，啊，咱若来对立啊，就是无爱好笑啦。啊，平常咱拢安尼吼，咱拢顾一条条。啊，我要甲抹条条啦。我的罪过，我的业吼，我拢要甲抹条条。你免甲我笑，是不是这样？好像是吼。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啊，喜欢骂人啊，自己啊就是不明理，不明理才爱骂人啊，对不？啊，不明理的人有可怜啊无？可不可怜？很可怜敢若跋落去古井，啊，咱唔通摸石头搁甲沉落去，咱知影伊可怜就好啊。伊后日啊迄个景象啊，伊咧敢骂，咱伫咧看伊可怜。这样会怎么样？那个旁边有手机照相的，赶快照起来。一个接受嘲骂，一个骂人，然后那个被骂的人很高兴，骂人的人那个气势足强，一定食足这个五心呐。五心知影？讲看卖，长啊菇菜，因为那个五心啊，会帮助我们发威。你若拢卖食你咧想迄面容拢袂歹看，好看。啊，你若有食迄五心迄个是因为帮助你啊，食迄物件帮助你，发出来迄个威形真重，啊，看到会真恐怖。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培养的素食？假设是一方面无甲这些下等动物啊结恶缘，啊一方面啊培养咱迄个慈悲的心。慈悲喜舍啊，是咱佛性内底本来就具备，本来就有。可是我们现在大概都拢唔知影讲咱佛性有具备啊，慈悲舍。慈就是娱乐，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拔苦，把人家的苦啊拔掉。然后随喜功德无边，要随喜，人家好了要高兴，然后舍啊就是布施，什么啊可以给人，这样呢就不执着，就呢很快乐的生活，所以我们了解说佛性里面就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本来就有，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都没遐啦，所以这一阵子啊要看那个老子的那个
那个天运啊，老子在讲那个中无主而不直，有听过吗？我们中心没有主人呐，那个道啊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听过要记哩啊，我们听过拢你等于家人较远过，你大顿的啦。然后我又背着回去了，难怪一次都那么重。所以那个老子讲的那个道理啊，都是很简单、很扼要。说我们中心没有主人啊，道就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然后外无正而不行，外面没有正念你就无法度做出来。所以做出来拢跟真理啊相符合，你才能够做得出来。然后那个名啊、公器啊，不可多取。咱爱名对不？爱真好的名，爱学了迄个名声啊，老子讲迄公器，公的器物啊，不可多取，袂使摕伤济啦，一时也就好。然后呢，仁义啊，先王之举辱，迄就是先王迄个因迄个传递信息，咧休困迄个驿站咧休息的方式，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会使住一下，袂使住伤久啦。所以那个仁义，然后这个古之智人，古时候的智人呐，那个假道于人，偷走于义呀，就是从那个道里面的仁义然后去行之，然后这个以有逍遥之息，然后食以苟简之田，利以不殆之朴，逍遥呢无为，然后苟简易养，然后呢不殆无出，就是说呢，我们要培养那个无为的那个生活无为无所作为然后苟简易养，苟且简单好饲的啦身体佫健康咱即摆食了伤好身体毛病真济愈简单身体愈健康愈长岁数不殆就是不谋利，不谋利的话我们人就不用付出就会完整咱拢付出神都善的所以老讲说以富为食者不能让路就是伊拢爱就爱趁钱就爱累积财产伊迄个别人迄个要趁钱的迄个路伊拢袂溜啦，伊拢要占的家己趁。那以显为士者不能让名显明显你若是追求要出名你拢迄名拢袂去让人讲谁的名若比你较好安尼较侪人学了你就嫉妒，有没有？我们都会这样什么人好若安尼大家咧学了迄内心好安尼已经嫉妒唔好讲亲贤者不能与人比就是讲你若爱管拢6条条你就袂放管给人然后而一无所见对这个道一点点都没有去体悟，一就是道，一无所见，就是没有去印证那个道。那么以窥其所不修者是天之入冥看遐无用是咧创啥原来就是上天咧刑罚人民啦咱若受上天的刑罚就是咧追求钱、追求名、追求权利迄个已经上天惩罚，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是在庄子的天运篇里面第5小段
那一段也蛮对我们帮助也是蛮大的。因为孔老夫子研究易经已经有12年，可是还没有得到。那我们现在的人研究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了，可是都会称为自己都已经了解了，就可知道我们那个差的那个程度很远。那我们又回来讲个楞严经，还剩下20分了。各位有没有很多问题要问？没有，再讲个10分钟，还是要留给各位问，或者都鼓励有疑问，才会进步得快。好吧，我们再讲个10分钟释迦牟尼佛讲说，允和汝等遗失本妙，就本来自妙了。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就是非常的这个奥妙所以佛呢就讲说为什么我们这个遗失本妙就是呢这个责怪这个阿难及大众遗真任忘就是遗失那个真的任忘的那么前面呢阿难有问若此见必不生灭，因何名我等辈遗失真性所以他的意思阿难的意思呢不知以何因缘收为遗失那么这一段佛现在讲这一段，闻汝等遗失本妙，言妙明心保明妙性任悟中迷就是他那个遗失那个真心的缘由因缘，那么由颠倒而失一颠倒，然后才讲这个遗失失本来就没有遗失了，可是好像我们都不知道不认识就好像失掉一样。所以我就讲就是这个本妙，它本来自妙不假修为，不用我们修呢，它就已经很妙就是我们的心性本来这个自妙。再讲这个言妙明心这个言就是我们那个本觉造用言容囊测言眼觉造用，因为言后面加那个妙就是从妙即明，那个妙就是不变之体然后后面那个保明那个明是随缘之用所以不变之体妙在前面，然后随缘之用明在前面言妙保明，先了解他的那个意思吗？了不了解？言妙就是在讲说本觉造用，我们那个本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妙变之体不变之体就是妙那后面那个保明那个明就是随缘之用所以先讲那个本体圆融那个圆妙明心，从妙起明，就是极而常照用极或是用妙都是不变之体极而常照那个照就是随缘利用。那么保明性保就是本性这个集体清净真实乃极明而妙那个明就是照用照而常极这一些就妙明心保明妙性就是我们心性的全体大用佛都是这样的，我们众生也这样，只是我们没有认识而已这个原本都是自己本有的这个家珍家里最珍贵的东西我们都遗失掉。
那么最后一句啊，任呢物中迷，任呢就使以啊这个颠倒的那个固执的我们那个情绪，不当任呢而任这个悟者就是领悟万法为心，心呢能够包万法。那迷者呢，就是迷这个法皆在心外，那么心呢就在我们身中，所以我们众生呢应当要反迷归悟。那么允呢竟任呢悟中一点迷情，为自己的心性，这个呢就是这个颠倒，即为遗失呢真性。更执着认了这个迷情，以为真心，这个就已经使以认物为己，认呢所有宏图，就是我自己，认为身体四大假合，是我，已经呢就是迷上加迷，就是被迷，即是颠倒之中，加一倍的那颠倒。那么心的迷雾跟手臂这个正道来对论，其很容易了解。那么心呢本来没有迷雾而说迷雾，如手本没有正道而分这个正道。那么它的病所在全部是在固执那个执这一个。我们固执这个执情假如说能够化解掉，就变成偏执，那执呢，不把它化解，就变为性颠倒。那么见虽迷执颠倒，而真心呢，它不会依它真的颠倒，所以好像我们人迷东为西那么东实在不会转成西只是我们人的认知不同而已，所以了解这个凡尘事我们这个知道正确的并不多了，很多都是这个一知半解那么接着呢就讲这个毁灭为空，空毁暗中呢这个结暗为色。所以这边就已经在讲我们那个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毁灭为空，本来是真空了，它变毁灭空，那毁灭空就是完空在空为暗中就会结暗为色就变成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的由来它的那个因缘就从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在讲，所以我了解说，整个念经呢，就是佛在讲，我们的那个心性，呈现在凡尘的所有一切，讲得最透彻的一部了，一部经典呢，就是这个楞严经，所以那个底下。那个小的字乃由最是一念的妄一念的无明迷这个性名成无明，所以叫毁灭。那么由此无明将这个灵明洞彻的真空变为毁明暗昧的虚空是为业相。这个时候业已经形成，这个就是从起就是经典里面呢所讲的迷妄才有虚空然后呢依空呢立世界那么空为暗中呢这个结暗为色，在这个完空毁灭暗中互依呢这个无明之力转我们本来有的那个智慧之光，也就是般若为能见是妄见，所以能守从这个地建立，所以是第二个转向。那么以这个空为暗中呢，亦有所见，而业相无形象啦，业相没有形象，
所以本不可见，没有办法见。然后呢，我们眼睛瞪以花劳，就看到空中有花，所以结暗镜不成四大，所以有鸿儒之色，遍体三河大地世界，依报，正报是我们身心依报呢就是外面的景象，外面的环境，所以就讲结暗为色，是为相，有业相，有转相，有现象，就是我们楞严经所讲依空呢，然后立界，世界有了以后想成国土，有世界有国土然后我们众生就这个出现在国土上，所以和这个业相转相这个现象三相为这个三际，就是阿赖耶识以上的这个色空等法，迷则无论虚空世界虚外实有，不知道就在我们的身心之中。那接着色杂妄想那个我们要明年再研究了，因为只剩下10分钟，留下10分钟呢给各位提问，有疑必问，好，请说。比较有感是我们说万年放下万年放下一念生只是刚经他第一句话说，应如所至而生其心，那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好，请说。这个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应无所住也就是万年的放下，一切都无所住，因为有所住它就把范围缩小。那无所住我们那个佛性尽虚空遍法界很宽广，所以应无所住就是万年放下。然后呢，而生其心那个就是真空妙有，所以真空妙有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也就是一念不生态，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说，只是文字不同，它意思是一样，那个应无所住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能够万年放下，就是一切都无所住了。一切都无所住才叫万年放下。那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讲到7次生心处心的地方所在。那么这7个地方所在就是我们凡尘的所有境界，所有的境界，这个甚至连没有形象的也包含在内。所以不管有相不管无相，一切呢都无所住。一有所住就不对了，就已经错了，离开了佛性本体，就变成佛性的功能作用了。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在凡尘用，可是用了只有一次。像或者讲我们呢以那个我们的嘴巴里面的舌头表示说它不变之体，那我们吃花生、吃甘蔗、吃梅子、吃面、吃饭，那个是随缘之用。那随缘之用我们要了解说，当我们花生吃完了，那个花生味道就消失了，那个就是随缘之用的用，它只有一次啦。袂讲你无咧食土豆豆味个拢嘴拢直咧，几若工个拢有，袂安尼啦。所以那个用只有一次。可是你看咱的喙齿伊即马拢无食什么时阵恢复甲不变之体又回来回来不变之体。你即马食什么个什么味个造出来，有个随缘之用。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保持那个体
我们掌握到体，那随缘之用啊，就事来则应，事去则见。用的时候我们就用，该用就用，那个已经用过了就丢，用过了就把它呢，抛开了，不住在我们心里面，这样呢，我们的心啊就清净，时时刻刻啊，它能够急而常照，照而常急，急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样了解吗？急照同时，急啊，不变之体；照啊，随缘之用。它同时啊，都是同时呈现，同时呈现有不变之体，同时呈现有随缘之用。那我都能够了了分明，这样知道吗？知道。所以《像经》的应无所住啊，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万年放下，它是一样的。你无所住啊，是不是已经没有万年了？对不对？万年都已经放下了，就无所住了。可是无所住啊，会变顽空，所以耳生其心。耳生其心啊，就是有在无所住的真空之中呈现没有形象的有，那就是佛性本体，也就是急照同时。这样了解吗？了解。听久了一定会熟，一定会足熟啦。你直直个听听久了足熟，熟就变咱的啊。就呢能够在真理世界之中呢讨生活，就会很自在。还有5分钟，好，请说。好。什么叫火候不够？那如何培养火候呢？好，请说。这个火候你有煮过饭吗？迄饭若当咧煮绝对唔通去淹去。你若去淹迄餐饭活大海啊，歹食。所以要火候像或许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啊，煮迄个大鼎迄个饭用超音啊。丢啊挂挂咧，超音摕来做迄个茶火。即马拢要煮饭啊，米洗落去，手都接水啊，都淹到手满满，安尼水拄啊好啦。挂看咧超音就兄，即马兄听内底啊，无水滚啦。即马声无去，水大啦。水大的时阵都唔通搁兄热火，即马搁兄热火就超大。所以迄个时阵啊，就安尼迄个安尼温火，用文火互伊烘。即马烘到迄个饭的味香味拢走出来，迄就熟啊，迄就火候有够。你若搁等咧迄火候还未够。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了解到，当我们说万年放下，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是要认识啊，不生佛性本体，那个时候当然谈不上火候了。你即马已经抓到佛性本体啊，即马搁接落去，搁走，搁在这万年放下，搁一念不生，迄度咧培养火候啦。你即马迄个火候一直培养。培养的中间它一直累积。本来那个培养出来开始啊，就直心啦，过来就变身心，过来变大悲心，个大悲心就成就了，迄火候就拢有啊。所以火候有的时阵你就能够这个事还没来，你都能够去感应到，就会事先有第六感，然后会有一些是佛性的功能用，我们讲神通，都会呈现。那个是有火候以后才会有的这个现象。所以假如说我们刚开始做都不会有啦。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到的佛性本体，然后往后就会一个一个一直呈现出来。你不用心去做，只有安尼蒙一个，轮廓给你蒙掉啊，你就该放弃，那就谈不上佛后了。所以佛后就是要培养，就久的时间对的是，跟真理相应的对的，你要坚持去做，久了自然呢，佛就呈现。还有2分，好，请说。袁老师好。好。或者我是想请问，何谓不空如来藏？何谓空不空如来藏？好。这个呢，第一个空如来藏，就是全部都是真心佛性本体啦。那个叫空如来藏。是实以我们偏真，偏在真的方面。那个不空如来藏就是跟凡尘的现象已经融汇合成一起，它已经呢进入凡俗，所以空如来藏是真谛的，然后不空如来藏的是俗凡俗的俗谛，然后空不空如来藏就是中谛。所以了解说我们呢就是到最后的空不空如来藏中道而行，都很生活之中很符合真理。那我们偏空的话，那个空如来藏是在佛性本体我们很注重，就会变成阿罗汉独善其身不想兼善天下。然后不空如来藏，它就跟凡俗融在一起，它有要兼善天下的心，可是比较着重凡尘的一些事物，然后到达不空如来藏，那就已经呢很理想的状态，是这样的。我问人走一度，这久也无看，这样了解吧？到了下课。白话有2面，不同时间写的，那个解说里面内容的解说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写不同角度，那个五味百华在那个不相应法有24个呢，里面或许少写1个，就在那个方大方的方前面有一个时间的时，可以把它加上去，时间的那个时，加一个时刚好24个不相应法，那个时没有写就少1个，只有23个，五味百华不相应法，有没有看到？不相应法，我们算一算呢，只有23，就是少1个，1个呢就是在大方那个方的前面有一个时间的时，有没有？不相应法，第4个，第5个无为法，第4个不相应法，不法少1个就是呢时间的那个时，在大方的方前面。有没有找到？找到了因为我们过年前是希望说过年1个月的时间能够把它呢这个五味百华都能够背下来。500华搁前写过年1个月背了几个？有没有50个？百华全部都背下来了。因为我们在凡尘就是有2大系统，一个法性一个就是法相。那么这个五味百华就是法相，
所有的完成的法都在这五味百华里面。所以我们五味百华了解啊，就了解凡尘所有的万象，万象呢都在五味百华里面包含，在五味百华，所以有那个色法，有心法，有心术法，然后有不相应法跟无为法，五味五个。那五个的底下呢，我们把它算刚好100。那个心手法就是手使用的方法，那个最多啊，有51个。那51个里面啊，它分成了5片行、5结境，11个善法，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4个呢不定法。那20个随烦恼又分成大中小，大呢有8个，中有2个，小的有10个。所以这个呢五味百华已经包含我们凡尘的万象，全部包含。所以刚才佛学有讲说2大系统，一个法性啊，一个法相。那么法性呢，我们就是得在我们身上来说啊，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呢这个法性？因为完成的万象都是从我们的真心呢生发。我们呢上个过年前上次有讲。万象都是我们真心，是我们真心所生发出来。那生发出来，我们讲这个佛性本体我们听起来就怪怪，所以就讲法性，这样懂吗？所以2大系统，一法性的一个法相，就只有这2个。那我们全部了解呢，大概完成的所有万法都了解了。可是各位一定会很纳闷那有没有全部了解？没有对不对？所以就又我们呢又要习习这个楞严经呢是释迦牟尼佛世在凡人的时候就直接讲净理心法就是要我们都能够明心见性，透彻的知道我们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是整个透彻了解，就只有这一部经典那因为我们有预告这一部讲完以后要讲维摩诘经，有没有？那或许已经把维摩诘经都记下来了，可有没有拿到都没有好像断层了后面那个箱里面呢，整个都是维摩诘经。那为什么或许会先把它记下来？因为在或许的讲经说法之中都已经这么久已经有大概将近50年的时间在讲经说法。最深最难讲的就是维摩诘经最不容易讲解就是维摩诘经，而且它很究竟。一个维摩诘他示现在家居就是凡人那一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出家修正成佛所以一个在家一个出家，2个角度不同，然后2个互相惆怅就是互相把那个重点都提示我们在凡尘要重视什么，然后我们修道脱离苦海要怎么修都有交代所以那一本经呢非常殊胜。那或许有把那个里面经的本文比较不容易了解就在那个空地旁边把它注解下来
所以我们事先看的话，就可以事先了解说，那一些比较没有时常看到的经文，它是什么含义？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因为以往我们接受我们道场教育那个受持读诵《金刚经》，我们不是拿经典在受持读诵嘛，对不对？可是后学讲解就不一样，各位有没有听进去受呢就是受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然后持就是把真心佛性本体拿出来用，叫做受持，是不是各文字都不同了？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往内那个才是正确的，往外我们去受持那一本《金刚经》没有用了，那你放下来都全部没了。那我们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出来，我们能够接受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就当下就是佛，所以那个受就很重要。然后持就是要用，把佛性本体功能作用全部都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之中，这样的受持才能够我们自己是不是得到利益？然后读诵就是要利人，要帮助别人，所以受持是自利，然后读诵就是利人，能够自利又能够利人，能够自觉又能够觉人，觉醒就可以圆满，觉醒圆满就成佛了，这样了解吗？所以4个字对我们作用就很大。然后或许把里面比较少看到的一些经文旁边都有字解，像说深入缘起，我们要深入深深的进入因缘怎么起来，现象怎么来的，那个我们深入缘起就会把怎么来的原因找出来。那我们能够找出我们生出现象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去掉它，不要它呈现现象。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归还到我们每一个都是佛的本位，就已经都回来了，回到家了。我们郭老师真用心或者迟到这2天才看到那一张浓缩版的老师的墨宝，各位都有看到吗？真的是老师写得很棒，对不对？老师又提起你要的话一定要看那个 DVD 要听CD 要听 MP3，就是要研究心理心法才可以要。有没有推广的很极致？有没有？真的是很用心，对不对？那各位了解是我们福气老师在北部一季也不收，所以或许就像我们同一公要个几千份，做什么？给北部的道亲看一看老师在南部提倡的情形。那老师为什么把北部放弃了呢？没有，怎么连点中南部技校有开沙，怎么开沙的时候连一句也不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北部的善因缘不记住。我们南部就是很淳朴，善因缘很足，所以老师很疼爱我们这边，对不对？没有感觉都要我们能够研究，能够自己有信心可以成佛，可以成道，
老师又一直强调，我们点到那个点到词里面只有18000逍遥，18000以后因果都要自己承担，对不对？所以研究心理学以后我们就从那个因都透彻了解，因都不造了就没有果报，就当下解脱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回归到本位，都是佛菩萨，每一位都是佛菩萨。可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被我们自己的知见障碍，我们的知见障碍我们不能够呢，成佛，障碍我们不能够呢，当下就能够具备万年。我们现前一念具备万年，可是我们现在的现前一念不浅显什么念？我们跟我们最亲切在一起的念头什么念头？是不是过去心、未来心跟现在心？对不对？都在想过去、想未来、想现在，都是在现象里面，所以那个就没有具备那个时事古今不离当念。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佛性本来都呈现，跟佛菩萨没两样就差别在我们的见解自己障碍自己，在这里而已。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能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可以回归到跟佛一样的那个佛性本体，可以发挥佛性的那个整体大用都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老师写的墨宝不是有2个放下吗？有没有？真的就是要放下，放下万年，放下就海阔天空了。因为我们放不下，所以烦恼很多。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烦恼？就是因为放不下，因为我们住相，对不对？够同好咧无一个甲我应。同心努力，所以我们这个明心见性一样要同心努力，大家呢都能够明心见性，因为这个眼睛全部呢讲得很微细都是要我们明心见性，心明了因果不昧，见性了成佛无疑绝对呢不用怀疑，一定呢会成佛。所以内心产生的信心。那假如说我们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一点认识都没有，那怎么成呢？就不会不会成那个成是希望，是不是这样？希望成佛，希望，那希望就很渺茫了。我们是可以掌握，我可以成佛的。各位有没有信心有。还不错这个还很肯定，就是肯定自己的佛性本体，这样的话成佛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那而且在过年期间呢，这一段就看那个怀海禅师，怀海禅师是七祖马道一马祖的徒弟那马祖徒弟这个怀海禅师跟那个普愿还有一个智障3个同时拜七祖为师那怀海禅师就讲那个顿悟的法门然后或许一看说我们在这个一直周万年放下念不生，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把它呢这个抄写下来，然后呢想一想说过年的时间都可以这个静下心来看，然后就会有所领悟有所进步。
所以呢，各位要对这一章呢多用一点心，因为我们在这边假如说再来讲解的话，那个场面就不太适合我们讲。所以要呢就是要听那个内容，就是要像北部前线呢要那个 CD 或是 MP3，他们会录下来拿来这个听呢就可以。因为我们对万年放下的内容都还不是很熟悉呀，所以有一些都还会问，说在万年放下的时候看到什么，遭遇到什么，然后都很在意，对不对？那个是没有放下，没有万年放下，所以呈现我们佛性的那个经体大用就没有全部出来，所以连那个敏感度那也不多。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按照怀海禅师所讲的这内容来做，那就从凡夫地直登佛地，直接到达佛地了。所以或者就把它呢抄录下来。那各位要找原文呢，就在简德传灯录或是五灯会员里面呢有记载，那个都是我们历代修持者的经历。从西元0年一直到西元1135年，这个期间，我们中国那个修道很兴盛，都会踏破铁鞋去找道，到各次去访道，去呢找怎么样修持的那个法门。那从那个密勒鲁巴以后那个修道风气就渐渐的消失了，因为道隐藏了就见了，所以要修就没有法门可以修。那我们呢现在是沾到了上天大开普度，能够先得呢而后修，都很幸运这么好的时机上天又承认我们都已经能够得到了。各位有没有得到我们都得到了。得到是我们脾气毛病都还有，对不对？我们要把它修让它不见，没有脾气毛病。有没有坐在那个供桌上的佛菩萨发脾气？不会坐在供桌上不会发脾气，对不对？只有我们在修的时候也不能有脾气就是不能有落入情绪方面的事啦不能有。所以我们要学会降服自己的妄心那个发脾气都是妄心呈现那我们要降服它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不是被那个妄心降服就是要降服妄心。那我们选择那个还是要降服妄心然后才会回到我们真心。那现在呢，我们对那个妄心跟真心能够分辨得出来吗？可以的我们要知道说六根呢所面对六尘产生的呢都是妄那个叫认识的是识心识心就是妄心，就是生灭的心。所以那个心不能拿来修道，因为它变化无常。那真心呢就在我们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的时候才那个真心，那个妄已经尽了，真才会显。那真心想即心就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真心认识，那尽量在日常生活之中都用真心。我们开始用真心的时候比较会吃亏啦，可是没关系，只要你用习惯了都用真心来待人，交的朋友都很久
做的事都很牢固，而且不会后悔。走路的时候啊，也不要走左关右顾，没有人会害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利益众生的事啊，不危害到众生，所以这样啊，这个晚上睡觉啊会偷笑的。所以有没有晚上睡觉偷笑啊？都没有啊。那可见还没有体会到那个道的殊胜，道的奥妙。真正的体会以后啊，晚上你困到直直笑啊起来，那个才真的能够啊咀嚼道的味道，很殊胜啊。以往我们只有嘴巴讲讲而已，没有实际去亲身体验。那现在我们有机缘呢，自己本身亲身体验，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是什么状态？真的就可以到达心愉悦的状态，很舒服，就好像在天堂。那我们呢，这个回来，这个闲话家常啊，一讲就半个小时。我们讲到33页的碗面，对不对？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从那个地方呢开始我们为什么会落入凡人？就是起心动念有一念的无明然后产生三个，一个业相，一个转相，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时候业相、转相、现象都没有相，都是在空中在空中，可是已经酝酿我们已经有起心动念了，那个念头已经形成业，所以那个叫业相，业力形成了，它业力形成，它慢慢转变，转变真的落入有形有相。所以老师在谢谢你那个歌词里面就有讲感悟生命的因果牵续，也是心力的累积，有没有？所以老师那一首歌就是把真理都融入，用最少文字讲最多的真理，就是那一首歌。那个里面全部都是讲真理。那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去这个回光返照，时时刻呢去了解到它的含义。那我们可以警惕自己不再造业，那不造业就不受苦就可以解脱。所以我们就可以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所以我们都会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有没有好好掌握可能是好好去造业不知不觉又把业力又造下来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持那个清醒的头脑能够保持就是觉。那我们觉能够呢久就是觉者一个觉者就是佛了我们都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起念头一起就造业，造了业就受苦，是不是延伸下来不知道了我们知道自己在造业吗？都不知道我们知道自己内很骄傲吗？
已经又不承认了，这无嘞，可是就是要了解到，心中的那个我啊，我相很强，那个就是骄傲，所以要降服这一个我，没有我啦，我们所认为的我啊，就是身体的我，那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都是还给天地啊，我们不能够拥有，所以身体都一直在变化，新陈代谢，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那我们能够掌握啊，就是我们呈现在凡尘这么短暂的那个觉，我们就可以自己掌握，然后自己转变。很可惜啊，我们在这么短暂的这个时间之中啊，都被造化所引诱，去追求有形有相的东西，这样呢，蹉跎岁月啊，一下子一生就过去了，再来的时候啊，已经迷糊了，不了解啊，我们前世到底是什么？可以了解自己的事是什么吗？大概呢，我们都不知不觉了，已经呢在第10点那个喝那个孟婆粥那个孟婆汤啊，忘魂汤，已经都全部忘光光了，都不知不觉。可是我们要说佛性呢，它是不生不灭的，身体有生灭啊，佛性不生灭，虽然经过千生万劫，佛性都不生死。那我们受苦都不知不觉，就像我们看那个那个鸡鸭鹅，他们知道他们苦吗？都不知道。那我们大概也像那个一样啊，都不知道苦啊，他现在就是能够研究到这个心理心法，让我们呢能够脱离这个苦海，所以呢我们就接着从那个去年年底讲下来的那个毁灭为空啊，空毁暗中啊，结暗为色，就是33页的那个底下那一段，那个毁灭空啊，就是完空，没有空中没有东西的空。那我们了解到空中的空啊，是真空，是有佛性在，那空中啊有佛性，就是妙有，有没有形象，就是妙有，真空妙有，就是我们不生不那个佛性本体。那么这一段呢，就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怎么样啊落入现象，那个过程，怎么形成有山河大地，然后呢有众生，然后有业，是怎么样形成？所以呢，大的标题就讲一念无明啊生三系，然后境界为缘长六出，各位都有印象吗？那个三系啊，业相、转相跟现象，那个都还没有现象。那因有毁灭空，因空才立世界，山河大地啊形成。有山河大地以后才有众生，有众生以后啊，才有造业业果，所以世界众生跟业果，它是这样呈现。那这样呈现呢，我们就是了解啊，是我们一个人的能力啊，可以去改变它。可是呢，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过程，知道怎么形成，然后我们呢，从中呢，了解了以后不犯了我们形成现象的那个因，也就是种子没有。那种子没有啊，我们回归到那个本来。那本来呢，我们的本际都是
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我们等于离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很远，就完全都不认识。因为都不认识，也不研究，所以就没有当它是存在，就已经好像不存在了。不存在就不管它。我们不管它的时候它在不在？会不会管我们？不会不会才怪。为什么管呢？因为我们种了因已经含在里面。既然有因然后我们又一直延续着所有一些思想，所有一些作为，所以那个因就慢慢的发芽，然后呢变成看得见的形象。那既然形象一形成我们又住在形象里面，产生了喜欢讨厌。那既然有喜欢讨厌，我们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动作，有动作呢就造业。不是这个行善呢就是作恶，不管是行善作恶业因都已经成了，都已经成。所以这段告诉我们怎么样形成现象，那个由来，所以从那个昧空，然后这个空回暗中呢，就结暗为色，把那个暗想结成就变成形象，所以形象的由来都是虚幻不实在。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看到的你看到跟我看到拢同款都是那个形象那个就形成共业，共同的业力你也这样，我也这样，就形成整个我们大地天气的变化。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现在天气的变化很快，对不对？所以要了解说，那个是我们的心变化了，心变化很快天气的变化就跟着很快，所以有一点现在都天拢无照家己因为人拢无照老人无照道理，这样子整个都天地之间变化很快。都是我们心的变化所以我们只要大家都心存那个善念，都是善心，都是行善事灾难呢就离我们远去了。那假如说呢都是为非作歹一些灾难是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尤其是今2012不是灾难年吗？所以要先心理准备今年就灾难的那个年代灾难很多。可是呢灾难会随着我们的心念改变我们大家都是在行善它整个那一种黑气灾难的那种黑气它就消失了会变成锐气成祥，都是好的。所以各位就可以回想，我们去年都没有台风，对不对？这明明要来了它还来一个哮转，转到人去了所以要了解到，那是我们大家都有那个善心然后改变整个天气。之前或许也不会知道说天气是随着我们心在改变人来讲干嘛呢？哪有可能好像地的变化是天地自然那我们只要观察的久，绝对就是这样。尤其假如说有那个节日，大家要杀的那个节日天气预报都是好天气，可是呢当那个
那个节日一到啊，愁云惨雾的，就一定呢报不准了。那为什么？就是啊，杀多了，杀生多啊，天气都产生变化。所以或许从后天庙开始就一直观察，观察到求道，然后呢研究性心法透彻的时候啊，整个过程都这样，就是呢一定啊遇到杀生的时候啊，都是啊愁云惨雾了，都天气一定不好，不管预报在怎么样的晴朗，都会变化。各位可能都没有观察到这方面，有没有？有啊，那还不错嘞，还能够事先知道就是要了解天气的变化，随着我们的心所以那个形象的由来，就是由从我们的妄念而来，三而大地也是从我们的真心佛性而生花。那色杂妄想想象为身，也就是33列啊，我们把它翻过来这一面那个色啊就是形象，那么形象呢掺杂着妄想，就是我们那个不正确的念头，那个妄想色杂妄想。然后呢，我们的念头跟形象，为身就呢我们身体，我们的身体呀，里面呢都是念头跟形象，是不是这样？咱这卖辛苦内底拢全念头对，有没有？都是念头所以念头跟形象就变成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就是念头跟形象，所以佛要度众生呢，去生死先把念头灭掉，没有念头了，就没有生在凡尘的因了，那个因没有果报就不会呈现，这样了解吗？咱若无想讲要凡世间这个出现的话，就是不要有念头，不要念头就好啦，有简单无？我们就到那个念头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起来的啦，只要它全部没有的话还真的蛮困难。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那个训练那一定自然而然就冒出来，那个念头自然就冒出来，阻挡都阻挡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有一些像六祖会讲断百思想，六祖的断百思想就是我们的这一些念头很亲切那个同时存在，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也不用一定要去除它，我们能够善用，能够知觉就可以来了，我们知道念头来了什么念，是善念是恶念是无记不落入好不落入坏我们都会清醒知道不住相这样就可以，这样了解吗？不是要消灭它啦，就是呢要跟它和平相处不呢被这个妄念主宰因为我们都会被那个妄想主宰我们的行为，而且还蛮厉害的日常生活都是这样六根呢然后牵着我们四大身体这个方来做事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念头
真理呀契不契合，有没有违反真理？然后起心动念呢，是实以自私自利呢，还是想利益众生？这个呢就是要了解，然后了解到有大方向能够掌握到大方向这样子我们本身就可以掌握到自己的整个现象，那个都可以掌握。所以这边佛就讲说我们呢念头跟形象为身，然后记言内摇，我们记了很多因缘，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很多遇到的事都是因缘然后我们记就是让他们都全部集合在一起记言内摇，在自己内心里面摇动。所以家里我们已经在家里的时候想出门去逛街那个逛街之前经过什么阶段？就是经过记言内摇，有没有？出来去外口真好风景很好看，有没有？那个记言内摇啦，要不然你无出来内心真高调我唔知什么会做就会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记言积很多的因缘，在内心里面摇动，然后去外奔逸，去就是往要为倒位去，那个往就是去，为倒去，为外口去，奔逸奔走荒逸，到出外口来佚佗各位有没有出去逛过街刚那个元宵过有没有去看元宵？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都有那一种想热闹一下或想放松的心情那个是去外奔逸。所以因为有去外奔逸被外境诱惑，叫我靠怪气怪气又形成下一次要出去外面的因，有那个因才会有下一次的行动。假如说没有的话你遭遇的都不如意你若不爱出来拢吃亏就不会想出门了所以那个奔逸就是放松心情就把整个心往外放追求呢这个形象所以佛就讲纷扰相那一种在外面所遭遇到的事情都是纷扰，不是清净拢无平静有平静无？所以你看你在家里坐都没事你去坐计程车就出事了对吧？那个马屁有没有出事了？天报纸登判4年，还关4年。然后那个男的日本那个男朋友6年，就判罪打人，伊那点会坐敢会袂点厝会坐无代志对不对？就是因为出门就有代志对不？所以我们就是要约束要服家己的身心不呢这个去外奔逸就没事他还引起人民公愤，有没有？大家拢喊杀
过街老鼠，犯了众怒。为什么犯众怒？北财，对不对？讲谎言呐、所以就是了解说，讲北财，人上讨厌，所以整个我们这个国民都讨厌这个不良示范，做一个演艺人员啊，不良示范，所以都公愤。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我们在修道呢，所讲的就是真实，很真实。那个被打的那个司机醒过来了，他说他都说老实话，我会原谅他了，有没有？你看我们都很善良，对不对？对不对？对。我还以为说都不苟同。我们众生呢都很善良，很可爱，可是有时候很可恶，有没有？讲白惨，个拢要互人死的那个警察看到那个录影啊，那个2个警车司机啊，用那个行车记录器啊，把他那个行为全部都拍下来。那个他看到那个影像，哎呦，这种打法是要人家死的嘞，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要打到这个样子啊？你看，所以现在到处都有监视器了，看老死的。我们老实实修道。这个4次3天都有监视器在给咱监视，看看你修道有没有发脾气呀？有没有这个行善啊？所以到时候我们在那个内镜台前看那我都拢无做歹代志啊，整个都呈现了我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要慈心，身心大悲心，在完整的生活就要把它拿出来用，都是用我们最诚恳的那一种诚心，跟天地一样，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你种卜就生卜芥菜龟就生菜龟，不会乱来的啦，会不会？你卜种的生土豆干咩？所以我们就要学天地的那一种诚，只要以诚来待人的话，所有问题都解决。那佛就讲，我们呢向外发展的话呢，就会纷扰，纷扰。都内心得不到平静，所以内心得不到平静呢，我们就是讲那个调取，那随烦恼大有8个，第一个就是调取，那调取呢是就是师长把它解说，说因为我们很少用这个名词啦。所以不知道调举是什么意思。那调举就是把心举得高高的，让它失掉了，胖起心都胖起不安，那个叫做调举。这样知道意思吗？知道。像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买那个什么乐，刮刮乐。买那个彩券不是有几亿吗？对不对？然后我们心就想，现在已经上看9亿，动不动？动不动心？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要训练啊，不动心，训练自己啊，无功不受禄，就是这个要送来给我们，不是我们应该拿的钱啊，我们就不要，要到这个程度了，那自然什么时候没有了，对。那个啊，诈骗集团他就没有伎俩可以施展，对不？因为我们都不贪心啦，你摕给我，迄不是我的钱啊，你摕回去，不动那个心，就没有调取啊，不会把心举得高高的，无你若去买，那个彩金已经在手上，你都一直在看那个号码啦。看看开出来号码跟我这个有没有一样？最好都是一样，是不是整个心都不安了？一直在期待，然后开出来的时候都没讲，失望，很失望你看心的起落有没有很大？谁造成的啊？还是自己造成的嘞所以我们都不动那个心要训练到那个钱都已经送到门前来了，不要就是不要，是我的我就是不要，要训练到这个样子。我们一生我们就想一定会断气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想象说我已经断气了，你什么代志拢无对不？什么事情都解决了，都没事了，没事没事。有事都很麻烦，没事没事，我们最轻松的生活方式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外面是纷扰扰相，纷纷扰扰，让我们心不安，我们就把它都清除了，清除了以后心都很清净，心一清净回到佛性本体回来，时刻刻呢，很快快乐乐，这样不好吗？理想我们可以做到的而且又不困难，困不困？这回答就较细声，意思就是讲我若拄着我若要试看嘛。那佛又讲说，我们把那一种纷扰相以为心性，就是认为是一种就是我们的心性，然后一迷为心决定后为色身之内。第一个迷惑的地方呢，就我们决定把那个心放在我们色身里面。各位浅显，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对啦，我们的心是无所不在啦，所以那个四念处的那个第三个，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还记不记得？那在哪里？我们对那个文字要透彻了解。为什么佛前面问这个阿难心呢为心以目今何所在？就是你的心跟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形象它到底在哪里？所以那个七处真心处，心的地方所在，那个就是告诉我们性理心法，就是告诉我们心它没有实相，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你把它固定了，心啊，它就死亡了，所以它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虽然说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可是它毕竟也在内，也在外，也住中间，这样了解吗？了解。所以之前啊，或者都记得，我们用这个拍手来讲那个众缘际会啊，可以没有这个日常时候啊，心念自己下拍手啊。这拍手不是有声音吗？声音从哪里来？从右手出来吗？从左出来吗？从空中出来吗？无音出来吗？全部都不是。它到底从哪里出来？就是众缘际会了。它不是右手出来，可是也不离开右手。不从左手出来，也不离开左手；不从空中出来，也不离开空中；不无音出来，也是从无音出来。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在。因为它很宽广，整个宇宙虚空啊，全部都是。只要我们一看了。你怎么能够看到那些字？那个礼运大同篇，怎么能够看到？是不是佛性？就是我们的心呐，那个心就是真心，真心看到。宽不宽广？整个空间呢，全部都是。你看头前的个屋顶琉璃呀，那盖得很整齐漂亮，是不是心？这是无形无相。我们的心啊，无形无相，无所不在，了解吗？所以不能把它固定化。你把它固定化它就比下啊很狭隘了，就不会宽广。所以它呢是尽虚空，然后遍法界。所以才讲说，万念放下了以后，一念不生，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是不是更深入了？刚开始的时候是虾米，然后到达司机龙现啊，是不是角龙？对不对？是不是大了？所以都不一样那个程度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开始先了解佛性的轮廓，然后接着就要深入，开始是直心，然后呢进入身心，然后进入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菩提心了，那已经都是本来就是本体了，所以要了解到它呢无所不在。不能把它固定化，你固定了就只有一个范围，它只有一个范围太窄了，就不是它的前提。我们要讲它的前提是非常奥妙，不可思议所以之前或者都讲，我们怎么体会不可思议呢？就是不着有，也不着空。也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然后我们就讲不出来了。它是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就是不可思议，这样了解吗？所以往后有人问的话，什么是佛性？你讲不可思议。标准答案不能讲的，一讲了就有所偏了。所以我们那个最上圣的佛法就是无言，没有语言无言之法就是最殊胜最高超的是无言。那因为没有语言就不容易了解，
所以啊，以言来显收，无言之法，以言来显收。用语言啊，明显的把它说出来。依言而入啊，因为讲出一些语言，让我们能够进入。非即是言，不是这一些语言，而是他讲的那个内容。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我们研究啊，就是借着经典，借着修正者的所说所阐释的那个内容，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那个方式来做，我们就一定可以到达，可以进入，就呢能够真正的超生了死。我们佛老师不是要我们超生了死吗？有没有？真正要超生了死啊，我们就要了解怎么样超生，生怎么超，那死要怎么了，都要透彻知道。那我们研究身体的生死啊，是众缘际会叫做生，众缘分散叫做死。所以啊，身体的生死啊，那个都是假象。真正的呢，我们佛性啊，没有形象，它不会生，也不会死，这样了解吗？了解。我们要对啊，没有形象的佛性啊，可是我们知道切实存在，存不存在？要掌握，对不对？我们可以使它时时刻刻啊保持那个觉，可不可能？可以的让它呢都是觉，不会有不觉的时候了，因为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起后造业了，就糟糕了，底下苦海无修啦，所以不让它不觉，都觉，都觉就对了。很有容易不？不容易。我们要做的那个方向很容易掌握。什么做对，安那才会使，很容易掌握。就是不要起心动念，不要落入呢自私自利，这样的大方向就正确。然后呢，多行善事啊，累积善因缘，善因缘都充足了，我们自然障碍都消除了。所以我们为什么都这么久了？我们佛老师讲道版民国19年开始，不是大开普度了吗？到现在都经过这么久，你看看我们到底为什么被社会都瞧不起？道理在哪里？就是在我们对道德了解不够，障碍多。那为什么没有善知识来引导？就是因为我们善因也不足。那我们认知又错误，都在行前面冲啊，都是一些假名，都要偌济。为了那一些名跟相，拼个读个专类啊，有没有？认为功大德大，有没有？所以六祖就明确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我们要见性才有功，然后要平等才有德。平等那个功德是从佛性本体来的，不是从形象来的啦。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呢度去外国，东南亚度过来千个、几来万个，功德足大。那个都是跟众生结缘啦，都是聊一聊自己业障啦，有什么功德？你所度的人，你所点的人都成佛成道了吗？没有啊。所以袂使自大，袂使骄傲。或者都讲我们既然落入凡尘，就不要摇摆，
拢爱是苦啦。那我们既然领悟了这么多众生苦海无受啊，袂使骄傲，来度互因成佛，所以做都袂负啊，过会骄傲，所以唔使要爱，这样正不正确？正确。我们就是要这个样子，没有骄傲的本钱呐，都没有，就是要努力，能够呢，使众生都能够进入修道的轨道。我们自己确不确定自己已经进入修道的轨道？那还不错了，起码对自己有信心，不然呢，很多都不修啊。讲你可以知道成佛嘞，伊反问讲，敢有法度？所以我听到这个话无力力道都消失了，所以我们研究的方向，成佛是谁在成的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那我们都已经认识了啊，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虽然那个时候小虾米，现在慢慢长大了啊，有没有长大？有。都慢慢长大了，对不对？虽然还没有变成蛟龙啊，可是已经都不是小虾米了，对不对？还愿意让它长大吗？要使那个小虾米长大变小龙，所以到时候司机龙现，是啊，司机就是安静的居住在家里，那龙现就是神通万物，就是你的整个佛性本体跟整个宇宙虚空都是合在一起，那个叫龙现。我们都可以达到的，只要肯努力大家都可以达到，不要一天到晚被那个造化引诱，去逛街，然后呢投入去这个完成的那一些污垢面的事，这样就好了，可是因为我们都习惯性已经太久了。那个完成式说不参与手真喵，都会这参与其中好像我们都是50出生的，还记得吗？或许之前在后天庙有研究那些七魄37魄。那你在50出生的人他自己的事情放的不要管，别人的事没有管，他很难过了。那个就是50出生的。我们有没有？看看我们看看周遭谁这个家己的事放的拢唔做别人的代志无管，足艰苦的。那一种都是所以这个50出生，自然倾向那假如说我们是50出生，要去管别人，就要告诫自己，别再管，这样就可以改过来了，对不对？就要告诉自己，他有功德也不分给我，他有罪过我也不用去担，管他。这样最理想的，对不对？就是要这样。伊是伊的代志，我是我的代志，随时检点身心事哪有功夫说他人？洪佛老师说的都是这样。那我们呢？了解，我们都是迷惑，把心决定在色身之内。那佛就讲，不知声色外际善恶西方大地，闲事呢妙明真心中物。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就是不研究
不研究所以不知道。我们的身以及外面的形象，声色，以及外面山河大地，虚空大地，闲事就是全部都是，妙明真心中物，我们的身的四大假合随有宏图，外面山河大地的那一些相，全部都是真心所生发。妙呢就是不变之体，明呢就是随缘之用，所以有体有用，都是呢我们佛性里面的东西，真心中物，这样了解吗？所以万物身心本来一体，万物跟我们身心都是一体的，所以就不用分别。那我们证悟到不分别的时候就是成佛成道。那我们还很强烈的分别就是众生，我们都还是众生所以分别心要越来越淡薄。越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我们那个心中的那个喜欢讨厌就越来越少。那喜欢讨厌越少了取舍的心就越淡薄，就越没有，没有取舍就不造业了，不造业就不受苦了。所以或许在讲都是是不是都反路一样？那够毛尖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身体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怎么讲它都不会变化。它会变化叫做生灭生灭的我们就不要追求，追求生灭呢会让我们很疲倦也安尼就忝那我们追求呢不生不灭呢就不会。所以佛呢又做比喻例如澄清的百千大海弃之，那个百千大海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咱改单一上弃之不要，为任呢一浮欧体，那个浮欧就是那个海泡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像我们的肥皂水肥皂呢那个一泡到水以后就起泡泡，有没有？那个泡就叫浮欧体浮欧，那个一抽呢它就破了，对不对？所以佛就说我们众生实在高功了，百千大海不要刚才任一佛体然后目为前草，那个目就是目标，就是认为啦那个一个海浪的泡泡，认为就是我们佛性的前提穷尽言薄言就是大海，薄就是小海穷尽大海小海，一点单单拢改动作机呢就是讲我们身体身体很小嘛，可我们都认为佛性呢在身体里面所以那个是错误的认识这样就对了那么汝等即是迷中悖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们在听的这一些程度比较不高的就是迷中悖了，在迷昧的里面又加一倍迷一倍加一倍的迷我们忘了起心动念都已经忘了在那个妄念里面去分别好分别坏那个就叫悖悖了，迷中悖了，加一倍的沉迷，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佛说我们众生呢都不用智慧拢在现象内底迷惑
那么如果垂手啊，等无差别，好像呢，释迦牟尼佛手啊垂下来，跟手啊举上去，这样是平等，没有差别，不是说手举上去叫做所以这个财啊能够自由自在。那第四个就是业自在，业身口意呀，我们身口意呀形成业，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比丘的句语呀，就是身口业不作恶，对不对？不作恶了就不会在凡尘受苦，所以身口意那个业就能够自由自在，因为它都不做那个业下来了，这个第四。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能够生自在。我们出生在凡尘生我们都不错了，生在台湾这个呢福报很大的地方。假如说呢，我们生在非洲那个伊索比亚、肯亚，各位先生，我们有没有办法很容易的修道？刚才要出家都足无用对不？足可怜啦，就是那个医报环境很不理想，因为它都不行善，所以福报没有所以在那边出生就不好了。然后我们能够生住在，不然可以生在哪个地方可以自由自在。我们甚至于想生做人的久无来做那个小动物，也可以你生能够自在可是我们现在不行了没有办法那样然后第六个呢圣洁自在，胜利的胜解释的解，圣洁。圣洁就是呢我们对一个我们的修持一个我们的那个见解一个事情我们呢就是决定的去相信，不能够犹豫假如说我们对我们所面对的事情犹豫那个圣洁都无起所以圣洁就是我们够深入透彻的了解，叫做圣洁所以那个圣洁人家看跟我们看不一样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见解角度也不一样别人看讲这个了解，咱一个看讲一摊子那个呢就是圣洁自在然后呢七个就愿，我们的愿力愿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愿力自在只要是我们利益众生，那一定这个就很容易达到愿力自在然后第八个呢神通自在这个大家都很希望有那个神通第九个就是智慧自在有那个智慧。那第10个就是华自在我们的那个华自在就是已经成佛了法王是菩萨，那法王就是佛所以我们观自在就等于就已经成佛的时候成道的时候具备的那我们当众生的时候我们要一个一个让他回来。那各位已经回几个回来了？有几个自在？都还没有一个也没有安尼就快欠的，很缺欠啦我们这个10个自在观自在菩萨这个菩萨真修真贫穷，一个也没有
所以要努力啊，我们让10个自在都回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啊，其性啊，真为呢，妙觉明体，就是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它这是啊，妙觉，明体，光明的本体，那我们现在沾了很多尘垢了，而且最让我们担心啊，就不想去掉尘垢，想不想啊？这个有一些既得利益啊，都不肯放生，我们要知道那个既得利益啊，都是尘垢，凡尘的污垢，会污染我们的佛性。只要我们对凡尘贪念啊，我们的佛性绝对不光明，绝对呢会染污啊，会染一些啊凡尘的污垢。所以我们看那个文字啊，尘啊，尘知道吗？我们把所有门窗呢都关起来。我们这个桌子椅子啊，要不要擦？为什么要擦？都是尘啊！你看，都已经弄关起来那个污，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尘啊，就是会污染，污染我们所有现象，污染我们的不性，所以我们不要染尘。那很好呢，就是因为啊，佛性没有现象，不会呢被啊这个凡尘污染，对不对？染得到的啊是有形有相，佛性没有形象，所以它染不到。要给它逆逆不掉了，佛性都逆不掉。不过我们呢，各位先生。我们的佛性啊，光不光明？光明啊！有没有被凡尘的所有这一些事情啊染很污垢？有啊，没有形象还被染得很污垢啊！我们都知道很污垢吗？知不知道？这个很容易让我们了解啦。我们心地不光明，我们思不好，那个都是污垢。那我们有时候起心动念啊，都是污垢，都很肮脏啊。思想啊，会不会肮脏？会不会？我们会不会骂人啊？会。这样呢是很污垢呢，还是很清净？污垢。所以我们就知道，虽然它没有形象，还真的染了很多污垢，容不容易去掉？有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去掉？想不想去掉？那还有药可以救了想把它去掉，去掉了就恢复光明，污垢呢就消失了。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说，我们那个佛性真的就是真为妙解明体，很光明的，那个觉性很灵敏，大家都有，都一样的。那么底下就说，如是乃是五阴六路，从12处至18界，因缘合希望有生，因缘北里希望明昧，思不能知生灭既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延，妙真如性，性真常之中，求以气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
所以各位人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我们呢一定要透彻了解，说我们在凡尘的所有生灭现象都是当处出生的，随处就灭尽。所以生灭的东西我们呢不要住相，随它自然就好。生就生，灭就灭，随着它生灭。因为它的相都是幻，都是妄，假的都真。那真的呢，就是没有形象的佛性。佛性就是真的真的呢，它无所作为，就是无为。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入定，都要这样来关照，都是假的，很短暂。那真的呢，它呢无为，无所作为，然后又妙觉明体，很光明，又呈现呢，永远。不会说暂时一现都没去不会，它永远都存在，所以我们在凡尘，所有的一切，五阴，五阴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构造，身体色、受、想、行、识，色呢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身体。然后受想行识是精神所以呢我们讲舍利子是知我空相，舍利子舍就是黄子色黄子，然后呢那个色黄子就是第一个色形象，色呢就是形象。然后受想行识是我们的例子，是精神所以五阴五阴就在讲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跟精神，身体是色，精神是受想行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身体是假的，可是呢我们那个精神却是真的，是真，那个呢妙觉明体，就是我们无所作为的妙觉明体，我们呢一般呢不从真理进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会呢住在形象，就住在色。然后我们了解呢这个色它呢都会变化，假如说不变化，小孩子不会长大，长大了也不会老，老了也不会死啦。可是我们知道说不可能这样啦，拢会老拢会死，对不？所以之前呢或者就讲，你看我们看到一出生了以后小妹是不是很小？大一点时候小姐较大汉对不？会使结婚嘛然后就太太了太太就结婚啦，过来奥桑是不是年岁又比较大了？过来哇阿伯从小妹到阿伯每一个人每一个坤道都经过了，对不对？咱今嘛到什么阶段？所以或许之前还时常讲，那个化妆品公司一定很讨厌我了。我都讲不要化妆，为什么？当你老的时候面拢同款，食老阿婆的时阵大家面拢同款，你看到阿婆这个嘛跟咱阿婆对不对？要不要化妆？敢若唔免了的钱装装的暗时要困，佫都爱洗。我讲莫洗敢袂使，伊讲袂使。
会皮有病，哦，对不对？啊，去买甲贵甲要死甲画，搁甲洗掉，哦，咱是咧好嘢的，哦，遐讨债。所以哦，你看那个，做化妆品的一定讲，你袂使点啊讲，还真的哦，那个北部很多先生哦，听后学讲了以后哦，从来不买化妆品。我讲啊，有时候敢是都爱去抹一粒底。就是皮肤不会变啊。他说那个很便宜啊，便不便宜？买抹好也不会变啊。考虑到啊，哦，对不对？是不是很便宜？那个抹一抹就会变了，对吧？可是哦，我们都会怎么样？哎呦，我抹哦，那无水准。拢要甲人比一下水准一下。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那个色、形象都是假的，不真呐。或者都会讲，要爱水哦，你得困起来面洗洗就水啊啦。那个素颜，最漂亮。你若拢不是拢安尼，人嘛看了惯势。你若拢是化妆，别人看的惯势对吧？有一天呐，你本来都化妆，有一天你不化妆，人家看了会怎么样？一定会注意看呐。哎呦，是不是破病啊？什么都不一样。所以以往一些老一辈的讲要看新妇都爱透早来看，因为透早伊拢还未化妆，迄较时间化妆了就无共啊。现在老一辈的不操这个心啦。恁要爱结婚少年的家己去拍拼，都是这样子。那我们了解形象变化都很快，一生一转眼它就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对色的部分，就让它自然，自然就好了。搁较画嘛袂讲变真水啦无较画嘛袂变肉，对吧？那底下那个受想行识就很有学问了。因为我们在凡尘那个受可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把凡尘给我们的遭遇给我们的接受，都把它看得很重要，都把它当真了。所以佛导师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一切不受。就是凡尘给我们的所有遭遇我们都不接受，不是说不要处理啦，而是说不进入内心。凡尘给我们所有的一切不要让它进入内心，就事来则应事去则见，莫为心内底入去，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受就可以到达最基本的一心正受。一心正受，各位听懂吗？那个一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正受就是我们正确的去接待、去对待它。那凡尘的所有这一些遭遇这个都是假的。都可以撇开，只是我们事来则应，要去应对。那事过就则静，事情过去以后我们就静下来。所以各位前人就可以了解，由受，然后引起下面的想。那有想了以后又引起下面的行。有行了以后又形成下面的识，受想行识，是不是有连带关系？
那我们一切不受，下面的想有没有？没有。想没有了，行有没有？行没有了，事有没有？哦，是不是啊？已经解脱了。所以我们呢，从真理呀来进入了解说，完成的一切假象，我已经了解，我不进入假象。那既然不进入假象，所有的作为，都跟自己无关。那个所有作为啊，就是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那个跟真理有关，跟自己都无关。这样的话，我们要不要在六道轮回里面？就不用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要研究了，我们研究真理。你看我们对事情的处理态度啊，有些事啊，我们看得非常注重。然后有一些事啊，我们都会认为无关紧要，对不对？它都是我们主观意识啊，客观环境形成，然后我们主观意识很强烈，那业一定造啊，业已经造了，我们就一定啊苦乐要受，因为因果是定理，一定的道理啊，不会说我们种了因啊。没有果报，不会那样的，一定有，所以我们就从还没有造因的时候啊，就已经把它解决掉了。我不造啊，善恶业我都不造，没有纵然我行善，我也不记在脑海，就没有啊，福报没有，那福报没有，又有行善，那整个就变成了。我们的德本，生值德本，那生值德本往后啊，众生为了纪念，他对众生都有帮助了，众生会把它请上供桌了，知道吗？供桌啊，就是这样，把它请上那个寺庙里的供桌，把它供奉，就是朝拜。各位同学，假如现在有人把我们请上供桌去供奉、去朝拜，我们坐得住吗？会跋挂落来未？哪会拢遐无信心？一定会想自己的那个德啊都不够了，这个众生来了这个三炷香一烧啊，哎呦，我有足多烦恼你嘛小甲我解决的。你坐在上面，我家己烦恼都未解决的，不解决你的。那这一下子真的人给你下落来啊，不让你在工作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努力行止善是可以，不要记在脑海。莫甲记的啦，因为你若甲记的变做福报，福报享用真紧就了啊，对无？真紧就互咱用了，用了无搁做就无啊啦，福报就无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志向布施都是福报，它都是短暂的现象。那我们呢？就是努力去行善，可以，不要记在脑海，这样呢就会，真正的已经进入性本。那进入佛性本体了以后，我们回归本位的时候啊，真的那个时候啊，可以啊，让我们看要到哪个佛世界啊，自由自在，都可以到达。所以啊，我们那个五阴，然后六路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呢都是啊，这个啊六根，然后进入啊六尘、六路，六路。所以啊，我们在凡尘的
那个六根就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六道轮回都是他在当家了，对不对？他在当家做主，当主人啦，六根呢在当主人。那他面对六尘，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那我们都把六识当成心，当做我们的真心，不知道呢，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啦，我们没有研究就会用那个虚幻不实在的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个变化无常的心为心，都会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说，那个六路，我们的六根也是，要了解到，都有不生不灭，真心的部分。各位假如说呢，从那个第三，我们呢这个《楞严经》的 DVD 第3篇、第4篇、第5篇、第6篇，是不是在讲六根的生灭？跟六根的不生不灭，有没有印象？我那讲过大家都未了了要安怎？要记得因为我们可以用六根不生不灭来应对完成事，那一样可以用生灭来应对完成事，那怎么应对比较好？哇！连这都唔知啦，所以之前我们不是也时常提到嘛，这个满眼本灰色，有没有？满耳本灰生，然后呢，文殊常触目，观音呢晒耳根，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满眼本灰色，我们看的都是形象，都是色了。那已经不是形象，而是什么？是文殊菩萨。触目文殊菩萨常触目，有没有？文殊常触目就是我们眼睛一看，看到外面凡尘形象，看到凡尘的事情。我们就已经产生妙智慧，怎么来处理？那个是不是文殊菩萨？然后我们用我们的眼睛来看那个那个橱窗里面的服装，想不想买想不想买？咱的目睭去逛百货公司，去看到那橱窗内底这服装就好看，然后穿起来一定很漂亮，想不想买已经打折了，加存1折了，想不想买所以这个时候文殊菩萨想不想买？想不想买？为什么不想买？你是讲钱到会穿的，钱到有钱到的衣服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眼睛一样看，可是我们处理的方式就千差万别，对不对？有的就我要买回去。那有的时候我家里出那个已经够多的服装了，不要再买。或者都讲过以前有一阵子住在天母，我说我那个经过那个马路就看到那个衣服那个牌去买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牌子吗？个掉咧迄牌个掉伫迄衫的衫规领拢摕出来粪扫人以前那个不是说垃圾不落地现在不落地嘛以前都用一个小
小的那个水泥然后有一块那个木把那个口扎住，然后都丢到里面，垃圾丢到里面。可能各位这个年岁太轻了啦。我们那个朝代那个 LKK 的朝代都过去了啦。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有那个那个景象。各位有看过搭错车吗？那个孙业主演的有没有？他就是那个修酒干以前那个有一些比较富有的他并不是说酒干提出来卖啦，而是直接就放到那个垃圾桶，就是那个垃圾的阿蒙头心内底。那个正月当主角，伊就是踩迄个三轮车伫咧收酒干啦。收到迄个粪扫帚的时阵迄囡仔咧哭，迄囡仔伫咧粪扫帚内底啦。迄孙爷甲抱转去饲啦。有迄个囡仔人生出来甲囥喺粪扫帚，孙爷抱转去饲，饲到大汉的时阵当歌星嘛。结果他趁钱转来要互因爸爸用，伊都甲遮大汉因爸爸已经过身啦。就是一毛钱也没有用到了，那个辛苦为着要家饲互大汉，就要搁较认真去收干啦，所以才那个收干通卖无。这个各位都可能没有经过那个朝代都引不起共鸣所以这个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个搭错车那个意思就是比较呢，像我们这种上年纪的人就是很喜欢看，结果那个戏院已经下片，结果应大家的要求，他又上映了，搁提出来做，做几工搁下片，大家搁要求搁提出来做。然后这样连续10摆，全做袂煞啦，搭错车，可是各位这个一想搭错车，都坐唔到车各位都搭对车没有？有没有搭对车了？都搭都是对了，没有说一搭车你看一出生就去抱去粪扫帚，迄有搭错车真是拢搭错了我们都是搭对了，生出来拢安尼互人保年年，有没有？拢顾安尼好，像以前那个夫妻一生孩子拢几十个啦，兄弟姐妹安尼几十个对无？拢嘛伫涂骹咧爬，哪有讲去读幼稚园？迄安尼阮规庄一个读幼稚园，迄个大家拢嘛安尼甲看作是迄个金生园不得了了，会当读幼稚园，拢嘛伫涂骹咧爬。真是摕鸡在咧食。这个就是那样唔知吵囡仔都唔知吵。那今麦还好没安尼，或者这个早上一出来看，拢大人拍迄个囡仔迄个书包，书包唔是囡仔咧拍咧，大人咧拍，因爸咧拍。囡仔坐在里外口咧创啥？咧单车来甲载，唔是叫伊用行去学校阮较早拢行5-6公里去学校，即马呢短尔差不多不到1公里差不多安尼6-7公尺尔，就请车来载，
一个月多少钱，付给他钱啦，个因老爸还有册包甲派咧，等迄个车来载，囡仔载咧，册包甲送回车载去安尼，即马刷去下课啊即马10点等囡仔送回来，册包搁甲派回，安尼谁咧读册？谁在念书啊？有够好字，有无？好字，迄友好囝，毋是讲囝友好老爸，真的，无怪即马咧毋敢生。你若无敢共款人家会看你怎么样？拢我都爱甲人共款对无？有样的看样啊，人伊拢安尼，你哪会无安尼？迄人的比较真的是，所以生囡仔真的你想一想，他从一生出来念到大学毕业要多少钱？真的算一算不敢生啊，社会形态都走到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了解说真正的不想再凡尘了，就是要努力修道。老祖就讲，无有大患再无有根，即无生呢，无有何患，对吧？我有这个大患，患难，很大的患难，就是因为有身体呀，要给他吃饭，要给他穿，要给他住，要给他享受，真的有大患，很大的患难。那即无生啊，无有何患？我没有身体了，我就没有患难。那老子的没有身体呀，就是要努力修道。你不落入凡尘六道轮回，你就没有身体了。各位浅显，我们有没有把握不进入六道轮回？有没有？有没有啊？要有把握我不进入六道轮回一定呢要修正成功。纵然现在还没有成佛啊，只是慢一点而已啊，一定会成会成道，会成佛。有没有信心啊？有。还不错啦，还真正的有信心所以对自己的佛性一定要深入的跟他相处深入这个了解就是那个其性真伪妙解明体。那么六路各位要详细了解，就要看第3、第4、第5、63、4、5、6那个都在讲六根的生以及六根的不生不灭。从那个讲解的内容，然后我们选择让我们的六根都用在不生不灭这方面，这样的话呢也会习惯用的会习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已经习惯让六根当家了所以六根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尤其眼根眼根最厉害我们这边还好一点那个百货公司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多了，对不对？比较不会去逛各位有没有去逛百货公司？有没有去逛街？机会比较少，对不对？所以那个引诱力量就不多了。要是在都会区的话那个引诱力量真的很大。本来都不想逛街啦，现在说的你兄我弟这个亲朋好友走了，我们去逛街了，没事嘛去逛，去逛去啥都嗨黑龙咧给人怪不想买本来啦第一次的时候也都会不太想买，
可是有一点点动心了。第二次去的时候啊，我身上就有准备了，就准备说在看到的时候我就买一点点，只是一点点，是越来就越多了，心啊就越大，就整个被我们的感官啊已经支配了，已经被它左右了。本来都我们是在当家做主人嘛。你嘛去那个六根做主人了，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现在什么现象？一头主啊，了解吗？就是那个不知道是手机还是电脑还是什么那个不是手指在上面一撇一撇吗？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跟你那个是什么？智慧型手机啊，它里面有电脑作用嘛？这看它往上一撇，往下一撇，往左一撇，往右一撇，都看到看到那里还撇来撇去的，然后一上车到一下车啊，都没有离开过。安尼好啊好，我看我们没有撇的人都跟不上时代。因为大家都在赔，很努力的在那里赔，可是就被机器支使了，变成机器是主人，我们佛性变成那个婢女跟奴才，是不是这样？你拢无迄个当家做主啦，所以或者假如说在讲。一定会有人讲说你都 LKK 了，这个电脑啊都不去碰，不去碰跟不上时代，跟得上吗？跟得上吗？所以我们拿到那个很小的那个有没有？那个会放那个啊，谢谢你那个音乐还会讲那个讲经收，各位有拿到吗？有听吗？所以各位我今天就带那个4 G 啊，跟16 G。那个或许也不知道怎么算，他说那个4 G 啊就可以听很久了，那16 G 更久，是不是这样？这一次或者有看那个内容它有清净经，然后有37自道品，有那个虚云禅师的传心法要，有那个就是很多啊，上次好像拿来没有，各位我们也一样，上次带下来有130个，这一次带下来有130份。假如说各位你拿的跟这个不一样，你可以拿回去换，就换那个那个叫什么记忆体呀、记忆卡，那记忆卡。很小非常小，那个收在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把那个旧的拿出来，把新的装进去，就可以听了。真的是现代的科技啊，听了就听那个你打扫家里环境也可以带着听。要出去玩去走路啊，也可以带着听，是很方便的。你充满电的时候啊，可以听6个小时。充足啦，充足6点钟，然后呢那个一个好像插头，
它有附带一条电线，有没有？那个大的放在插头这边，那小的放在那台一台那些，它插了它就充电了。没有的话，可能要去电器行买那个插头，也蛮便宜的啦，很小小啊，那插头充电很小小啊，跟各位讲要听的努力听的话，倒可以看，因为那个目录啊，我们带下来，目录，就是那个录啊，里面录什么内容，那个目录我们有带下来。那假如说各位都有了，然后目录里面跟各位都一样，我们又要把那个带回去。为什么？因为北部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这边你看，无要紧的，一边爱先有，跟我们佛老师一样，很疼爱的。所以我们呢讲到那个六路，就是六根，要从12处到18界，12处就是这个六根跟六尘，各有各的那个处，就是地方所在，各有各的地方所在。然后呢，到18界，18界就是六根、六尘产生六识，3、6、18。所以我们呢，这个以往那咧有贵心咧做迄个师公啊，拢有迄个18站地甲迄个画像雕咧好看。那就是六根、六尘、六识3个合起来所造的业就是18层地狱。所以这个8界各有各的界限，8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就是五阴六路12处18界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了虚妄有生，所以生是虚妄，生呢都是假的因缘别离虚妄明昧因缘忌讳了就生，因缘别离了就灭所以是实以生灭。那么思不能知就是我们都不知道生灭起来本如来藏，就是我们生灭起来生就是来了我们死就去了生灭起来本如来藏，就是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叫如来藏就是含藏那么这一些生灭起来都含藏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之中常住妙明，我们那个如来藏它是常住妙明它永远都在，然后很奥妙又很光明。那妙呢，一般在我们的这个经典里面就讲不体，然后那个明就是随缘之用，有不变之体有随缘之用有体有用不动周延，不动就是如如不动周匝圆满就是整个宇宙空间全部都有妙真如性，都有我们的那个妙真如性性呢真常之中，我们的那个性它就是真常我们要知道说呢凡尘一切都是假，就只有佛性是真有形有相都会变化，所以称为假。那么真呢就是没有形象，而又了了分明是佛性本体，所以性真常之中。那么求以气来迷生死了无所得，就呢在我们的佛性本体当中
要求气来，要求迷悟，要求生死啊，都没有，都了无所得，所以这一段就是先把这个纲要讲出来，这个很重要，因为底下所讲的它的内容啊，都呢离不开呢这个范围，就是性是真啊，相是假，所以底下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开始讲，讲这个五阴六路啊，12处18界，那我们就把它称为4科，了解意思吗？4科，一科啊五阴，一科六路，一科12处，一科18界，加起来都4科，这样知道吗？然后再加后面的7大，所有风土啊，空见是7大，然后18加7啊，25，那25啊，有25门的修行方法，就是呢这4科跟7大，全部加起来，里面啊，我们都可以拿一个来修持。它都可以成道，都可以成佛，那了解意思吗？好像我们这个之前研究那个《道德经》各位都会讲说比较容易了解，对不对？听得比较容易懂。可是一进入到我们这个楞严经以后感觉就好像蛮深的。会不会？大家亲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呢是始于佛教里面那个密教部显教部呢就是明显的教化，那个呢我们都是接受那个显教，可是呢这个楞严经它是始于密教部，密教部他说。它大部分呢都是在西藏，还有那个新疆些比较属于深山部分，不在我们这边啦，所以我们这边没有楞严经，我们这个显教呢没有，大藏经里面你要找楞严经一定要找那个密教部。密教部那个100册里面第19册那个才有楞严经，就是很不容易不要说去研究，我们看都不容易看到，不容易看到这楞严经的这个经的本文，很不容易看到。那我们能够呢有这个机缘研究更是不容易，一定呢不要嫌深一定要努力的加以了解，因为我们不会讲快我们会慢慢说，不懂还可以问，各位可以了解我们拿到北部的那个所有一些讲解部分，研究固然猛啦。有没有听过？非常努力，连后学正在讲课的中间，他嘛出入来嘛，等你讲伊嘛，全给你打断给你问，很努力问因为后学都鼓励，这个要问才会了解，不了解就通不过，通不过就会堵塞了，3点水在一个袋。怎么念？就是字，就是阻塞啦。太了的水沟未通，水沟已经不通了，阻塞了。那我们修道呢，只要阻塞不通了，就成不了，所以一定要通。不通就是要问，问了就通了啦。问就知一知就袂记掉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
所有的我们完成的遭遇一切呢，那个相啊都是假，性呢都是真。然后从这边呢就开解说五阴，五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五阴的第一个呢，就讲那个色，所以这边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阿难，允何五阴本如来藏，妙真无现。说五阴为什么是如来藏妙真如现？然后底下才讲那个内容，然后到最后面各位就要看那个最后面那2句本非因缘，非自然现。那个色音的最后，就是在52页的那个第3行，本非因缘，非自然现。有没有？所有的五阴六路12处18讲，一定呢开头都是本如来藏妙真如现，然后结尾就本非因缘，非自然现。所以呢，就是先告诉我们所有日常在运用的五阴六路12处18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现。它不是因缘，它呢不是自然现。你有了解不？因为我们先知道它的根源，先知影讲伊的根底，的那个本来根底。那根底知道以后，中间我们就容易了解，中间所讲的就不会偏了。所以先呢把那个如来藏妙真如现，非因缘非自然现先把它呢点明，然后底下呢释迦牟尼佛就讲说，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清明空，唯一清晰，永无所有。这个清净目就是菩萨跟佛啦，佛菩萨的是清净目。那道就是清明空，清明空就是空中什么都没有，就唯一的清晰永无所有。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完成的所有这个万象万事我们用清净目跟清明空来了解来看，它呢本来都是没有。这个就是在比喻啦，说我们看到的万象我们看到的万事都是假的，都是我们眼睛有毛病看到的。就像呢看到空中有花，空中本来就没有花了，那我们为什么看到有？就是眼睛已经有问题。所以底下呢就讲，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花老。你看无故就是没有原因没有原因瞪以花老，眼睛呢都不动了。是不是已经呢搁浅显，是不是无明？无故没有原因然后眼睛都不动，然后呢我们瞪以花老。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出来？就是不循真理，不遵循真理，就是已经呢离开佛，离开菩萨，走入我们众生的那个生活之中，才有这个现象呈现所以我们假如说是清明眼，然后所看到就是晴空，这样懂意思吗？所以佛菩萨他就是清明眼，然后看到我完成的万象万事都没有，是清明空。
清明眼看到清明空，没有万象，也没有万事，那个就是佛菩萨。安怎样不？可是我们都会想，哇，凡尘有万象，有万事啊，那佛就讲那个底下，就是因为我们无明，那无明从哪里来？就是从念妄动。一念妄动，我们当然会以为说，你那好说无明，其实本来就没有念头。那我们为什么要起念头啊？那个就无故，无原因啦。那个无原因都是为佛生出来，了解吗？所以有一些我们就是要用领悟了。在文字里面找不容易找到，而且佛在讲经说法，时常都会言在词，意在笔，就是他讲的文字是这样，意思不要按照文字解说了，一定是在外面。所以或者都讲那个华所经，各位都会背的，对不对？那个释迦牟尼佛他说，如来不以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有没有？那个文字各位先生，我们听起来是不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都不跟我们凡人来争？可是我们凡人都跟释迦牟尼佛争，对不对？我们都这样解说嘛，可是他这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来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的真心佛性不跟世间共争不跟世间争，然后我们把世间把它分，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是空间跟时间如来我们的佛性不跟空间争，不跟时间争，可是空间跟时间会跟佛性争，这样懂意思吗？是不是跟文字艺术都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那个佛性修养很好，完成的形象、时空间很多事情，我们都跟佛性要争。就是我们六根一定跟佛性争，佛性它都会退位，它都会让啦，让给咱六根，佛性会不会跟六根争它绝对不跟六根打架，对不对？它一定拢全退了，全拎起来无去所以你看这个如来不以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咱拢世间咧甲伊受争啦，结果吃亏的啥人？吃亏了都是我们争的人啦，对不对？你卖争你就免受苦，你就是因为跟如来共争，你才吃苦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意思然后我们看《金刚经》肉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我们按照文字看是不是又那个释迦牟尼佛，对不对？肉以色来见我，要来用形象来看到释迦牟尼佛，用音声来求释迦牟尼佛，是人行邪道，不能见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样？我们用文字解说确实它不是它是讲我们佛性你用形象要求你的佛性，你用音声要你找到你的佛性是人行邪道，已经走偏了，邪就是不正了，你的道你的理已经不正了不能见如来，
不能见到你的佛性了，不能见到你本身的那个如来，是不是完全不一样？跟文字都不同了。所以我们看经典啊，就不能从文字去解说，一定呢又要按照那个佛的那个真意思，佛为什么要这样讲？它有含义，然后我们要从那个含义啊去了解，那了解了以后啊，差别就很大。所以或许都看啊，每一本注解心经啊，一定都是把那个观自在菩萨说是观世音菩萨，说注解啊，注解心经呀，什么人不是这样说？你读不完呢？我看讲是不是不对了？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已经成就了，你再怎么念，对你也没帮助，对不对？可是你观自在，回观反照，你自己呀，自由自在的你的佛性，是不是对你帮助很大？那我们就是要真正的实际啊进入，能够回光返照，然后自己呀，自由自在的佛性本体，这样对我们帮助很大了，所以一定呢，要按照那个意思，不按照文字。所以以前不是有跟各位说，有四依吗？有没有？还记得吗？念念看。拢两叠嘴来，我拢无听。依义啊，然后不依语，有没有？有没有？依法不依人，有没有？然后呢，这个依智啊，不依事，依了义啊，不依不了义，有没有？拢袂记了，是经过太久了吗？哇，还剩下10几分了，留给各位提问。问题嘛，剩12分了。好，请说。那有麦克风。那要说一下，里面会开大一点。所以那个刚才讲就是说，要进入到那个佛性的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对我们非常有帮助。那个后面就是说要怎么样对，这样要自己的事情。好，请说。这个就是很有智慧问。你看我们这么多又这么久了从来都不这样问所以之前我们2年半之前开始讲课，就教各位说观点放下，然后一念不生，那个只有这样讲，然后呢那个详细的内容就不说了因为大家实际做了以后一定会有遇到状况，然后很多就会问有看到什么，有想到什么一定都又会问，然后在这个时候才会又给各位来引导说我们有真正的来做，你才会讲出来，你讲出来才知道说你有做没有做，方法正确不正确，然后再讲才有用，不然开始都还没有做，我就一直讲说你可以失机溶解，淹没雷神，有没有用？一定没有用。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你先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当各位都遇到很多的现象，我就会讲，你把你看到的放下，你把你想到的放下，你所有经过的全部放下。然后在这个时候就跟开始做是不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就整个生不灭佛性的轮廓已经呈现，可以出来的。我的佛性啊，大致上都是安呢已经出来啊。这嘛个耍嘞，再接着下来，方法已经正确了，以后，我们真的做到了，万年放下，不管遇到什么，看到什么，那个都是缘，都要放下。放下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所呈现的那个心啊，就是直心啊，直心已经呈现了。然后直心呈现，我们又继续做，就是身心。然后身心又继续做，就进入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菩提心就是我们所要追求、要成就的那个真心。那时候都已经出来呈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心，用这个直心即心即佛。这个心就已经是佛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经过一段时间，算蛮专心、蛮长来做这个功夫。我们在做这个功夫的时候，各位浅显有没有回光返照？你做的话，自然是回光返照了。你要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你不回光返照，没办法做所以那个做过程你都是在回光返照，是不是我们那个外放的心减少？外放的心减少，我们那个凡尘染的污垢也一样减少，那凡尘的是非也一样减少。都呢，凡尘事越来就越减少，然后我们的佛性越来就越深入。真正的进入修的轨道，所以我都讲，你进入修道的轨道，那个是很理想的不会跟人计较，也不会有分别心，越来就越理想。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算是说可以进入自己的佛性本体，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可以进入。可以进入了以后，我们越来就越深。那越深的时候体会越多，到达我们可以知机而融现。知机就是在家里面静居，那融现就是神通万物。那为什么可以神通万物？因为你都回光返照，然后进入佛性本体。然后天地的山河大地，天地万象都从佛性生发，那你的佛性已经全部掌握，是不是可以整个天地就在你的中？是不是呢？神通万物。所以那个不是在讲好听话，不是呢天马行空这都有功夫。所以到这个时候你自然不会叽叽喳喳，不会刮架，不会机车，也不会火车了，非常静默，叫做淹没而雷声。你很深静声下来，淹深淹，默不讲话。那因为你都一直在佛性之中努力，等于在引导众生。众生看你这个样子自然他会学，你不用讲话，他会跟。你自然就引导他走入圣道，走入最上圣的佛道。所以那个淹没而雷声，
你那个德性的感人啊，就像打雷那么震撼。用讲话，你这样呢自然做出来了，人家都会学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为什么被人家批评的那么不值钱？因为我们都太粗浅了，拢要甲人计较，拢唔经输啦，迄烧钱拢唔捌输，烧输拢唔捌赢，钱拢真爱赢啦。我们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钱赢哪有用？没有用啊！所以我们就是真的要做，真的实际去做了以后，你就可以淹没雷神，可以感动别人。你要渡人很容易的，你讲对我来求道，人就对你来啊！你很聒噪、很机车，人想要对你。所以我们要了解，不是说我们研究性理心法都拢不爱参与道场的活动，干嘛呢？我有这样讲吗？绝对没有。我都是要带我们成佛的，对不对？叽叽呱呱可以成佛吗？好，请说。刘老师，请问如果前期我们说一直成道9000基础经超生那么我们的祖先有可能已经活在小世，那他如何超生？谢谢。那要等到我们成道，等到我们成佛，所以各位贤贤，或许是今天才听到了说有一个他在睡梦之间他祖先那个牌子名都无去啊啦。困咧困眠梦啦，困到一寡名祖先的迄个新出牌的名拢无去。我讲安那好，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已经上天了啦，因名拢伫咧天房去啊啦，安尼好啊无好？所以那个就是征兆，还没有。虽然他的后代都还没有成道，还没有成佛，可是毕竟他在努力的方向正确使他的祖先已经沾光，那个名都已经到这个天榜去挂号，都已经上去了。所以呢，我们呢在北部刚好呢前几天又拿到一张那个凤飞飞来结缘在龙潭有带1、2张下来因为传遍了，怕会有很多人去疑心说造假讲假，所以我们也不推广。你若看到就看到，知就知，唔知就算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虽然他在凡尘很风光，可是他的风光对众生没有帮助。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言行对众生有帮助，你才有功德啦。他要回那个凤飞飞结缘信说要进入南天门，看到功德簿空白，一功都没有了，一件功都没有。所以我佛老师带他来跟我们道亲结缘。让这个道亲去行善，分一点功德给他啦，让他能够通过南天门。现在通不过去了。当然看一看就好了我们是从真理进入，所以要了解到我们一直成道是要成道那个9贤7祖超生是要等到我们成道。利益很多众生，他才沾光。那我们就了解成道容不容易？要知道以我们凡尘社会的那个情形，跟整个那个世界的潮流，要成佛很不容易。所以那个9贤7祖
一定可以沾光啊，绝对可以。只要你主身成道成佛了，那绝对没问题的，一定呢天堂享受。下课。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会学占道天之德，老天谦大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千贤给会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借着呢讲各位千贤讲到第几页了？52页啊，51页的反面。我们呢从那个阿难啊，如由未明一切浮尘痴幻化相，当处呢出生呢随处灭尽。我们呢从这个地方呢。借着这边的经文啊，那我们今天呢讲这个我们研究主题啊，就是明心见性。我们呢从一些文字啊，然后借着这一些呢体会啊，它的精髓。我们因为啊快要满师啊，就是因为我们学了快3年，3年就出师对吧？出师都满师啊，已经各位是补师，3年是出师。所以已经呢快这个3年到了，所以要真的呢把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明心见性要能够掌握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边经文然后来帮助我们明心呢见性。各位都明心见性了没有啊？可能呢都不敢确定因为都还在犹豫朦胧之中。那我们呢之前有讲说我们面对那个神龛中间弥勒祖师这个佛像，那么请问是弥勒祖师佛像到我们眼前来，还是我们的眼睛呢跑弥勒祖像的弥勒祖师的佛像前面去？是佛像跑过来呢，还是我们眼睛跑过去？结果是怎么样？没有结果我们之前也都有稍微都提过了，可能各位都没有记住了。既不是佛像跑过来，也不是我们的眼睛跑过去，而是我们的心知道中间看呢就是弥勒祖师
是我们的心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个心啊，就是一大种相法门体，一大种相，所有凡尘万象万事啊，都是由这个心然后变化。那我们呢之前要各位都能够明心啊，并没有一下子说就了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并没有一下子就全部要了解到很深的程度了。我们从六根呢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那个识是心，我们从识心开始认识那个心。因为生活之中呢，我们运用都是用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的心在日常生活之中运用。那运用呢，我们当时不研究心理心法的时候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呢不生不灭的真心所以那个时候一听到即心即佛，我们会以为说我们日常生活的心就是佛那就差别很大。那之后我们有这个要各位做这个万缘放下一念不生能够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就能够呢把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整个就呈现所以这个时候的心跟日常我们所有心就差别很大，对不对？差别很大因为我们生活上的用都是生灭的那个心是生灭，不像呢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的心不生不灭所以差别很大。那我们呢明心就是呢全部呢都要知道，不管是生灭的心还是不生不灭的心我们呢都要了解全部要了解因为在日常生活应对进退那个都需要呢我们那个四心。那么四心就是生灭心就是我们日常在用的生灭心。那这个心用得很习惯所以我们并不感觉它有什么地方呢不好，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们都呢应用的非常的熟悉那我们现在呢研究这个心理心法了解到说要修道的话呢，就是要用不生不灭的来修这个不生不灭的道。那么这个时候的心就不同了。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就可以尽量的用呢不生不灭的心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假如说我们能够运用的习惯那我们呢这个修起来就很容易因为我们平常用生灭已经很习惯，要改过很困难我们那个习性非常的强要改很不容易。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在生活之中就已经用生不灭的心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那这样呢就很容易修起道来就会容易。所以呢我们这个明心部分呢我们大概都那个人口都非常清晰了解。各位同学有没有把握这个生灭的心跟生不灭的心有没有把握了？我点都唔敢讲这个等于说呢还没有很确定所以我们就在日常的时候生活之中自己勉励自己尽量就是用不生不灭的心来应对
这个凡尘事，我们了解到呢，那个不生不灭的心跟生灭的心，各位可以分得出来的吗？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尽量就用那个不生不灭的心，因为只要我们回光返照那所用的心呢，大概都是不生不灭的心，用这个心来应对本事，最重要就是不造业因为已经不生不灭，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它没有两边的对待，所以已经脱离善恶都脱离了所以不造业，不造业呢自然就不受苦了，所以这个名义是很容易的，容不容易？不容易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心的部分都是在我们掌握之中在我们的那个知觉掌握之中，只要我们时时刻刻不被那个造化引诱不被引诱了，我们呢就可以这个了解说，我们现在用的呢是生灭的心还是不生灭的心？那或许呢，曾经呢也都有这个自己试验，看看呢用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差别在哪里？那它的差别我们回光返照所用的大概都是不生不灭的心。回光返照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收回来，收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来应对凡尘事我们怎么样的起心动念那个心念一起，我们知道说里面什么念。那假如说我们心外化是用生灭的，那我们大概不了解说我们起心动念呢到底念头是什么，大家都不了解有时候讲出来的还不知道是自己讲的，也不知道它的对与错好与不好无所辨别。那我们回光返照用的不生不灭心就没有这个状态，就一定生念头出来的什么念头自己都有把握了，这个是用了我们不生不灭的心应对凡尘事的好处因为有这种好处造业当然就不容易造业，那就不会受苦了，就可以解脱了，真正的修道就已经呢在很琐碎的小事之中呢就已经在修道了，就已经呢很实际的在修道。那因为我们呢要连着说明心接着呢就要见性。那见性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各位先生容不容易？应该是很容易不过我们平常就是很少研究。那之前呢，佛姐曾经有讲说若见眼生即是见法；若是见法，即是见佛，有没有？所以那个见佛就是见到我们佛性所以见到这个佛性因为我们知道佛性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我们确实要见到，是不是不容易？都是不容易那么之后还一直有讲说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若无所见，就是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能所，已经能所双明，融成一体了。那么融成一体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所见的就是如来，所见的就是佛了。这样了解吗？没结会吧，就表示说不知呀，还不很透彻啦，因为这个我们平常比较少研究啦，不那么容易啊，一下子就知道。可是不是很困难，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都已经啊，在用，我们已经在用我们的佛性，都是啊见性，所以啊，我们这个之前时常啊都会借着一些比较这个深的一些句语啊先讲，然后讲了以后啊，慢慢的呢，我们才把那个如何做啊，就把它呢阐明。那我们一做起来啊，因为之前有先讲一个概要，重点所在，那后来我们要去实现啊，就很容易啊。那因为呢，或许又看到这一段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汝犹未明啊，一切浮尘之幻化相，浮现呢在凡尘的幻化相。这个呢，从无到有啊，那个叫幻；从有又变无啊，那个叫幻化，就是我们凡尘的生灭啦。我们凡尘所有的生灭，浮现呢在凡尘所有的生灭啊，当处啊出生，然后啊随处啊这个灭尽，就是随着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啊，哪个地方啊就会这个消失了。幻妄啊，这个称相，相啊是妄，那么其性啊是为妙觉明体。因为我们底下呢就是要讲到那个五阴六路12处18界，因缘和合啊，希望有生；因缘北离啊，希望明灭。思不能诸，生灭期来本如来常，常住妙明呢，不动周也。妙真如性啊，性呢真常之中啊，久以既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因为我们要先把这一段的那个理呀，全部都透彻，那么往后底下再看的那个五阴六路12处18界啊，意思啊就很明显，就很容易知道。所以从这边了解说幻妄啊成相，相啊是妄，然后性啊是真为妙觉明。我们呢在凡尘运用啊，我们要了解都那个为啊妙觉明体。所以我们呢这个回想从出生了以后啊，慢慢的长大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啊，大人呢都会教小孩子你要认真哦，你要认真哦。各位浅显，我们都认真的认假，因为认真的话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啦。假是我们身体这个4大假和所有风土，我们从小开始都是认假，不认真啊。可是大人教我们说要认真，那大人他们认真还是认假？都是认假认真都这么困难很不容易啦。那或许就想到这个
我们呢在凡尘见相也是见见性也是见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见相跟见性各位学姐有办法分别吗？我们大概呢都没有办法分别说，我们是见相呢还是见性？那大部分我们在运用都是见相，都是见相，然后从相起念头，然后念头延续一个接一个，都是呢由形象而来，所以性那个就隐藏在后面，都没有这个呈现了，所以在楞严经呢，这个阿难呢就讲，说那个我们这个见性就是这个浮现在眼前，可是呢这个佛就跟阿难讲，说见性假如说浮现在眼前，那我们就可以指点出来。它就有这个地方所在，那既然有地方所在落入形象，那既然落入形象就有生灭，那既然是生灭就不是了不是不灭的佛性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佛性是没有形象，可是毕竟确实存在，对不对？我们都能够确定佛性是存在的，所以佛学呢就借着我们在生活之中所见的然后来讲，最呢明显的，各位先生这个是什么？茶杯啦，我们见呢就是见到这个茶杯的相，就是茶杯的这个形象所以我们现在一想见相了以后有没有所见？有能见的我，对不对？有所见的茶杯，对不对？所以能所很鲜明，能所。那我们要见性就是要若无所见，这样懂意思吗？就是没有能见的我相，以及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能所，把万象万物融成一体，一体已经变成一体了，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变成一体了。我们跟茶杯已经变成一体了，这个时候我们是见相呢还是见性？见相还是见性？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叫做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我们真实的见到如来，因为万物都是从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生花，这个万物山河大地都从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空真空所生花所生的然后生出妙有，山河大地以及万象都是真心所生花。那既然是真心所生出来，是不是跟我们都一体？尤其我们老师那一首谢谢你天地造化之中，原来我们是一体，有没有？还有印象吗？是不是这样？老师给我们点名了说我们跟万物本来就是一体。那本来一体就没有分别了，对不对？我们跟万物已经没有分别所以万物就已经是我就是万物，
当然啦，我们还没有研究之前这样讲，人家会说啊，那个神经一定有问题了，对不对？那我们研究了以后啊，我们是从真理来了解，走入底，然后来说的，所以我们已经跟天地的万象万融成一体，然后融成一体以后啊，我们所看的一切啊，是不是看到我们的佛性？所以我们面对的各位浅显，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神龛，我们面对弥勒祖师，看到的各位浅显看到的是什么？又不敢肯定了，看到的是佛性啊，然后我们有母灯，有两仪灯，有没有？我们都已经跟万象合为一体，已经是一体了，所以我们看到母灯是看到什么？不敢讲，一样就是看到佛性，然后看到我们右边神龛有我们佛老师，然后呢看到左边有我们师母，看到什么？所以这个叫做见性。各位有没有一点印象呢？能不能够接受了？因为我们都中间的弥勒祖师那一时都是见性，所以我们把它分别，一落入分别啊，是不是对待？有对待不是一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肉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就是已经融成一体，一体之中已经没有你我他，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所看的不是相，而是性，所以所见的万象就是我们佛性。这样懂吗？有一点没听到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见性没有啊？这个人家要问我们说，你们研究心理心法，那你明心见性了没有啊？敢不敢回答了？他会解说了吗？所以要了解到，万物万象都从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真空，然后生花妙语，都从性生发，所以万象都是我们佛性本体，是不是一体？万物是一体，那既然是一体，就没有分别，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的所有万象都是看到佛性，所以叫见性。有了解无？无讲今日个头一解讲，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深入了解。所以呢，你看了以后，你是见相呢，还是见性？见相的话，这得不啦；见性的话，这佛性因为万物以我一体，所以都是佛性。所有的万物，上至天花板，下至地板，左右呢各道亲，全部都是一体，都是佛性。所以叫见性，安尼捌无？无简单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从真理来了解，然后佛明确把它讲出来，所以或许就记了这一段，说呢，那个幻妄真相，相是幻跟妄。那个幻
就是本来没有啊，它生了哦叫幻，然后化就是本来有啊又消失了，那叫化，化，了解吗？那我们在凡尘哦离不开幻化，形象啊都是从没有然后有了，有了以后不久又没有了，对不对？所以相都是妄。那我们知道呢，所有的相都是妄，妄尽啊，真就行。真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我们佛性本体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见性，明心见性。还有清楚不？不容易，对不对？要努力呀。因为我们呢，先从心了解，我们呢六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那个六识啊，四心啊是生灭的。我们生活之中呢运用，那我们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见，都是要用。那个呢，我们要先了解，然后呢，我们又深入啊，到达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不生不灭的真心啊，即心即佛，那个心就是佛。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司空山本净禅师啊，他就有讲你要问佛呢，还是要问道？他说道跟佛有什么不同？说问佛的话，即心即佛；问道无心啊，即是道。那司空山本净禅师的无心啊，就是没有事心，就是我们那个生灭的心全部都没有。我们生花，日常生活之中生花的心全部都没有了，叫做无心。那无心的心就是真心。那各位有心还是无心？有心还是无心？真的都无心了。所以奥不奥妙？很奥妙所以我们研究呢只要你深入其中呢会很快乐。毕竟呢我们的佛性这个非常的奥妙它没有形象，可以刷形象又可以让形象完全都已经消失非常奥妙。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自己要呢这个深入研究，然后呢产生呢兴趣那自己有兴趣了以后唔免人鼓励，唔免人带，家己都好走得足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理咱研究佛有讲，佛讲过了，那我们按照佛的那个所讲的那个里面的真理然后我们去行持去做，那一定呢可以成佛可以成道，绝对是可以。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一定要回光返照，把心呢收回来用不生不灭的心来应对凡尘的万事物。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时时刻刻跟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在一起时时刻刻呢都只会当家是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一直讲心明因果就不灭不迷昧因果，然后即性底下怎么说？成佛无疑
哦，所以渐渐啊，成佛就没有怀疑，就一定成佛啦。可能各位信心都还不足，信心干嘛呢？还没有信心呐。各位见性了没有？所以要了解到若无所见啊，即是真实的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说我们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我执没有了，法执没有了，安尼的成法啦。所以真实的见你如来，是真实的如来。若有所见，有所见就有能见，对不对？有能见啊，那个能见就是我相，那个所见就是法相。有我相有法相啊，那就是凡夫啦，就是众生，就是在凡尘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然后呢，再来讲说若见身啊，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有没有？然后我们若见眼身，我们已经看到眼身，各位姐姐，我们的眼睛眼根，然后看到形象，我们的眼根看到形象，然后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若见眼身，因所产生，即是见法，看到法了。那若见法，即是见佛，就是已经看到佛。所以我们对法就是要重视，佛就是修法成的，所以对法要重视。那因缘所产生的，我们之前不是比喻吗？有种子，然后我们埋在那个土里面，我们有浇水啊，然后它就会发芽，对不对？然后它的眼身啊，眼所产生，因为有种子有水土，然后它才会发芽，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啊，那个见不是用眼睛的，而是用我们智慧见眼身啊，其实见法，这个一定会发芽，对不对？所以那个已经见到那个法，法在凡尘我们要了解到还没有呈现现象之前那个法呈现现象以后已经我们可以眼睛看，那看到以后已经形成了。那个我们还没有看到还没有去摸到，还没有了解那一个那个衍生的法，各位同学不没有？那个法很多像说这个男女之结婚的虽然他们孩子还没有生可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只要他们这个度蜜月以后回来恩爱相处之后就会有那个孩子这个生下来所以那个衍生也是在那个无形的看不见之中，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为什么现在的人生的那么少，知道原因吗？以前像或许那个年代的这一些人拢足好生啦，一个拢嘛生10个，对不？一对夫妻生下来拢嘛10几个，兄弟姐妹按一大堆。即马愈来2个生1个，有当无生越来就越少。我们要了解那个人为人肉内人为的因素使这个生育就完都抹煞。会生的时阵唔生啦，
然后怀孕啊去甲摕掉，听到即么年岁济啊要生生袂出来，是不是这样？很多这个现象都这样，对不对？所以那个是违反自然呐，自然不是这样。我们要了解天地间啊延续呀，就是一代传一代，即马直直来人直直少去啊，即马刷落去啊，有的拢无生，食老若讲食老拢已经拢归空去啊过来讲嘛摆啊就问摆，对不对？要安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天时啊一直运转人都还没有到昧的时候，可是我们都一直在抹煞，那个生机，人的生机啊都一直在抹煞来愈少，即马愈进入老人化社会，个愈来一个一个直直转去少年的无个接落老的弟弟安尼会办啊，都会变怎么样？无人了拢无人啊，所以人灭了以后啊，天地混沌，下个宴会啊，开天辟地，又开始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又是在这个宴会的微溜啊啦。末法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要了解说，要赶快修不然还不及了。各位有没有啊？那个产生的心说较紧修没有？我袂赴啊，较紧修袂赴啊，要较紧修咧所以要明心见性。我们导师第一次讲经各位先生，之前啊曾经有经验说，有啊，较早捌听有人讲见性，有无？不容易可是很容易，对不对？都会啊。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见性完全都领悟了，因为相也见了，对不对？见性也是见了。假如说你没有表示啊，你修到什么程度的话，人家说已经见了见性了，你会相信吗？会不会相信？所以呢，就是要了解到见性就是已经万物一体，没有分别那个才算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啊，他有没有分别心？就是没有，因为没有分别啊，已经是一体了，所以他才成佛了所以我们了解到他那个菩提四相做6年吧然后夜睹明星啊，有没有？是啊，看着明星然后悟道。各位先生，悟道就是见性啊，那他怎么见？他栖了底下体定啊，对不？对不对？星星在天上，然后啊，谁看到星星？就是佛性了所以他才很感叹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性，皆因妄想执着而不正德。大家都是皆具来智慧德性，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妄想执着然后不正德？对不对？我们不妄想不执着，是不是已经正德了？所以那个禅各位先生一直禅，是不是一只手指头？我们看一只手指头这个像对不对？谁看到佛性是见性嘛这样了解吗？所以见性也是见，见相也是见，
可是要看你的修程度，对不对？假如说你还不了解啊，没有分别是一体的，那你说我是见性，他骗人啦。要了解说是一体的，没有分。我们灵也是一样，都是一体的，都是同体，没有分。落入凡尘以后啊，才分离有他。是归了以后啊，归到原来本来我们还是一体呀。所以一体就没有分。所以佛看我们众生啊，也是佛，所以都叫菩萨摩诃萨，摩诃大大菩萨。所以佛看众生呢，都是大菩萨。他没有说你是众生，我是佛，没有那样，这样了解吗？当我们现在因为南部啊天空比较晴，可以看到明星我们要阅读明星要悟道，悟了没？要记得看这个阅读明星啊，然后呢就悟道。已经呢领悟了原来都是我们的佛性啊，整个宇宙空呢都充满，这样了解吗？很容易对不对？大家都一样嘛会不会？都会看星星嘛看这个也会嘛这个一禅呐，人家在说什么是道。这个一直禅啊，那个禅师啊在教然后呢有访道的去问什么道，他就这样，这样就道。那现在了解什么意思了吗？假如说我们不了解的话，他就去争他打个马样比这个见相啊，可是那个看到的那个是谁啊？都是佛性，见性。所以我们了解性啊很容易，容不容易？看到什么是什么很容易，对不对？太容易了。所以见性啊，成佛无疑，就一定成佛啦。爱困啊呗。所以或者是借着释迦牟尼佛讲这边呢观望称性啊，其性称相，其性呢真为妙也明体然后呢借着这个经来讲明心见性这样就比较我们这个接受不然我们突然听到见到万象即见性我们这个心里面会排斥了讲不起安尼呢那我们从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那个经文里面我们把它阐释把它呢演出来，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原来佛就在讲明心见性，都是在讲明心见性所以底下呢，如是乃至五阴六路，同时是18界因缘和了以后虚妄有生，那个呈现现象那都是虚妄，都是假的啦然后因理别离虚妄明昧那个昧那死掉了那个也是虚妄，也是假的师能知生灭起来，咱拢唔知影那个生灭起来本如来藏，就是我们呢那个真心佛性如来就是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含藏我们的佛含藏山河大地，含藏万象万事，含藏善恶的种子。那我们大部分研究呢，那个含藏山河大地都没说了，都说善恶种子要过来轮回的那个经济都是善恶种子含藏各位先生，我们含藏什么？
我们不敢承担了。我们要讲含藏山河大地。各位学姐，山河大地啊，在我们的佛心之中啊，承认。很多人都很奇怪，山河大地是山河大地，怎么会是我的佛心呢？我们没有研究的话，就会产生这一种这个迷惑。然后我们有这个听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讲这一些经文，就了解说，确实啊，就是我们佛性啊，真空然后生花妙有。从真空生花，那我们呢，就底下这个研究。生灭气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所以我们了解之前我们也时常讲，说我们这个生从哪里来，然后呢死往哪里去？这个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对不对？无来啊，无去啊，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来没有去呀，叫做常住，常住不迁，现在在看、在听、在看啊，要了解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住不迁？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啊，常住不迁，没有这边变，常住妙明，妙。就是不变之体，然后明随之用，那个不变之体呀，我们了解到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明啊，就是我们在凡尘啊，所有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所以啊有体有用，那我们呢，这个经文啊，然后透彻了解那个意思。那么不动周也不短，就是如如不动。我们的那个佛性啊，如如不动，不用动。像或许一大早从基隆来也不用把佛性带来，要不要？这边都有了，对不对？要有我的佛性啦，唔免伫个家人带来。等下唔免带到等你对不对？不动，如如不动，相的形象啊，有动。我们的佛性啊，如如不动。为什么呢？因为它充塞整个宇宙中，像你空旷，这么广的地方所在啊，都有佛性，所以不带来带去啊。今天就讲不动，如如不动。然后周圆，这两周就是周遍圆啊，圆满，周遍圆满，全部啊都有我们如如不动真心佛性，妙真如性我们那个佛性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又讲一个名称叫妙真如，妙就是呢原来没有，它生出来了，有了。经过呢生花妙有那个妙，妙真如，真如一真一切真，如一如啊一切如真如，就是我们佛性的另一个名称，妙真如性，性呢真常之中，真常真，常呢常住，真常中我们要求以气来迷悟生死啊。了无所得，我们要求迷悟生死啊，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啊，它没有生死，也没有迷悟啦，都没有，所以迷悟是我们落入形象有身体以后才有的，佛里面没有迷悟啦，也没有气来，也没有生死，所以我们要也无所得。得不到的，这样了解吗？了不了解意思？所以我们了无所得啊，不要去追求所得的话，我们就能够呢拥有全部啊，都在我们身上，
每一个都有，很亲切的。那么这个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跟阿难讲说：阿难，云何五阴啊？本如来常，妙真如性。说这个五阴，五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五阴呐。然后呢，这个佛呢跟阿难讲说：云何五阴啊？本如来常，妙真如性。我们的五阴一样啊，是从佛性啊，生发出来。那佛呢，曾经呢在别的经典啊，有一旨啊就讲说，我们在完成生活的时候，这个五阴啊，就是五蕴，蕴啊就是蕴集、常、蕴五蕴。那叫我们不要蕴集啊，这五个色、受、想、识，不要呢五蕴。我们只要不蕴集这五蕴，就不会被这个推到现象来，现象我们的业力啊推到现象来。那因为我们有蕴集啊这个五个，所以才被我们所造的业啊推到这个凡尘来现象。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研究那个五个就是在生活的时候啊，这个五蕴啊，全部都不要蕴集。一个呢就是色，色就是形象，我们不住相，不住相我们就不蕴集这个了。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呀，我们很容易住相。不住相一定呢要时时刻刻谨记在心，不住相，不住相，都不要住，全部呢不住相的时候啊，烦恼就没有了，没有烦恼，我们烦恼都从住相了，所以不住相，烦恼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佛菩萨都会讲，这个烦恼是菩提，是菩提啦，说不要住色。色不要，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受，五蕴的第二个就是受。那我们对凡尘给我们一切的感受啊，我们要知道它都是假的，无常变化，不要把它当成真的，当成真的我们会谨心啊。那记在心里面我们就有思想动作，思想动作已经业就形成了。那假如说我们说这个凡尘啊给我的一切不受，我都不接受了，给凡尘我拢给，我们的遭遇也是假的，一切都不受，一切不受的话呢，我们底下就不会产生想，就不会产生行，就不会产生识，对不对？因为受、行、识它是连在一起，由受而来，一个受连带底下的想。假如说呢，你认为这个给我的这个遭遇是真实的，那你一定产生念头，念头有了一定产生行为，行为有了一定产生记忆，那后面讲形式全部都有，对不对？那我们一切不受，拢给我拢我去应对，是我不让它进入我的内心，这样的话是不是全部空了？空了以后，底下的想没了，想没行也没了，行没了以后，记忆也没了，是不是完全空了？所以这样我们五蕴都不蕴，不蕴积五蕴没有那个业力把我们推到现象来，就不用来现象了，不要来现象好不好？我们来现象好不好？当然好不好？
我们当人还不错哦，人生难得哦，因为当人啊才可以修道，才可成佛啊。假如说我们进入三恶道，那就糟糕哦。那当气天神仙天神好不好？有的都很羡慕啦，可是真正的也不好。为什么？因为福报了，享受福报各位姐。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已经这个当气天神啦我们说最小的就好了还有这个土地公。各位前爷有没有看过头？他是不是坐在那里给人家朝拜？对不对？骄不骄傲？大家都比较摆对不？所以就形成他这个骄傲，一骄傲了糟糕了。我们骄傲在那个字来讲叫慢，慢就是无明，所以当他那个福报享了这个要在轮回，在轮回的时候这个人道都没有他的份，那直接都要进入三恶道，知道吗？想象不到所以你要知道那个王爷妈祖山神土地那个福享完了以后都没有到人道来直接都进入三恶道。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摩尼佛讲的说因为他在当神的时候都获大家朝拜形成他的那个骄傲，就是慢那个慢累积他福报享多久就累积多久，多不多？就非常多的慢所以懂对三恶道去受苦，值不值得？本来是想福报很好对不对？结果是彼岸的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不好。那凡人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赚大钱，赚了很多钱，社会地位又很高，好不好？真新鲜的对不对？可是你看钱有社会地位，是不是自然大家奉承，又骄傲了，对不对？要不要下去三恶道？真的不要享受福报是咱安尼艰苦咧好，对不？咧磨咧拖磨，迄对甲咱的遐所有的嘢拢甲无了，好不好？很好所以我们要欢喜心，要甘愿做什么都很欢喜。你看，什么债拢无去恢复最好了，对不对？能够成仙做佛了，恢复本位。所以我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不应居五蕴色受想行识全部都应居了。要推我们到凡尘来现象的因没有没有因把我推来，那我们就可以归位了，好不好啊？很好，对不对？所以就是也要努力生活之中就是不要应居五蕴。我们有应居五蕴住相，第一个住相就很容易住，第二个受，我们都把受当成真的，你看一受当成真的，下面的想行识就跟着来然后就要受苦了受苦连连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看得远想得远然后做我们做出来都是要做得远远一劳永逸以后都不受苦了
受来受苦没关系，很快就解脱了。所以这个五蕴啊，佛就讲，不要这个隐居呀，生活中呢不要隐居。可是呢，这边讲的角度啊，又不同。因为呢，那牟尼佛讲说，我们的五蕴啊，也是从如来藏呢妙真如相显发出来，也是有佛性以后啊，才有五蕴呐，也是佛性的共作用。那么底下佛就做这个比喻，阿难譬如有人啊，以清净目观清明空。唯一的情绪啊，迥无所有。这个时候啊，佛呢就讲说，譬如有人，这个人啊，就是菩萨啦。为什么？因为清净目，清净目啊，就是清净的我们眼根，然后观清明空，就是看到呢，那个空中啊，清明空。唯一的情绪啊，迥所有，全部啊，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菩萨他呢，没有这个业，无正业，无造业，所以他看的就是啊清明空。各位先生，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空中有花啦。对不对？各位有没有看到啊？空的花，生做什么款？有啊，有看到生做什么款？因为在佛经里面啊，他写说空中的花他讲那个华，华的华，空中华，虚空中生出啊。这个华空华，那我们假如说要试验，我们的眼睛啊看到空中有花，是什么样子或者都教了，你蹲下来5分钟，然后你突然就站起来，然后向空中看你会看到什么了？绝对有东西。可是那个突然站起来记得边要有一个爱糖啊花嘞，不会呢。你看空中有什么东西呀？大概可以看到那个细菌。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细菌很大，本来细菌很小嘛可是我们蹲着起来看的细菌变得很大。因为每一个人看的都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论就是可以看，真的可以看到空中有东西佛用这个比喻是让我们了解本来真空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因为我们这个心不清净，所以生花万象，万象全部生花。万象生花也都是我们这个佛经生出来，所以才有一句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有没有？那个虚空就是佛性佛性没有形象它不拒绝诸相发挥，所有的相它要出来，它都不会阻挡，它一定让它出来。可是我们知道。万象时间都短各位先生，我们很喜欢看花的那个生跟谢，它有多久？1个礼拜，3天那么短那蝴蝶来。3个月，那久了可以3个月，还有更久的1天的，昙花
一线哦，哇，哦对，那个导师很有意思啊。这个有一次啊，给那个大姑在陈前开车啊，去桃园的一个佛堂，他那个琼花兰花啦，我们不是说琼花吗？是昙花还是琼花？昙花，那个可以吃的呢，昙花，结果他种很多了那个道天就讲，好几年都不开了，都不开花，那一年或许搞那边有事了大肚溪那边办事，再去，结果所有他们种的全部开了，120蕊一下子好4分秒对吧？差不多4个小时就谢了，就没了啦，很快，他就讲说这个大德者真的就是不同，来了，就是促成了那个都开，桃园的一个佛堂，所以那个导师真的，他开都是傍晚晚上的入夜没多久开，然后开到10点就谢了，就谢，然后那个可以我们可以指来指啦，当讲，那个特殊的花啦，这个鼓励我们去看那个那个我们那个本纪，在我们本纪的地方那个3000年开花一次的。不过那个3000年我们这个凡尘也不知道多久，因为那个6欲天的他化自在天1天1夜我们